谢你若是再敢伤害这个孩子，本王必让你生不如死。她堂堂侯府大小姐瑞王王妃却是个哑女，因为脸带毒斑，相貌丑陋，被瑞王嫌弃，成日关在这院子中不见天日。而袁若雪虽是庶女妾室，却比她这个嫡女王妃更得瑞王心意。因她一句得了寒毒不能长命，需要最亲近最纯净的婴儿血肉为药引，萧承瑞毫不犹豫的要用袁清寒腹中的无辜孩子给袁若雪保命。王爷，袁若雪根本就没有病，她是骗你的。他着急绝望地指了指自己肚子，又指了指萧承瑞。萧承瑞懂，却厌恶地把他踢到了一边。闭嘴！水野种才不是本王的孩子，本王从没有碰过你，把婚制都在若雪那里。那在他房中的又是谁？王爷，是你骗我的，一定是你骗我的。袁清寒，你个面楚心毒的丑八怪，害得本王被全天下的人耻笑。本王不杀你，你就好好的活着，生下孩子给若雪当药引。王爷，当年救你的人是我，袁若雪的寒毒是假的，我才是那个跳入寒潭救你的人。袁清寒手指颤抖地抚摸着腹部，不行，他的孩子即便是死，也不能沦为袁若雪那个恶毒女人的药引。他虚弱地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尽全力，一头撞在破旧的八仙桌角上，唇角却扬起一抹释然的笑。众人冲了进来，超女自尽了，快请长孙大夫，绝不能让她死。袁清寒，你不属于这里，回去吧，记住一定要活下去。瞬间他的灵魂穿越千年，回到了瑞王府。袁清寒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记住这次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看完了自己惨痛的结局，我最多再停留几天，后面就得靠你自己了。别走！贱女人，你还装？长孙大夫都说了你没事，本王说了多少次让你不要再作妖，你若是再敢寻死，本王绝对不会轻容。王爷，姐姐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我们太过分，把姐姐逼得太紧了？雪儿，你不用担心，今天的事只是意外而已，本王不会让她死。王爷，您不必骗我了。长孙大夫说了，我顶多再活半年。姐姐，我最多再占用王爷半年，求求你成全我，这半年就让王爷多陪陪我吧。雪儿，你放心，半年之后，袁清寒肚子里的孩子也8、9个月，到时候本王就是破开他的肚子，孩子也能存活。等有了最纯净、最亲近的血做药，就能活下去了。王爷，你对若雪真好，可我不配，我不配啊！想到了前世自己孩子隔3差5取血割肉，活活折磨而死，他眼底猩红，满是恨意。姐姐，你怎么坐起来了？快躺下歇息。若雪还要装，当年跳进潭中救萧承瑞的人是我，后儿哪里来的寒毒？重活一世，我就能说话了。究竟是上天垂怜我，还是那白衣女子治好了我？袁清寒，你竟然能说话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丑女人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萧承瑞，你这个蠢货，真的以为袁若雪有病，不过是撒谎骗你。当年在寒潭救你根本不是袁若雪，而是……姐姐，知道你恨我，不能这样诬陷我，挑拨我和王爷的关系。你若是当真这么恨我，不如我现在就死了，成全你和王爷。雪儿，害死雪儿不甘心，对不对？萧承瑞太好骗，不愧是惨死。前世萧承瑞被袁若雪欺骗，在夺嫡之争中被乱箭射死。袁清寒看完了前世3人的纠葛，早已经知晓结局。萧承瑞死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同情，有的只是痛快和遗憾。他恨不得萧承瑞死得更早些，死得更痛苦些。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王爷，让我去死吧，活着也只是累赘，只会让姐姐厌恨。雪儿，别说傻话，本王不会让你死的。叶山，快去请长孙大夫。袁清寒，等雪儿醒来之后，本王再来收拾你。袁清寒这个贱女人的话不能信。萧承瑞果然不信他，本就没有抱什么希望，自然也谈不上失望。真是臭人多作怪，害得我险些被王爷骂，打死你！金嬷嬷，再落魄也是王妃，你若是再敢以下犯上，别怪我要了你的命。你算什么王妃？不过是养着侧妃药引的行尸走肉罢了。你也配提我的孩子？金嬷嬷的手腕被生生的掰断了。
王妃，奴婢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滚！金嬷嬷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，眼底满是惊恐和畏惧。宝宝，你放心，这一辈子娘亲会保护好你的。地上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药箱，难道是1000年之后的那个女子在帮我？袁清寒，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你，过后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多谢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，不会辜负我自己。那药箱竟然缩小，变成了荷包大小。有了1000年之后的白衣女子在帮他，他就有更多的实力来对付萧承瑞和袁若雪。袁清寒，大的胆子，竟敢伤本王！瑞王，深更半夜的，不好好陪着你的雪儿，跑我清寒院来做什么？真的不怕袁若雪误会吗？我是来找你算账的。袁清寒，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本王都没杀的，还有脸恨我？萧承瑞，王府守卫森严，你可小，新婚之夜为何会有男人出现在我的房中？此时你贱，勾引别人是吗？那我自请下堂而去，再不耽误你和袁若雪。萧承瑞勃然大怒，重重给了他一巴掌。废物男人，只会打女人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该让你死在寒潭里。袁清寒，你还敢胡说？明明是雪儿舍命救了本王。既然你这么确定，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因为本王要留着你和那野种的命，为雪儿换命。本王要让你这个心思恶毒的女人受折磨而死。接下来他得筹备如何离开瑞王府，商量不通，他得来另辟蹊径。一个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真是可悲。袁清寒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能再说话的那一天。我本想留着你好好折磨，可你竟然说出了当年的秘密害我，这是你自己找死。好姐姐，你死了之后，我就会成为王妃，那些秘密也会被你带进土里，一举两得，岂不美哉？袁若雪，昨晚萧承瑞在我房中问了我当年的事，你若敢杀我，他必然会起疑心的。袁清寒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害我？既然如此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！直接把簪子刺进了银月眼中，又刺向旁边的银霜，却扎进了他的肩上。袁清寒手中攥着簪子，大步朝着袁若雪走过去。袁若雪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。袁清寒，你不能杀我！王爷最是疼我，你若是动我，他会杀了你的。好妹妹，自然不会杀了你。不过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我要离开瑞王府。若你肯助我，就不告诉王爷你做的恶事；若是不然，我就毁了你的容貌，看萧承瑞以后疼不疼你。袁若雪惊恐地看着袁清寒。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滚出去！袁清寒，还敢伤害雪儿？真的以为本王不敢杀了你不成？萧承瑞，是他们要来杀我，我才不得已反抗。你以为不会相信雪儿那么善良会杀你？银霜银月也有武功在，若是他们真的要杀你，怎么可能被你所伤？你若真有本事，就直接打死我；说是不敢，就少在这里让人瞧不起。你以为本王不敢杀你？袁清寒，等你生下那野种之后，本王立刻就宰了你。可真是蠢不可及。萧承瑞，你早晚要被自己的自大害死。不共傻瓜论短长，他跟这个愚蠢的男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敢骂我？你博取本关注的花样还真不少。放开！贱女人，你干什么去？找吃的。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还是说你准备饿死我，饿死袁若雪的药引？怎么可能？本王天天都让人给你送饭。袁清寒，若是你撒谎想让本王心疼你，大错特错了。本王没有那么傻。袁若雪那个贱人食言而肥，他一定会找机会让萧承瑞看到他的真面目。过来啊，这些畜生！朝着头狼拼命砍过去，一声惨烈的吼叫声响起，头狼就被他手中磨得闪光发亮的菜刀砍伤，摔在地上。袁清寒脸上闪过狠色，眼前不禁浮现了前世自己惨死的画面，1刀、2刀、3刀，直到那头狼彻底没了声息。院子里那些恶狼都噤若寒蝉，谁也不敢上前一步，他们五体投地地趴在地上，惊恐臣服，提着菜刀打开了后门的门栓，大步跑了出去。别动！反手朝着那人身上砍过去，劈手夺下袁清寒手中的菜刀。竟还敢反抗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下次直接拧断你的脖子。这位公子，我也是走投无路，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就不要相互为难了。转过头来，你见了我必须死。君千珏为了寻找阴虎符，先行回了京，此事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发现。公子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我刚刚死里逃生，你受伤了，血流过多，若是不止血，一定会休克
克的，而且伤口神经也被切断了，若是不及时疗伤，您这条手臂很有可能废掉。我帮你治伤，你放了我，如何？你真的会治伤？会。每天梦里的学习和传承，他已经成了经验老道的大夫。他手中还有几千年后的神奇药物，治病救人不过是手到擒来。那你给我治伤，我放过你。缝合完之后，又用绷带给他缠上了伤口。公子，您的手臂这几天一定不要乱动，要等伤口愈合长好。这些药您也拿去，若是发烧了就吃2颗，直到退烧为止。公子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记住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剑骨，否则你必死。贱女人，你还想跑？放开我！说，是不是你杀了狼魁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小陈瑞，你那么喜欢那头狼，一定伤心坏了吧？真是个疯子，袁清寒，本王才不信你这个废物能杀了狼魁，一定是有人暗中助你。说是谁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你除了每日盯着颜若雪，又何曾对别人上过心？雪儿温柔善，纯净无瑕，至于你相貌丑陋，心思恶毒，不知廉耻，不守妇道，本王多看你一眼就恶心。那你就放我走，为何还要抓我回去？因为你腹中的孩子是雪儿的药引，在她痊愈之前，本王不会让你离开王府，更不允许孩子出任何事情。王爷，姐姐只是不想救我，您就放了她吧，她也很不容易。雪儿自知命不久矣，只想安安生生的多陪王爷几日，至于多久就看天意吧。雪儿，你不要丧气，只要本王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。为了你，雪儿拖着这么弱的身子出来，袁清寒你就不愧疚吗？是我让他出来的吗？他出来是为了关心我吗？不过是怕我这个所谓的药引没办法折磨我而已。姐姐，我是真的担心你啊！你怎可如此揣测我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心痛。雪儿，别哭了，他不过是个肮脏的贱人而已，不值当你为他伤心难过。若是再伤了身体，他就是死也难辞其罪。来人，把这个丑鬼带回王府。原来是瑞王府。瑞王大喜之日，他曾去瑞王府寻找过虎符，他不小心中了魅毒，后被一女子解救。只是那晚之后，他就上了战场，至今不知那女子是谁。不要失望，你可以离开瑞王府，但这次不是逃走，而是光明正大的逃出去。穿越千年的呢喃在耳边响起，带着神奇的力量，让袁清寒又燃起了希望。快去请王爷，快去请长孙大夫，救皇子中毒了！让开！这是食物引起的严重过敏，并非前世那些人说的中毒。王妃，救皇子中毒，你搅和什么？若是他死了，就是被你害死的。本王妃是在救人，他是过敏，不是中毒，滚！非要害死老九不可吗？小陈瑞，我在救你弟弟，非要害死他吗？王害他，不是你这个恶毒的丑女人给他下了毒吗？王妃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王妃是在救九皇子，我们过来的时候，九皇子就已经这样了。他怎么可能有那个本事？八成是想趁机害死老九，陷害本王。原来我在王爷心中就是这样的，不过我也早该知道。萧承瑞这个蠢货，是非不分，眼拙心更瞎。林嬷嬷，你可别被姐姐骗了，我们2个一起长大，她可是一点医术都没有学过，可怎么治病救人呢？长孙大夫，九皇子可是颇受皇上宠爱的，若是在瑞王府出了什么事情，一定会牵连到王爷，你无论如何也要治好九皇子。侧妃放心，九皇子不过是被有心人下了毒而已，老夫这里有解毒灵药，药到病除。王爷，侧妃看到了吗？九皇子的中毒症状已经消退，安然无恙。王妃，您不会医术，还是不要乱给人治病，否则害了自己是小，害了九皇子和王府是大。王爷，长孙大夫给九皇子解毒有功，也该按功行赏。长孙大夫，你救了老九，本王重重有赏。多谢王爷，老夫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知王爷如此。胡知且胡用，抢占别人的功劳，正骄傲，真是笑话。九皇子明明是过敏，这些人偏偏说是中毒。九皇子情况转好，分明是因为他的过敏真药。萧承瑞偏信是长孙老鬼的解毒丹，真是可笑。姐姐，长孙大夫治好了九皇子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，您也不用说这些酸溜溜的话来嘲讽他吧。王妃既然这么喜欢抢功，那老夫让给您就是，只是这功劳常有，医术不常有。长孙大夫说的对，希望下次九皇子再犯此病的时候，你们不会来求我。你这个毒妇，竟然还敢诅咒老九！王爷，姐姐只是爱慕您，想要抢功劳，博取您的关注而已，求您不要生她的气。雪儿别怕，本王听你的。袁清寒，这次本王就看在雪儿的面子放过，若是再有下次，本王就命人把你关进笼子里，看你还怎么犯贱。
王爷，姐姐又不是畜生，怎可关在笼子里？袁若雪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你天天病恹恹，离开萧承瑞一步都不行，你才是那个被圈养的吧？姐姐怎么可以这样骂我？王爷，雪儿也不想自己身子不好，您会不会觉着雪儿很没用啊？雪儿，你受苦受难都是因为本王爱你都来不及，怎会觉得你没用啊？王爷，您对雪儿真好。袁清寒，你若是再敢胡言乱语，王就割了你舌头，做回那个哑女。王爷对袁若雪深情至此，让人感动。若是放在从前，他必觉得委屈心碎。可现在嘛，渣男贱女而已，他们放屁，他就左耳进右耳出。等时机成熟，自会让袁若雪这个妖孽现形。至于萧承瑞嘛，也少不了他痛哭流涕的那一日。王爷不好了，孙大夫的药没起作用，九皇子快不行了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什么？长孙是不是能救吗？长孙大夫说那解毒丹一天只能用1次，2次就失效了。你不是想让本王相信你吗？袁清寒，你若是治好了老九，王就信你1次。王妃，机会来了。萧承瑞，你的信任我已经不稀罕了。到底要怎么样？若是我能治好九皇子，你当着瑞王府所有人的面让我打一巴掌如何？王看你是找死！来啊，有本事打死我，活死！九皇子得死，你的雪儿也得死。王爷，皇子已经快没呼吸了，出大事了呀！王答应你，立刻去救老九。萧承九死在哪里都行，唯独不能死在瑞王府。王爷，他哪里会治病救人？难道王爷想把九皇子之死推给袁清寒？未尝不是一招好棋。小九儿，谁来救救我的小九儿啊？瑞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本宫的小九儿怎么会中毒？若是他出了什么事情，本宫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宁妃娘娘别动怒，王妃姐姐给九皇子下的毒，她手中必然有解药。袁清寒，你敢对小九儿下毒？快把解药交出来！姐姐，你拿针做什么呀？宁妃娘娘，姐姐根本不会医术，您可不能让她乱来啊！又是这根针，白天时候他就是拿这根针扎九皇子。你敢伤我的小九儿？宁妃娘娘，这么多太医都没办法，你难道真的要放任九弟活活憋死吗？不如让袁清寒一试。可是王爷，姐姐她根本不会医术啊，不能任由她折腾九皇子。萧承瑞竟然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，还如此护着袁清寒。随即他对袁清寒越来越宽容，袁清寒真是该死！贱蹄子，你要是再敢挑拨生事，我直接一刀杀了你！姐姐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您怎么这么狠心？王爷，我好疼啊！瑞王，你就是这么管女人的吗？袁清寒竟如此放肆，抬手就给他一巴掌。萧承瑞，是你请我来救萧承九的，你这个废物，连个小妾都管不住，让他在这里裹乱，是不是等萧承九死了，你们才开心？袁清寒，你若是救不回来老九，本王定把你千刀万剐。你若是不想让你儿子死，就闭嘴，在一边安静的等；要是想让他死，就尽管闹。他堂堂皇妃，竟然怕袁清寒这个不受宠的王妃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宁妃娘娘，让您受委屈了。闭嘴！袁若雪浑身一颤，如同风雨中颤抖的小白花般可怜至极。袁清寒打完针，坐在床边，静静地等着他的反应。宁妃娘娘节哀，九皇子已经走了。袁若雪，你不挑事会死是吗？姐姐，我不过是说实话而已。九皇子已经去了，我们也该认清现实。可怜的九皇子，年纪轻轻就被折腾没了，造孽，造孽呀！我的小九儿啊，你就这样没了。瑞王，袁清寒这个女人给小九儿下毒，还威胁本宫。回宫以后，本宫必然禀告皇上，治你们瑞王府的罪。宁妃娘娘可别乱说，无人给九弟下毒，他是过敏没救回来。过敏是什么东西？方才袁若雪分明对本宫说是袁清寒下的毒。瑞王，你莫不是要包庇他吧？宁妃娘娘，本王只是陈述实情，跪下给宁妃娘娘道歉。我没有错，为何要跪？还敢顶嘴？跪下给宁妃磕头认罪。萧承瑞，你过河拆桥，禽兽不如！闭嘴！王爷，宁妃娘娘，九皇子醒了，小九儿，我的小九儿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恭喜宁妃娘娘，恭喜九皇子，想来是上天垂怜，让老夫的药起了作用。闭嘴，个不要脸的老狗！
本皇子本就喘不上气儿，你还把那又苦又大的药丸子塞进本皇子嘴里，你是想谋害本皇子吗？九皇子，是老夫救了你啊！救了本皇子的人是三嫂。什么？小九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母妃，就是三嫂救了我，我本就呼吸不上，可她把那瓶子放到了我嘴边，我就可以呼吸了，然后身上一疼就好多了。九皇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姐姐她根本就不会医术，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。本皇子在跟母妃和三哥三嫂说话，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贱婢，也敢插嘴？颜若雪，你也有今天。九皇子，对不起，是我逾越了。难道袁清寒这个贱人真的会医术？他那些奇奇怪怪的瓶子和针又是哪里来的？九弟，雪儿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本王侧妃，你不能这样跟他说话。三哥，你看她是病弱美人儿，我看她却阴狠弱蛇蝎。她三番两次阻挠三嫂救我，还老让这长胡子老狗抢功劳，我又不是看不见。宁妃一想，还真是。瑞王，你九弟说的对，快让你的侍卫放了袁清寒。要不是袁清寒，他的小九今天恐怕真的要死了。放开王妃！林嬷嬷赶紧上前搀扶她。三嫂，本皇子都听到了，三哥那个小妾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替你出气。九皇子莫生气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姐姐她会医术，我也是怕九皇子出事，这才过度担心了。袁若雪，你到底是不知道我会医术，还是想通过害死九皇子弄死我？三嫂说的对，你就是心毒想害人。九弟，若雪只是善良软弱，并没有要害你的心思。清寒，你给本王闭嘴！我只是说实话而已。萧承瑞，你何必如此激动？瑞王，你府中之事，本宫本不该多嘴，只是你这小妾心术不正，不是个善类。多谢宁妃娘娘关心，不过王府里的事情心中有数。哼，本宫为何管不得？今天小九儿可是险些在瑞王府丧命。宁妃娘娘，九弟是过敏，不是中毒，你来解释。便一一说明了。原来如此，从前小九儿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起红点，只是没想到今天这么严重。这些东西只需要避开就行了，不触碰不食用是不会过敏的。袁清寒，你今天的恩情本宫记住，等将来你若有什么为难之处，尽管找本宫，本宫给你做主。多谢宁妃娘娘。母妃说好要在三哥府中住几天的，我不回去。小祖宗，你一天病了2回，父皇也惦记着你，还是快回宫吧。母妃不走，我喜欢三嫂，我要留在这里跟三嫂玩。瑞王妃，不如你帮本宫照顾小九儿一晚，等明天本宫就来接她。宁妃娘娘，我在府中没什么地位，吃也吃不好，喝也喝不上，我怕九皇子跟着我受委屈。袁清寒，王府何曾短过你的吃穿用度？你说这些抹黑王府的话有意思吗？萧承瑞，是不是抹黑你心里有数？瑞王妃，看你这衣裳破的，等回去之后本宫送你几件新的。那我就先谢过宁妃娘娘了。王妃，您看看今早的饭菜可合胃口？厨房的新管事笑眯眯的送来了丰盛的饭菜。如今王府中虽不说风向大变，可至少是没人敢克扣袁清寒的伙食了。九皇子，你觉得如何？合胃口吗？比起宫中的自然差些，不过也能勉强下咽。九皇子，这么好的饭菜，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。三嫂，忘了三哥对你不好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每天都让人来给你送饭菜。那倒是不用。三嫂，你人虽然长得丑，可心地不错，我决定和你做朋友。你以后就叫我小九儿或者九弟，不要叫九皇子了，太生疏。萧承九这夸人技术，夸了还不如不夸。三嫂，怎么样啊？好，我们做朋友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叫你小九儿。萧承九也是梦里唯一活下来的皇子，想到今天摄政王军千珏要回京，袁清寒微微叹了口气。三嫂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谁又欺负你了？小九儿，我已经许久都没有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。三嫂你放心，我带你出去，正好我知道有家逗蛐蛐的地方，特别好玩。袁清寒，你又想逃走？只不过是想出去逛逛，你竟可以让人跟着，还是说王爷爱上了我，才时时盯着我，怕我消失？袁清寒，你可真会恶心人，也不照照镜子。本王就是爱上一头猪，也不可能爱上你。哦，那我就提前祝你和母猪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袁清寒，三哥，你也太以貌取人了。三嫂虽然不漂亮，可身上还有其他的出众的品质，你竟然看不到。老九，你是被他骗了，他心机深沉，不知廉耻，你也该离他远些。
我看人可比三哥准多了。萧承瑞很是不屑，中午之前必须回来。袁清寒，本王下午若是见不到你，你就完了。恭你摄政王回朝。三嫂看到了吗？摄政王多威风啊！摄政王君千珏这个男人他见过，他从瑞王府逃出来的那一晚正是撞见了这个男人，这也就意味着摄政王君千珏早就回了京城。摄政王，看我，我是小九儿啊！他急切地查看四周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看到袁清寒脸上的疤痕之后，车上男人招了招手：主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三嫂，你看到了吗？偶像看我了！快走快走，这里不安全。君千珏隐瞒消息，提前回京，还受了伤，必然有大事。当晚，君千珏虽然放过了他，可如今又撞见他死定了。九皇子，摄政王请你去府中做客。好，本皇子正好想和偶像面谈。九皇子自己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拦住了去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瑞王妃。瑞王妃，我家王爷请你同去。三嫂，摄政王肯见我们是好事儿，你怎么闷闷不乐，脸还那么白？见过摄政王。寒冰，送九皇子回宫。瑞王妃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本王是不是说过，下次见面必死无疑？我也答应过你，不会跟任何人提起见过你。摄政王，您的胳膊好了吗？你的医术不错，给的药也不错，那就好。可惜你还是得死。摄政王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离开瑞王府，过自己的生活而已。你能不能不要杀我？我会医术，将来我可以随你从军，做个军医，我有价值的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袁清寒，万一你哪天把本王卖了？不会，我恨死了萧承瑞，恨不能杀了他，怎么可能帮他？摄政王，能不能不要杀我？府中还有个孩子。你既有了萧承瑞的孩子，为何还要离开他？这个孩子不是萧承瑞的，他处心积虑想杀了我和孩子，之所以没动手，就是为了留着孩子给他的妾室做药。宠妾灭妻的戏码。袁清寒，你若是敢骗本王一字，本王必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不敢。你不是会医术吗？寒冰，去把高副将抬过来。这是本王副将高长青，英勇善战，杀敌无数，一心为国。这次拿下北疆，他该当头功，这样的将领不该死。摄政王放心，我一定把高副将治好。小姑娘，别骗人了，浑身都是伤，都长了蛆，招了苍蝇，除非神仙下凡给我换一副皮肉。王爷，让属下去死吧，属下知道自己活不了，我宁愿赐死我，也好过受罪。来生长青再来追随王爷，收复山河。高副将，您不用担心，我一定能治好您。小姑娘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年纪轻轻又会什么医术？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。高长青不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。我知道高副将不是，可若是治不好您，我就得死，所以就当高副将帮个忙，给我个机会。好，你来试试吧。不过等会儿看到我身上的伤，可别害怕。哈哈哈，小姑娘，你说说吧，你准备怎么治？换掉腐肉，再生心肌。那岂不是要活活疼死？有麻醉剂，不怕。麻醉剂？麻沸散吗？哈哈哈，没事儿，一便不用，我老高也不怕。等我老发起高烧来，直接昏迷不醒。高副将，你这么乐观，一定能痊愈的。摄政王，高副将情况严重，需要立刻手术，请帮我准备一间干净的房间。寒冰，去。过一会儿，麻醉剂的药效过去，高副将就会醒来。现在天气炎热，得一天换一次药。明天王爷可让人去瑞王府接我。若是凭借他自己的力量，不一定能出得来。等救活了高副将，他也算和摄政王府接上了线，以后就有了靠山。袁清寒，你先在摄政王府暂住，若是高副将能活，本王再放你。摄政王，我名声已经败坏，若是再于摄政王府过夜，萧承瑞怕是要直接杀了我。怎么，怕本王对你动手动脚？还请摄政王体谅。你不是一直想离开瑞王府？今天本王成全你，你为何还不高兴？因为我想光明正大、体体面面的离开。我要跟萧承瑞公平合理，或者休了他，而不是永无止境的纠缠。袁清寒，明天你早些过，若是没有出现，本王就让寒冰带人去瑞王府把你抢过来。你最好别搞什么幺蛾子，否则本王让瑞王府和侯府给你陪葬。摄政王放心，我一定会来。
苑清寒，我要走了，你该学的东西也都学到了，从此以后医药箱就是你的了，祝你一切顺利。你要去哪儿？等等，王妃，王妃，您是不是梦魇了？袁清寒一身冷汗，急得从梦里醒了过来。我睡了多久啊？不到1个时辰。那个梦代表着什么？难道那1000年之后的女子死了吗？这个危险的想法在脑中闪过，袁清寒心底难受极了。袁若雪站在床边，冷冷地盯着银霜银月。你们2个活得也够久了，该去死了。侧妃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2个若是真的活了，袁清寒的地位定然不同往日，所以你们必须去死。萧承瑞正欲阻止，浑身却如同被钉子钉在地上一般，根本动弹不得。银霜银月的惊呼也惊动了府中侍卫。袁若雪心中暗道不好，飞快地往外看了一眼，然而只一眼，她就看到了窗边一闪而过的黑色蟒纹身影。王爷！袁若雪在心底惊呼一声，眼神飞快地转了转，扔下簪子，晕倒在地。王爷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，我醒来之后竟然在银霜银月的房间里。王爷，侧妃似乎被人下了蛊毒，有梦魇之状，睡梦中会被控制心智，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来。下蛊？谁会给雪儿下蛊？蛊毒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她体内的？王爷，擅长蛊毒之人必然精通医术，途径很多，可以通过水或者食物下毒。竟如此阴毒！张森大夫，你可有办法治疗蛊毒？自然是有，不过要用许多奇珍异草，开销必然不少。你尽管去账房中拿银子，只要能治好雪儿，别的都不用。清寒，你是不是给雪儿下了蛊？蛊？袁若雪说自己中了蛊？不是雪儿说的，是长孙大夫说的。银霜银月死了吗？他们还活着，是不是很失望？袁清寒，亏得本王还试着相信，竟然用这等阴损的手段来害雪儿。袁若雪杀人的时候被你看到，所以才装作中了蛊毒。萧承瑞，长孙池是袁若雪的远房表舅，自然听他的。你要是不信，接下来可以继续观察，看长孙池给买药治病的那些钱都去哪儿了。袁清寒，你还想浪费本王的时间？到底是浪费时间还是别的？你看完之后自然会有决断。对了，记住别用你的侍卫月山。若是放在从前，他必然会毫无疑问的选择相信袁若雪。可自从知道了袁清寒真的会医术，他心底又起了疑影。王妃，王爷有命，不准您离开清寒院。立刻去通知萧承瑞来见我，我今天得去摄政王府，你们谁也耽误不起。摄政王非他不可了，真是荒谬！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准他离开清寒院1步。萧承瑞这是故意在跟他作对。三嫂，快出来！我给你带了好吃的，母妃还给你送了漂亮衣裳。小九儿，快进来。三嫂，你是不是被禁足了？三哥真是糊涂。三嫂，你看，这些都是给你的，我说话算话，说每天给你送好吃的，绝对给你送。你快尝尝宫里的饭菜，都是我特意让人做的。小九儿，我有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忙，你愿不愿意？三嫂救过我的命，我萧承九不是那忘恩负义之人。萧承九雄赳赳气昂昂的带着2个宫女离开了清寒院，刚到门口就撞见了萧承瑞。老九，这么快就要走？三哥，你怎么比我还糊涂？说完，萧承九带着袁清寒上了马车，只剩下萧承瑞一脸莫名其妙。袁清寒还没到，瑞王妃还没来，王爷要不要属下去一趟瑞王府？就是绑也得把他绑过来。安莹，主子有何吩咐？你去调查一下袁清寒和萧承瑞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，还有随时留意瑞王府的动静。寒冰，你要去哪儿？属下有事要去一趟瑞王府，九皇子可是找我家王爷的。本皇子今天可是有正事儿，专门护送我三嫂过来的。寒冰，你去瑞王府可是找我？瑞王妃请吧，我家王爷都等急了，高副将也发了高烧。摄政王，对不起，是我失约，迟到了。怎么传成这样？昨晚王府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被禁足了。若非九皇子今天去了王府，我恐怕连赴约都不能。继续给高副将换药，袁清寒，只要你答应本王的事情都能做到，本王必然能护你无恙。是。袁清寒为何哭了？本王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，你不必害怕。我没哭，您看错了，您还是先出去吧，否则我给高副将换药的时候容易分心。君千珏竟真的出去了，瞬间袁清寒的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冲出来，他心底积压了多年的委屈瞬间涌了出来。君千珏虽是个冷
冷漠残酷的陌生人，可对他也远比萧承瑞这个名义上的丈夫要好得多。瑞王妃，你在瑞王府受了不少委屈吧？没有，你放心，等我老高好了之后，必然带人去瑞王府给你撑场。俺也是有闺女的人，受不了别人这样欺负媳妇儿。袁清寒的眼泪却掉得更厉害了。侯府从来都没把她当女儿看过，她虽然是侯府名义上的嫡女，可却活得连个丫鬟都不如。侯府那些人恐怕巴不得她早早死，为袁若雪腾出正妃之位。瑞王妃，你别哭了，我不说话了还不成？我没事，让高夫将看笑话了。摄政王，你可是我的偶像，我心里最厉害的人，我能认你做大哥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九皇子，君是君，臣是臣，本王是陛下的臣子，哪里当得九皇子一声大哥呀？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在这大宁国，除了父皇之外，摄政王才是最厉害的。那也不行，君臣有别。那就不为难你了，那我以后总能常来摄政王府吧。摄政王，高夫将的药已经换好了，正在输液，等3天过后不再高热的话，他的命就彻底保住了。三嫂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三嫂别怕，有小九儿在，就是大哥，摄政王也别想欺负你。小九儿，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感伤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真的？袁清寒，多谢了。等高副将这边结束之后，本王会亲自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摄政王，我不想惹麻烦。麻烦恐怕已经来了。袁清寒偷偷跑出来，就是为了见他。萧承瑞，我偷偷跑出来，是因为你囚禁了我。我之所以必须出来，是因为要治病救人。天底下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大夫了是吗？跟本王回家。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君千珏，你是摄政王又如何？本王是在带自己的王妃回家，你有什么资格管？袁清寒在给本王的副将治病，本王自然要管。天下大夫比比皆是，摄政王另请高明就是。天下大夫没有一个能跟袁清寒相比。瑞王，本王劝你还是放开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君千珏，你可别太过分。瑞王，袁清寒要救治的是军功之臣，你这样做真的承担得起后果。三哥，高副将确实于国于民都有莫大的功劳，若是让人知道三哥你毫不在乎他和军中将士的死活，父皇必定会生气的。那也不能把本王王妃压在这里。我是自愿来救治受伤将士的，等做完我该做的事情之后自会回去。袁清寒真的以为自己会医术，君千珏不过是把你当猴子戏耍，让人来看瑞王府的笑话罢了。你以为你那么重要，能让摄政王亲自看你笑话？袁姑娘说的对，瑞王，你别太看得起自己，在本王眼中，你连高副将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。既然摄政王执意要本王王妃治疗将士，那本王就在这里等着，以免孤男寡女。说起来难听。袁姑娘，明天本王让人去王府接你。好。袁姑娘，摄政王，这可是本王王妃，在本王眼中都一样。本王听说瑞王宠妾灭妻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早早放了袁姑娘离去。王家事不劳烦摄政王操心了。主子查到了，瑞王妃没有撒谎，她和瑞王确实不和。瑞王宠爱妾时，要拿瑞王妃肚子里的孩子给侧妃做药引。所以袁清寒怀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萧承瑞的？据属下所知，瑞王并没有宠幸过瑞王妃。新婚夜，有人闯入瑞王府，破了瑞王妃的身。新婚夜，瑞王妃住哪个院？住清寒院，距王府花园很近，也很是偏僻。原来是他。主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安姨，从今日起，你负责保护袁清寒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母子受到任何伤害。属下遵命。萧承瑞新婚之日娶妻娶妾，他也是在那晚潜入了瑞王府寻找虎符，在一处屋子中了魅毒之后宠幸了一个女子。他从未对女子动过心，更没有起过别的心思。可如今他既然占有了袁清寒，就得对他负责到底。瑞王妃真是辛苦你了，堂堂王妃天天跑过来给我治病。高副将客气了，您是有功之人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也喜欢给人治病。看着病人慢慢好起来的同时，似乎也在治愈他自己。瑞王妃，您真是个好人，瑞王是瞎了眼才宠妾灭妻。高副将，您以后也不必叫我瑞王妃，只唤我袁姑娘就好。见过摄政王。袁清寒，在本王面前不必多礼。那怎么行？您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她只是瑞王府里一个连下人都敢欺负的女人罢了。我说不必就是不必，本王不惜礼数。他本想说实话，可又怕袁清寒知道实情之后会崩溃，会恨他。那好吧。昨天回去，萧承瑞可有欺负你？袁清寒立刻想到了马车上萧承瑞要对自己动手动脚，眼底掠过厌恶，却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没有，多谢摄政王关心。若是他再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本王，本王给你做主。好，多谢摄政王。摄政王别看了，免得我的脸吓到了。你觉得本王会怕你的脸？即便不怕，也会很丑。袁清寒，不要妄自菲薄。
你不吓人，更不丑，在本王眼中，你比世上大多数皮相都好。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君千珏眼神怜惜，忍不住想要揽他入怀，可想到不合礼数，只能握紧了拳头，低声安抚他。袁清寒，袁清寒抬眸，黑白分明的凤眼里水光泛滥。君千珏心底激荡，仿佛被什么东西猛然撞击一下。袁姑娘，哎，王爷，你也来了。长睫遮住了眼底情绪。本王来看看你，感觉可好些了？哈哈，有袁姑娘在，属下的伤口好得很快，已经不疼了。袁姑娘，你怎么哭了？俺老高可不会哄人，王爷，要不你哄哄吧。袁清寒白皙的脸上染了红霞。我没事，高副将，您别胡说。袁姑娘，别伤心了。袁清寒头也不敢抬，只飞快地点了点头。王爷，您这就哄完了，还不如俺老高呢。我去洗把脸。以后在袁姑娘面前不可胡乱开玩笑。属下遵命。君千珏来瑞王府查看清寒院的位置，想看看袁清寒是不是那晚的女人。一个手刀直接把萧承瑞劈晕了。袁清寒惊恐至极的躲在浴桶里，看着眼前的黑衣人，脸上满是惊惶。君千珏心中如同针扎一般，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。他抓过衣裳递给袁清寒，自己却闭上了眼睛。穿上。摄政王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，还看到自己如此丢人的一幕？别怕，先把衣服穿上，没人再敢伤害你。君千珏眼底闪过浓浓的戾气，手中握着凌厉的尖刀。摄政王不能杀，为何他那样对你，你还要维护他？我恨不能手刃了他，可他若是死了，我也必死无疑。那我就暂时饶他一命。既然已经确定了袁清寒就是那晚之人，接下来他会让萧承瑞痛不欲生。多谢摄政王救了我，只是不知摄政王怎么会在这里。本王胳膊有些不适，想找你来看看。袁清寒信以为真，刚想去查看他的伤口。王爷，您在哪儿？雪儿好害怕，我身上好像有虫子在啃咬，好疼啊！快躲起来！姐姐，你对王爷做了什么？我哪知道，我正准备休息，他就闯了进来，还要对我用强。幸好他火气攻心晕倒了。不过你能不能管好自己的男人？姐姐，你莫不是在做梦吧？王爷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个丑八怪？是不是做梦？等萧承瑞醒来之后，你问问他就知道了。王爷好端端的，怎么可能自己晕倒？既然你们不走，就把萧承瑞放下，我给他用针解酒，让他自己说说怎么回事。把王爷带回落雪院。摄政王，让你看笑话。袁姑娘，我们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，你不必叫我摄政王。那怎么行？你是高高在上的。错了，我是君千珏。君千珏开始解衣裳。你要做什么？给你看看我的胳膊，最近伤口处总是痒痒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啊，摄政王，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君千珏可是堂堂摄政王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没事，你受了惊吓，有这样的反应也正常。不过袁姑娘，如果你不敢直呼我姓名的话，可以叫我君公子。君公子。君千珏低头打量着袁清寒认真忙碌的样子，冰冷的眸浮上浅浅的笑意。光影之下，袁清寒肌肤白皙漂亮，五官更是绝美，甚至连他脸上疤痕别有韵味。君千珏在认真看着他的脸，脸一红，仓皇的后退了几步。袁清寒，你不必在本王面前拘束惊惶，更不必觉得本王嫌你丑。在本王眼中，这块疤让你很独特。袁清寒又惊又喜，不可置信的抬眸望着他，心底似有烟花绽放。昨晚的事情让他如同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至极。袁清寒，你去哪里？摄政王府，王爷有什么意见吗？袁清寒，瑞王府才是你的家，你天天往摄政王府跑，真的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你说错了，瑞王府是你和颜若雪的家，对我而言只是牢笼。摄政王，袁姑娘，昨晚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袁清寒的心跳更快了。君公子，高副将已经在等你了，快去吧。他们家主子竟然笑了，难道袁姑娘真的是王爷当初在瑞王府所见的那人？袁姑娘，你的医术真高明，如今我高烧已经退了，精神也好了很多。袁姑娘，你这是俺的救命恩人。高副将，您客气了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唉，袁姑娘，若是你早些出现，兴许我们也不会死那么多兄弟。去军中当大夫是我的愿望，我会尽力让它实现的。君公子，高副将的伤口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接下来只需要换药就好，我也没什么理由再来摄政王府。多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。袁姑娘，你是真的想离开萧承瑞，还是只是说说而已？我是真的想离开他。那本王来想办法
君公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想麻烦别人。好，袁姑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说就是。回了瑞王府，袁清寒对着镜子查看自己的脸。经过这几天的连续上药，他的脸已经好了很多，只是脸上是烧伤，又是陈年旧疤，看起来并不明显。可袁清寒知道，只要自己坚持擦药，一定会好起来。姐姐兴致可真是好，还能顾镜自怜，也不怕吓着了自己。袁若雪，你昨晚得逞，特意给萧晨瑞下了魅毒，他可有宠幸于你？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是真的听不懂，还是装作听不懂？逼近了袁若雪，看你现在的状态，应该是跟萧晨瑞圆了房。不过他从我这里离开的时候，已经晕得不省人事。你胡说八道！袁若雪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忍让。姐姐，我好疼啊，放开我！姐姐，我知道王爷和我圆房你很生气，但是我已经嫁给王爷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姐姐若是不喜欢，妹妹以后再也不伺候王爷了，好不好？袁若雪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天天盼着能爬上萧晨瑞的床？袁清寒，辈子本王都不会宠幸你。原来是你的靠山来了。袁若雪，你这么能演，不如让萧晨瑞进勾栏离院，也省得埋没了天赋。怪不得袁若雪突然又变成了娇弱小白花，原来竟是萧承瑞来了。姐姐别生气了，雪儿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先回去，本王随后就去看你。萧承瑞他躺在枕上，反反复复地思考袁清寒所说的那些话。他自是不信袁清寒的，不过跳出来看看，袁若雪确实有可疑之处。王妃，您怎么把脸遮住了？怕丑到别人？脸快好了的事情，他不会跟任何人说。若是被袁若雪知道，必然要招来杀身之祸啊！怎么会呢？不过王妃，您的眼睛真漂亮。袁清寒，你当初说雪儿没病，究竟是真是假？你心中既然有了答案，为何还要问我？直接告诉本王，到底有没有病？萧承瑞，你扪心自问，我说了你会相信吗？心底还是存疑。既然已经有了猜测，那就去寻找，去证明，别纠缠着我，我没那个时间陪你闲聊。主子，瑞王今晚又去了清寒院，问瑞王妃关于袁若雪是否是在装病。她是袁姑娘，不是瑞王妃。是属下失言，主子恕罪。本王交给你的任务可调查清楚了？都调查清楚了。当年跳进寒潭里救了瑞王的人是袁姑娘，只是被袁若雪抢了功劳。瑞王对此深信不疑，才娶了袁若雪进门做侧妃。瑞王和袁若雪一直欺压袁姑娘，自从发现她有孕之后，袁若雪甚至想到了装病，用她腹中孩子做药引的毒招。君千珏深邃狭长的眸子里寒气翻涌。萧承瑞既然已经起了疑心，那距离发现袁若雪装病也不远了。不过不能让他发现当年之事，知道了吗？暗影恭敬的应下，身影很快消失不见。王爷，袁若雪，大半夜的，你们不负亲恩爱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袁清寒，本王是来跟你谈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雪儿性命只有2个月了，需要护元丹救命。如今护元丹的药效还在你体内，本王想让用你的血来保住雪儿的性命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体内怎么可能有护元丹？姐姐，最后一颗护元丹摄政王给你服用了，如今那药效就在你的血液里呢。这不可能！护元丹那么重要的神药，君千珏怎么可能给他服用？怎么不可能？当时本王在场，亲眼所见。姐姐，妹妹只需要每日喝您1碗血，1个月之后就能活下来了。姐姐能不能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帮帮我？袁清寒从护元丹被他服下的震惊里回神。1日1碗。袁若雪，你知道人身上一共有多少血吗？要是真的1天1碗，那不出7天，他和腹中的孩子都得虚弱而死。袁若雪当真恶毒啊！袁清寒，说吧，你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救雪儿？无论我开什么条件，你们都同意？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本王爷都会答应你的。我可以贡献出1个月的血来救袁若雪，可1月之后，无论袁若雪好没好，都要跟我和离，放我出瑞王府。而袁若雪只是折腾他而已，根本没病，兴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离开瑞王府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本王胡闹？萧承瑞，我没有胡闹，我就是要和离。你要是答应，我就救袁若雪；若是不答应，我宁死不救。袁清寒，3从4德懂不懂？出嫁随夫。再说了，离开王府你能活，侯府你是回不去的。难道要去街头要饭吗？将来我过得怎么样，不劳烦你操心。你要是同意，就写下契约签字，不然我不会救他。袁清寒，即便你不答应，王爷有足够的办法让你放血。你想用强，就尽管来试试。现在我可是皇后的恩人，摄政王的专用大夫，若是伤了我，你以为你有好果子吃？袁清寒竟敢威胁本王！分明是你在威胁我。萧承瑞要他放1个月的血，分明是要他和孩子的命，现在竟
又反咬一口。王爷，要不算了。雪儿，你哪里不舒服？王爷，我没事，只是身上忽然冷得很。哎呀，头也好晕啊！袁清寒勾唇冷笑，欣赏着他的表演。瑞王，再不做决定，你的心上人怕是要没了。王倩，放离之后各自娶嫁，永无瓜葛。没错，和离不就是这样吗？过后自不相关。王爷，我好疼，我吸不上来了。你考虑好，本王签上之后1个月后即生效，到时候你就是后悔，王也不会纵容你。快签吧，没看你的雪儿正受病痛折磨吗？她这一身的病可都是为了你呀。后悔跟萧承瑞、袁若雪切割，是他最为迫切的愿望。他恨不得沐浴焚香，跪谢天地佛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王成全你。袁清寒，现在可以救雪儿了吗？兰儿，拿碗来。他要当面放血给袁若雪，让他和萧承瑞放心，自然之后就不会了。甚至他还要借着喂血治病的机会，让萧承瑞看清袁若雪的真面目，否则即便离开瑞王府，他也不甘心。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皮肉，萧承瑞他的心竟有些不忍，袁若雪却激动至极，杏眼里藏着恶毒痛快的光芒。好了，袁若雪，拿去喝了吧，希望可以救你的命。袁若雪贪婪地喝下，眼底光芒闪烁。姐姐，多谢你救我的命，妹妹会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的。你们可以出去了，我要休息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本王让人给你炖补品。姑娘，难道您真的要一天割1碗血给侧妃？您身体本就虚弱，若是真的来1个月，不死也残废了。怎么可能？今天是为了让他们不起疑心，往后随便用什么血糊弄他们就行。王妃，如果有需要，奴婢可以贡献自己的血。兰儿，你这么说，我怎么舍得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的。医药箱里的东西已经随他的心意变化了，只要他愿意，能有无穷无尽的血浆。只不过袁若雪不配用人血，给他一些猪血、鸡血，才配得上他的身份。安莹很快把瑞王府发生的事情告诉君千珏，君千珏脸色铁青。没想到本王给他服用护元丹，反而害了他。不过袁姑娘那么聪明，应该想好了应对之策了。再不济也还有兰青在。瑞王府那个暗卫呢？还在盯着清寒院。没错，不过他没有发现属下，倒也相安无事。除掉他，不能让他发现清寒院的异常。让侧妃省着些喝，王妃卧病在床，已经没有多少血了。哼，能给侧妃供血是他的福气，也是他唯一的价值。屋子里，袁清寒听见这话，只是轻蔑一笑。去请长孙池，说我连续放血快不行了，务必要让他来清寒院。长孙池知他是袁清寒身边新来的丫鬟，老夫现在没空，让王妃另请高明吧。长孙大夫行行好吧，王妃已经晕过去了，您只要去看上一看就行。走吧，谁让老夫生性善良，有一说高明呢？王妃，老夫来给你看病。看着长孙池一脸懵的倒下，兰儿，路上没人看见吧？没有，奴婢路上小心着呢。咱们先把人绑起来，等后半夜送到寿园。王妃歇着吧，奴婢自己来。把长孙池绑了手脚，堵上了嘴，装进麻袋。兰儿，你这么瘦小，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奴婢天生神力，经常被人当作怪物。你不是怪物，而是上天恩赐独宠，让你与众不同。闻到了袁清寒的呼吸之后，众狼匍匐着趴在地上，恭敬地看着他。王妃，这些狼怎么对您如此恭敬？可能是因为我杀了他们的王。狼儿瞪大眼睛，心里满是不可置信，他们家瘦弱不已的王妃竟然有这样的本事。长孙池在痛苦之中被啃噬的只剩下骨头。前世长孙池和袁若雪憋了各种坏事害他，今生他要让他们也尝尝被狼活活撕碎的滋味。王妃，我们回去吧。快去请长孙大夫。王爷，奴婢已经让人去找过长孙大夫，但是不在房中。王爷，属下这就带人去找，让府中的人去找吧。你去把王妃请过来。王妃，侧妃病了，王爷有令，让你前去给侧妃治病。我家王妃连日放血，现在虚弱的不成样子，连路都走不了，怎么去治病救人？我看他是不想救吧。王妃的事情轮得到你来智慧？袁清寒，本王特意来请你，你还是不肯出手吗？见他病恹恹的，似乎走动一步都困难。袁清寒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本王不是让人给你送了补药了吗？连日放血，补药又能有什么作用？萧承瑞，我已经听你们的，放血给袁若雪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雪儿她不知怎么的昏迷不醒。袁清寒，本王想让你去看看她怎么了。我去了又有什么用？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。与其到时候怀疑我，不如直接让长孙池去给他。长孙池不见了。不见了，那就让人去找啊。人往地上一倒，
袁清寒，我没事，你去照顾袁若雪。来，我回去休息。王爷，侧妃怎么会无缘无故晕倒？会不会是王妃在血药里下了毒？不可胡说。如果下毒之事是真的呢？管家带着瑞王府的令牌去太医院请了太医过来。温太医，可查出了是什么病症？瑞王，你家侧妃身体好得很，浑身上下没有任何毛病。这袁若雪果然是瑞王的心尖虫，只是昏睡就这么小题大做。温太医，你说雪孩什么病都没有？没病不是好事吗？侧妃身体康健得很，平日里应该也吃了不少补品，营养都有些过剩了。不可能，是不是你诊断错了？瑞王，我是年轻，人微言轻，可我温家是医术世家，我绝对不会诊错脉。王爷若是不信，可以让王妃来试试，她医术高明，是我们整个太医院公认。当时皇后难产，袁清寒一把手术刀出神入化，剖腹取子，保住了皇后母子性命，已经成了传奇。这么多年来，袁若雪在他面前都是病恹恹的状态。据侯府说，是当年寒气侵体留下的病症，给袁若雪求医用药无数，都没有任何效果，他也信以为真。可现在袁清寒说袁若雪没有病，温宁也说袁若雪没病，到底是谁在撒谎？温宁，是不是袁清寒买通了你？温宁似乎很是崇拜袁清寒，总是为他说话。瑞王，我从未跟瑞王妃有过私下接触，谈何买通？带着温太医去给王妃看病。管家，立刻把四大药堂的大夫都给本王请过来。王爷这是在怀疑侧妃了吗？温太医可说了，袁清寒如何？没什么大问题。温太医已经回去了。李管家很快带来了四大药堂的大夫，几人轮流上去给袁若雪诊治，结果都一样。王爷，侧妃她寒气侵体，又虚不受补，才导致病倒昏迷。是啊，王爷，只需要让熟悉侧妃病情的大夫过来看诊，才能对症下药啊。没错，侧妃千金贵体，不可胡乱下药。王爷还是请袁大夫过来，才好商议对策。只有济世堂的华大夫沉默着。华大夫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月山阴毒的眼神扫过去，华大夫深吸了口气，态度冷硬。瑞王，老夫年事已高，脑袋也不清楚，看不出侧妃得了什么病。华大夫的意思是侧妃没病。王爷，老夫可没那么说。既然这几位同行都深觉侧妃有病，让他们诊治就好了。华大夫一辈子心高气傲，怎么也不肯说谎。可本王就想听华大夫说，你放心说便是，即便不对，王爷不会为难你。华大夫，您尽管说就是。好，既然王爷说了不责罚，那老夫就实话实说了。侧妃的身体老夫已经看过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并无什么体虚寒气侵体之症，还有那蛊毒更是荒谬。月山瞳孔紧缩，紧紧地握住了拳头。华大夫，王爷面前你怎么敢胡说？不要命了吗？瑞王，老夫在来王府的路上遇到了这事物，逼迫老夫无论侧妃什么状况都要说有，否则就杀了老夫全家。可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未撒过谎，也做不出这等事。王爷呀，实话老夫已经说了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，只希望您能放过我的家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其他三人面面相觑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月山，王爷，您不要听他胡说，属下哪里能分身？怎么不能？你把温太医送到清寒院就走了，我可是始终都没看见你呢。谁让你来落雪宴的？这华大夫一定是你收买的，对不对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跟王妃说话？王爷，他们竟然打奴婢！果然是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奴婢，连你都要求主子心疼了。王爷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自己竟然逾矩了。他跟在袁若雪身边耳濡目染，再加上爱慕萧承瑞，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这一套。不要肖想主子欺下瞒上。月山低着头跪着，眼底是疯狂的恨意。萧承瑞全程都冷冷地站在一边，他早就看出月山对袁若雪有意，让袁清寒给他些教训也正合他意。王爷饶命，我们几个也没发现雪侧妃有病症，只是在来王府的路上，这侍卫截住了我们威胁，我们才不敢不从啊。月山，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？若是再敢撒谎，直接要了你妹妹的命。是。一脚踹在月山胸口。为何？属下不忍心让侧妃为王妃算计。你明知道袁若雪没病，还要替她买通大夫装病，还说是我算计。萧承瑞，我早说过，
你始终被人蒙在鼓里，现在你该相信了吧？王爷，说不定是王妃已经治好了侧妃的病，所以侧妃才没了那些症状呢。袁清寒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见他面对真相依然执迷不悟，萧晨瑞，你可真蠢，他们说什么你信什么。现在我不恨你了，相反，我觉得你很可怜。除了第一天用的是我的血之外，袁若雪这几天喝的都是猪血，怎么会有效？袁若雪和长孙池都说要喝1个月才有效，他1天就没事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袁清寒若是敢欺骗本王，王爷，王妃没有骗你，你们不是疯了吗？王爷，奴婢们没疯，只是那晚侧妃想要杀了我们灭口，我们才不得已装疯卖傻。你们可知道撒谎的下场？奴婢们知道撒谎是死路，可王爷，那晚若不是有人惊动了侧妃，我们2个早就死了。所以奴婢们愿意说出实情，我一线生机。袁清寒，你没有对他们做什么吧？这都是实打实的证据，你要是再不信，可就真的无可救药了。立刻让袁若雪醒过来。给袁若雪来了一针。袁若雪很快醒了过来，她顿时猜到发生了什么。王爷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？雪儿，你想解释什么？王爷，雪儿有苦衷的。有什么苦衷让你装病害人？本王那样疼爱你，相信你把本王置于何地？雪儿只是太爱您了，雪儿想和王爷举案齐眉，可姐姐她占了王妃之位，王爷还时常对姐姐怜悯，雪儿怕姐姐被王爷抢走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可这到底是他宠爱了多年、心心念念娶回家的女子，更是他的救命恩人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愚蠢开窍的傻王爷，阴毒貌美的黑心莲，当真是绝配啊！袁若雪，当年救本王的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王爷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？即便我嫉妒姐姐，你也不能抹杀了我救你的功劳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。袁若雪，你也该记住一句话：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爱慕王爷，讨厌我，我也做了很多错事，可你不能这样诬陷我。袁若雪，如果当年你真的跳进寒潭救萧承瑞，身上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？姐姐，那是因为我身体好，我知道你想抢走王爷，可事实就是事实。当年的事情，他和侯府的人安排的天衣无缝，根本不会出任何问题。好啊，既然你承认自己身体好，以后就别装柔弱白莲花了。我可没功夫没心情跟你玩这些游戏。管家，送各位大夫回家，岳山关进地牢。王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萧承瑞脸色铁青，没有理会他。你们2个在他身边跟了多久了？可知道当年是谁救了本王？王爷，奴婢们从小就跟在侧妃身边。当年跳进寒潭救了本王的人是谁？王爷，如果奴婢们说了实话，您能不能放奴婢们出府？你们是在威胁本王吗？奴婢不敢，只是王爷，奴婢若是说了实话，侧妃一定会杀了我们的。是啊，王爷，当初侧妃就想杀了我们灭口，把罪过推到王妃身上。还有，之前王妃之所以伤了我们，也是因为侧妃让我们杀了王妃，她才不得已反抗。袁清寒答应他们会送他们离开，他们也不想再留在京城了。只要袁若雪还得势，他们就没有活路。王爷，这2个贱婢胡说八道，一定是袁清寒那个贱人买通了他们。袁若雪，他们都是你的贴身侍女，怎么忍心杀了他们？可想到袁清寒还是他的亲姐姐，他依然妒忌癫狂，多次对付袁清寒。萧承瑞心底顿时冰凉。袁若雪知道自己大势将去，急切地扑了过去。王爷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是他们联手设计我。您若是不相信，可以去查。本王自会让人从头到尾去查个明白。这段时间你就好好的留在落雪院司吧，银霜银月暂时关押起来。不好了，有人掉进寿园被狼吃了。看见萧承瑞进来，狼群纷纷后退几步，让开了路。王爷，这里还有几张银票呢，属下觉得那衣裳很是面熟，像是长孙大夫的。去看看长孙池可在。很快就有人来报，王爷，长孙大夫不在。此人8成就是长孙池。王爷，长孙大夫怎么会带了这么多银票来了寿园？难道他也想学王妃从寿园逃走不成？出去埋了吧。王爷，您怎么忽然来了？你看看，这可是长孙池的衣裳，好像见长孙大夫穿过。王爷，这衣裳怎么烂成这样了？袁若雪，长孙池携款从寿园逃走，已经被狼群撕碎。王爷，这不可能！儿儿为什么要逃走，还选择了寿园？难道不是因为你的事情即将败露，他才畏罪潜逃的吗？王爷，雪儿是做错了一些事，可当年雪儿是真的救了你，长孙大夫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仓促危险的逃走。真相到底如何，本王自会查清楚。在这期间，你就安安分分的待着，不要再惹是生非。
小皇子发了高热，皇后有令，请瑞王妃进宫医治。蹙眉道：江公公，我家王爷有令，要王妃在清寒院反思，不得外出。怎么，皇后的命令也不行？若是小皇子真的烧坏了，你们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？袁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宣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本王让皇后召你入宫的。这么说，小皇子没事？小皇子一切安好。袁姑娘，你可好？袁清寒蹙眉，心里很是委屈，把在瑞王府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所以你履行了契约，瑞王依然不肯放你离开。他应该还在查当年是谁救了他。如果查到不是我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对我。袁姑娘，如果他发现当年救他性命之人是你，你觉得他还会放你出府吗？为何一命换一命？他欠我的也该放了我。君千珏看着他胳膊上那道伤疤，眼神逐渐凌厉起来。是萧承瑞和袁若雪这样伤害你？算是吧，不过这点血流的也值得。能让萧承瑞和袁若雪反目，能让长孙迟也感受被狼群撕咬啃噬之苦，他一点都不疼。不，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值得你伤害自己。他抽回自己的手。君公子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没有大碍。这双手粗糙狠利，不知取过多少人的性命，可对他却轻柔疼惜，如同对待珍宝。那就好，袁姑娘，本王会让他清楚当年之事，只是到时候若是他依然不肯放来，本王就得采取另外的办法。多谢君公子，只是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值得。君千珏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金贵高冷，怎么可能喜欢他？顶多是同情罢了。真没想到，堂堂瑞王殿下竟在府里欺负王妃。寒冰，寒冰，你来我瑞王府做什么？瑞王妃，我家王爷有令，明天请瑞王妃上门治病。君千珏怎么了？王爷如何，我一个下属怎么可能知道？明天本王妃有事，没空去摄政王府。瑞王，我家主子说，若是瑞王妃能治好他，将来如果有上战场的机会，非你莫属。殿下也该知道大宁国规矩，太子必须有军功在身，其他几位王爷皇子可是对这机会求之不得呢。明天早晨，本王亲自送袁清寒去摄政王府。袁清寒，本以为你没什么用，没想到竟能让君千珏如此重视。萧承瑞，我本以为你多么喜欢袁若雪，可现在看来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。无论有谁，也不会有你。袁清寒，这辈子也别想从瑞王府离开。袁清寒身影僵直一瞬，继续前行。王妃，王爷说今天要去摄政王府，请您即刻出发。知道了。袁清寒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，就为了君千珏那个能上战场的承诺，萧承瑞未免也太迫不及待了。瑞王果然说话算话，这么早就来了。袁姑娘，一切可好？都好，多谢摄政王关心。摄政王，我先去大殿等你。不经意间露出雪白皮肤上嫣红的痕迹，格外的触目惊心。君千珏瞳孔紧缩，眼底黑气翻腾。摄政王，我已经把人给你送过来，你答应我的也该兑现了。瑞王，本王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要伤了袁姑娘？本王也说过，袁清寒是我的王妃，我和她之间永远是家事。她也是本王的大夫。萧承瑞不肯退让的和他对峙，可想到所有上战场的机会都掌握在君千珏手里，心情压抑的开了口。好，我不会再等袁清寒。君千珏，你说过的话要算数。自然。不知道摄政王得了什么病，怎么还非要袁清寒不可？多年在战场，未免有些旧伤，瑞王就不必多问了。君公子，萧承瑞伤了你？他问我一些事情，情绪过于激动。问当年寒潭边谁救了他，他还没查出来。君公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若是用心，就都能查出来，但凡不用心者，才会被表象所迷惑。袁清寒弯起唇角笑了，君千珏的这番话很合他的心意。君公子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袁姑娘，本王最近经常做噩梦，睡不好，还会头痛。君公子，我给您把脉。好。片刻之后，摄政王，你体内有毒，慢性毒药，先是麻痹神经，然后再是内脏肢体。现在的梦魇只是初始症状而已。哦，这么严重，袁姑娘可还有的救吗？等查清楚了是什么毒，就一定能救。袁清寒已经掌握了超绝千年的医术，不只是那所谓的西医，更有博大精深的中医。白衣女子留给他的信息，他也在慢慢消化，所以他对自己很有信心。那就都交给袁姑娘。君公子，如果想要查清毒性，就得先看看您中的是什么毒。好，君公子，我会帮你先开一些排毒的药，这些药都是药浴用的，每天晚上泡一泡，应该能缓解毒性，减少梦
王爷。好，本王听袁姑娘的。君公子，其实我有些事情想求你。袁姑娘，请说。君公子，如果萧承瑞真的得了上战场的机会，能不能让我作为军医跟着去？如果袁清寒没有记错的话，上辈子萧承瑞并没有这个机会。那带兵打仗立军功的机会，军千爵给了灵王。这辈子事情终于因为他的重生发生了一些转机。为何？你怕他出事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想确保他死在战场上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灵王险些惨死战场，可最后还是安全回来了。他想去，就是为了保证萧承瑞回不来。萧承瑞本就欠他一条命，再加上前世对他和孩子的痛苦折磨，3条命，血海深仇。袁姑娘，这种事情不必你亲自动手，本王会替你办好的。他早就看萧承瑞不顺眼了，这些皇子本来也是都要死的。我的仇，我想亲手报，而且这事儿太过凶险，不好牵扯到摄政王府。袁姑娘，摄政王府远比你想的要复杂，否则也不会有人对本王下毒。好，到时候你若是想上战场，本王带你去。君千爵记得袁清寒的梦想是做军医，只是他还怀着身孕，若是身边没人照顾，会很危险。王爷，您这是……雪儿只是身上难受，多睡了一会儿，王爷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？怎么会这样？萧承瑞从来对他都温柔体贴，何曾动粗过？百灵也惊恐至极，膝盖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袁若雪，本王最后问你一次，当年救了本王的，到底是不是你？看着眼前惺惺作态的袁若雪，萧承瑞满心厌恶。王爷，不是我还能是谁？此事您已经查过千百遍，为何还不信雪儿？难道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？前2天萧承瑞还亲自查过一遍，彻底信了他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王爷，是不是姐姐她要对您说了什么？你们2个说，到底是谁救了本王？徐老三夫妻跪在地上，颤抖地抬头看向袁若雪。不是这位贵人，是脸上有狰狞疤痕的哑巴。对啊，王爷，当年他浑身结冰，跑到我们家求救，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懂了他的意思。可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就见您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走了。哎呀，王爷呀，我们都说了实话，您能不能放过我们呀？王爷，肯定是姐姐设计我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说，你们到底拿了他们多少好处？小人什么好处也没拿。侧妃，满京城都知道那哑巴王妃过得不好，她怎么有银子给我们好处啊？是啊，侧妃，处不都是您跟侯府给的吗？袁若雪两眼一黑，险些没晕过去。王爷，您可不能相信他们呀，雪儿真的是无辜的。你说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可寒气侵体是袁清寒，你却好得很，仗着他口不能言，手不能书，一心一意的要害死他。袁若雪根本就是心虚，重重的踹在袁若雪心口，真是心思歹毒。萧承瑞这一脚直接踹得他心头发麻，肋骨都断了2根。袁若雪倒在地上，疼得喘不过气来。王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袁若雪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今天。侯府一直养着这些蛀虫，就是怕有朝一日萧承瑞兴致起找不到他们，会发现蹊跷。那些人多年来从没有出过任何问题，今天怎么突然割相向，而且挨打挨骂？面对暴怒的萧承瑞，这从来都是袁清寒的待遇啊！你害得本王连畜生都不如。他重重的把袁若雪往地上一扔，袁若雪疼得直抽泣。我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2个的身份竟然颠倒了过来。萧承瑞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袁清寒，从前是本王错了，是本王被袁若雪这个贱人蒙蔽了双眼，以为她才是救我的人。现在我已经查清楚了一切。所以呢，你带他过来是要求我原谅？萧承瑞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袁清寒，这些年是本王亏待了你，现在我把袁若雪带过来，任由你处置。只要袁清寒肯原谅他，只要能让他良心稍安，只要他不用背负骂名。闭嘴！你以为本王还会相信你吗？你们2个真有意思。不过你们要打要闹，去外面，我要休息了。袁清寒，你原谅本王了吗？奇怪，我为什么要原谅你？萧承瑞，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，你却折磨欺辱。袁若雪之所以这么嚣张，不都是你在背后撑腰吗？罪魁祸首是他，也是你。王爷，你现在又想讨姐姐的欢心了，她都快恨死你了，怎么可能原谅你？王爷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我这么爱你了。袁清寒，只要能让你消气，本王任何事情都愿意做。真的吗？那我要你们2个立刻死在我面前，除了死都可以答应你。
你可以不死，但是袁若雪必须死。王爷，你该不会真的想要杀了我吧？袁清寒，你真是又毒又丑，竟然想要我的性命！是吗？要喝血吃肉的不是你吗？而且我肚子里的孩子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连他都不肯放过。袁若雪，你抢了袁清寒的功劳，欺瞒本王多年，确实该死。王爷，您不能杀我，我爹娘最是疼爱我，您若是敢动我，就会失去侯府的支持。萧承瑞，袁若雪一天不死，我一天不会原谅你。袁清寒，本王虽得父皇疼爱，可背后势力并无多少，我不能放弃侯府。老姐姐，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是不是一场空？你说了不算。王妃，您累了吧？喝口水歇会儿，奴婢替您教训他。她瓷白漂亮的小脸儿已经红肿成了烧猪头。王爷，我和您相识相知多年，和您同床共枕数月，您就真的纵容袁清寒这样欺辱我吗？袁清寒，差不多得了，你真的把人打死了，影响王府和侯府之间的感情。要他的命你不肯，打几巴掌你也不肯。萧承瑞，难道你真的要让满天下的人说你宠妾灭妻，恩将仇报吗？从前那样狠毒，现在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打几个耳光而已，又要不了命。当初袁若雪要害可是袁清寒和他腹中孩子的性命。啪的一声，袁若雪被扇得摔倒在地上。王爷，这丫头力气大得很，她是要打死雪儿啊！若雪，来22、3岁的年纪，瘦小无力，能打得有多疼？他的巴掌能有多重？袁若雪，你若是再重，也怪本王亲自动手。王爷，她丫头力大无穷，雪儿宁愿是您惩罚我。若雪妹妹，你若是受了兰儿100个巴掌，我就饶了你，但看你愿不愿意了。袁清寒，他明是想害死我！我要留着你，好好折磨你，你觉得呢？好，随便你怎么折腾。留着袁若雪活着，供袁清寒消气，也算是他对他的一点补偿。王爷，我爹娘知道之后，一定会为我讨回公道的。王府里发生的事情，侯府不会知道。兰儿冷笑着上前，又重重地赏了袁若雪几巴掌，直打得袁若雪晕死过去。袁清寒知道袁若雪已经没了翻身之日，送她去地牢关着，明天继续打耳光，让袁若雪感受她前世的痛苦。还有萧承瑞，他要让她失去一切，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以后本王每天都让他来给你磕头道歉，任你打骂，你可消气了？如果一个人欺辱你，害死你和你的孩子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本王必定好好折磨他，他生不如死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我从前被你们折磨侮辱，被你们踩进泥土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，永远抹除不去。所以不要再问我能不能消气。至于你，萧承瑞，你恩将仇报，永远也不值得原谅。袁清寒，从前是本王不好，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。你打了那个孩子，从此以后本王会好好补偿你。我已经说过，孩子是我的骨血，远比你重要的多。无论你承认不承认，我都会把他生下来，我养他长大，好好补偿他。补偿？袁清寒欠了这孩子什么？为何如此说补偿？袁清寒，即便你救过本王的命，即便本王可以揍你宠你，却也绝对不会养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。萧承瑞，我从没想过让你帮我养孩子，我也不想和你生活在一起。之前已经写过放离书了，现在也是时候该生效。袁清寒，我不信你是真的想离开，你有什么要求就直说，本王知道自己亏欠你，一定会尽力满足你的。萧承瑞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只想离开。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遵守诺言，放我出府。袁清寒，本王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别说气话了。我知道你喜欢，否则你也不会这么拼命的证明自己才是救了本王的人。你能不能别自恋了？我当年年少无知，是喜欢过你，把你当做我黑暗岁月里的救命稻草。可你做了什么？你把我打入地狱，折磨我，践踏我，让我痛苦而死。萧承瑞，你可真一片真心，你偏要辜负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你又要缠着，你真是让人恶心。本王说会好好补偿你的，本王是对不起你，可你也未必对得起本王。那个孩子终究不是我的，只要你愿意打掉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你给我滚！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姑娘，您还有身孕，别气坏了自己，伤到了孩子，咱们一定有办法出去的，一定有办法出去的，一定有的。清寒，这些都是本王给你准备的，你看看，可还喜欢？可还有什么想要的？萧承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王在弥补你。可笑，我不需要你的补偿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不想看到你们。清寒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昨晚我想了很多，以前确实是我不好，但是只要你愿意给我个机会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心。我早说了不需要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东西放下，都出去吧。等等，清寒，全都是白色，你到底是送礼物还是哭丧？你若是不喜欢，我再让人去做便是。萧承瑞，我不是袁若雪，不喜欢这些素色，我要最华贵的衣裳，最昂贵的珠宝，价值连城的书籍字画。你去找吧。萧承瑞虐待他多年，如今幡然悔悟，想要补偿，那他为何不要？不要白不要。好，清寒，无论你要什么，本王都给你寻来。别叫我清寒，我们没有那么熟。
好。可只要袁清寒还在王府，只要他没了孩子，他萧承瑞就会再度成为他的心之所往。想到昨晚连夜分析出来的毒药成分，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一张方子，你去帮我把上面的药材都找过来。千年雪莲、七色丹、归元草，上面都是他听过甚至没听过的天才地宝，价值极其昂贵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我自有用处。无论如何，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，都要找到上面的药材。王爷，这些都是有市无价的东西，哪里去寻呢？让你去就去，如果找不来，本王直接砍了你的脑袋。王爷，小人一定竭尽全力，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1位2位找不到，你也留小人一条性命，小人以后还能伺候王爷。少耍嘴皮子。对了，你说的那味药也想办法找来。这个好办，您若是着急，今晚就能让王妃。不着急，等他心情好些，愿意接受本王了，再动手。王爷对王妃可真好，真用心呢。您放心，到时候咱们就做成意外小产的模样，等此事过去了，王妃必然感念王爷对她的细心体贴。萧承瑞嘴角勾起，眼底满是期待。袁姑娘，君千珏似乎在专门等着他。君公子，你体内中的毒，我查清楚了。君千珏似乎有些意外，看着他眼下的乌青，有些心疼。袁姑娘，辛苦你了。功高震主，他一直都很防备，只是没想到依然中了招，幸而有袁清寒在。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昨天的事情，我还没感谢您呢。如果不是君千珏，萧承瑞也不会那么快发现袁若雪的谎言。袁姑娘，我还指望着你给我解毒，救我于水火，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也是我心之所愿。君公子所中的毒是西域奇毒，名叫噬星毒，这是一种慢性毒药，摄入之后会在人体内隐藏很久，但是也会慢慢的生根发芽，麻痹神经，摧毁人的意志。而且此毒有一个特性，若是中毒者冷性，毒性发作的就会很慢，可一旦动心用情，就会加剧体内毒性发作。前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听说君千珏中毒之事，可现在君千珏却出现了失眠甚至梦魇的症状。本王知道，袁姑娘都需要哪些药材？药材我已经让人去找了，只是不知进展如何。君公子这边也可以派人去寻。袁姑娘，你那边进展如何？昨晚瑞王府发生的事情，暗影已经送了回来。他也知道萧承瑞不肯让袁清寒离府，现在还在扯皮。萧承瑞知道真相之后，不肯让我离开了。那你怎么想？他已经让人调查过了，袁清寒喜欢萧承瑞多年，也是他从小就过得艰苦无比。对他而言，萧承瑞恐怕是他离开侯府的唯一希望。怕袁清寒依然喜欢着萧承瑞，怕他被他的悔过打动。君千珏前所未有的紧张。我当然是想离开瑞王府了，那种狼窝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袁姑娘，倘若瑞王真心悔过，他再怎么悔过，也弥补不了对我造成的伤害，我不会回头的。那就好。他为何突然这么关心自己和萧承瑞的事情？难不成君千珏真的看上了他的医术？袁清寒唇角扬起笑，心中有些骄傲。前世的时候，他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。可现在，他有了能引以为傲的医术，有了许多关心他的人，终于他也有了价值。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跟他长得极为相似的白衣姑娘。袁姑娘，眼下就有一个机会，能让萧承瑞去战场。你的计划如果没有变动，如果袁清寒愿意，他就直接让人在外面除掉萧承瑞这个祸害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今天安排下去，半个月之后，瑞王就能离开京。如果在他死之前我没能和离，我的下场是什么？按照规矩，王妃、侧妃之类的都要陪葬，有孩子的除外。这样说来，留给我的机会不多了，那我去准备。无论如何，他一定要逼着萧承瑞和离。袁姑娘，和离之后，你和腹中孩子去哪里？可想好了？我到时候租个院子吧。我在京城倒是有许多宅子，到时候袁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可以借给你住。君千珏的眼神落在袁清寒平坦的小腹上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袁清寒经历这样一场婚事，又因为腹中孩子被瑞王袁若雪折磨，恐怕早就恨死了那晚的人。如果他知道那晚的人就是他，别说是接近了，恐怕以后再想多看一眼他都难。瑞王殿下，南荣那边起了小规模战乱，是个极好的机会。回去告诉摄政王，这个机会给本王留着。瑞王一定要尽快，灵王和其他几个王爷都在争夺这个机会，皇上那边也在催促着动身了。今年本王就进宫陈情，到时候还要摄政王为我在父皇面前美言几句。寒冰消息传到，人就走了。清寒，过几天本王可能去南荣一趟，府里我会告诉他们，从此以后就是你做主。你走吧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就杀了袁若雪。清寒，别
耍脾气，本王已经告诉过你，袁若雪不能动，只要她人还活着，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好不好？等本王从南荣回来，太子之位的把握也就更大了。等我成了太子，你就是太子妃。我不稀罕，萧承瑞，要么你在离开之前跟我和离，要么你的袁若雪就死在这里。别逼我，萧承瑞，分明是你在逼我。袁清寒，你若是执意如此，本王就只能带着你去南荣了。疯了不成？王爷带着家眷去战场，你以为那些将士服你？无所谓，你长得这么丑，谁都知道本王带你去是为了你的医术，而不是男女之情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。袁清寒，一会儿到宫里，你好好表现。有你这个医术高明的神医在本王身边，父皇一定会同意我去南荣。见过皇上。瑞王，今天朕召你们前来，是要商议去征战南荣之事。你带瑞王妃过来做什么？父皇，儿臣请旨，愿带兵去平定南荣叛乱。有王妃这样的神医在身边，儿臣和将士们一定能战无不胜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老三，你这也太胡闹了！三弟妹一个女子，还会有身孕，如何上得了战场？父皇，二哥所言不假，让女子上战场不符合规矩。君千珏眼神始终落在袁清寒身上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袁清寒，你是怎么个想法？你也想陪着瑞王胡作非为吗？皇上，是王爷硬要拉我来，他怕我独自留在府中会欺负他的侧妃。袁清寒，父皇面前岂能乱说？我有没有胡说，王爷心中有数。皇上，自从我加入瑞王府，瑞王就宠妾灭妻，天天和袁若雪欺辱我，甚至用我的血和腹中的孩子滋养着袁若雪。我自问没有做错什么，请皇上准许我和王爷和离。皇上请看，这是王爷亲手写下的凤梨书，请皇上答应。袁清寒，本王已经在补偿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瑞王妃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让王妃用自己的鲜血滋养你的小妾？瑞王，朕在问你话，听不到。父皇，袁清寒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是因为事出有因，当初是儿臣误以为袁若雪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才有了那样的误会。父皇，事已至此，我只想和离。当年是我救了王爷，也深爱过他，可王爷伤透了我的心，我已经万念俱焚。我愿意陪着王爷上战场，做一个军医，可前提是和他和王府划清界限，再无瓜葛。袁清寒，真的要和离？你知道和离之后的女子的下场吗？一辈子孤苦无依，不被娘家接受，不被夫家接受，你真的愿意舍弃这荣华富贵，孤独一生？皇上，清寒已经考虑清楚，请皇上恩旨。你倒是有骨气。无论萧承瑞做错了什么，错认了谁，委屈了谁，萧承瑞都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在两人之事上，他永远都会偏向萧承瑞。更何况袁清寒当着这么多王爷甚至摄政王的面提出和离，这分明就是在打皇室的脸。请皇上成全。皇上，瑞王妃受了诸多委屈，既然一心求去，不如就成全了，也免得事情传开，被全天下的人笑话瑞王错认了人，还要把人囚在府中折磨。父皇，儿臣不想和离。瑞王，我又丑又哑的时候，你未曾多看过我一眼，娶我也是因为婚约，现在你可以解脱了，为何还要抓住我不放？因为我们还有孩子。袁清寒大惊失色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萧承瑞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了留住他，竟然承认了他腹中的孩子。瑞王，你确定吗？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不成？君千珏菲薄的唇勾起，眼底杀气腾腾。瑞王，本王可是听说你从不承认这个孩子。摄政王，本王不承认这个孩子，是因为孩子是袁清寒用不入流的手段得来的。可事已至此，本王和清寒之间也解开了误会，自然要承认孩子的存在了。袁清寒，你若是敢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，父皇震怒之下，立刻会把你拖出去处死。就是君千珏，皇后连着保你都没用。袁清寒绝望地盯着他，浑身冰凉至极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萧承瑞竟然承认了这孩子是他的，难道只是为了留住他，折磨他不成？瑞王说的对，瑞王妃，你们既然还有孩子，就别闹了。至于凤梨酥，朕先替你们收着。如果等孩子生下来之后依然想分开，那朕就要成全你们。袁清寒跌坐在冰凉的地上，眼底满是绝望。多谢父皇。皇上，即便暂时不能让瑞王和瑞王妃和离，至少也该让两人暂时分开居住。毕竟府中还有个爱惹是生非的袁若雪，若是瑞王再被蛊惑，生出事端就不好。摄政王，你怎么处处都在跟本王作对？瑞王，不是本王要跟你作对，实在是看不上你的所作所为，贪恋貌美妾室，欺辱真正的恩人多年，这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吗？摄政王说的没错，三弟，你就是太过贪恋貌美如花的袁若雪，瞧不上丑陋的瑞王妃，这才被蛊惑。三哥，此事是你糊涂，三嫂要跟你和离，怪不得别人。父皇，三弟如此糊涂，即便去了南荣，恐怕也打不赢胜仗，儿臣愿意带兵前去，
击退南荣那些贼人。二哥，你如此落井下石，不太好。三弟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你连家务事都管不好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灵王说的有道理，瑞王，这段时间你就在府里好好反省，至于南荣的事情，交给灵王去处理。父皇，萧承瑞不可置信地看向明帝，他本以为这次是手到擒来，袁清寒咬紧牙关，暗暗地松了口气，看来历史上的一切大事还是没怎么变。都下去吧，摄政王留下，朕有些事情要跟你商议。清寒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萧承瑞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袁清寒，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？去南荣那蛮荒之地打仗，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前程。为了给我一个前程，萧承瑞，你是为了那太子之位，为了你自己。你扪心自问，今天站在你身边的不是我，你就不想争着太子之位了吗？本王是想要那太子之位，这么迫切的想要立下军功做太子，却是为了尽快掌权，脱离侯府的控制。等本王做成这一切，你想怎么处置袁若雪，我都随心所欲。萧承瑞，你还是不要狡辩了，无论你说什么，都不会相信。瑞王、瑞王妃，娘娘请两位去他那里坐坐。好，我还要去看望皇后娘娘，暂时就不去了。容妃一直不喜欢他，今天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瑞王妃，你天天往皇后宫里跑，从未去探望过容妃娘娘，难道真的要让满宫都说你贪慕权势，巴结皇后吗？既然紫竹嬷嬷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好推辞了。来人，给本宫狠狠地打！几个小太监就脸色阴沉地走了过来。容妃娘娘，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母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瑞儿，御书房发生的事情，本宫已经知道。这丑八怪竟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你的脸，还不该打？瑞王妃，你已出嫁，出嫁随夫，你昔日丑陋哑巴，王爷都没有嫌弃你，还对你那么好，你如今却胆大包天，当众提出合理。容妃娘娘，瑞王对我如何，我自己心中有数，我所求就是合理。他一日不满足我就闹一天。你给我让开！本宫打死这个丑八怪！母妃，别闹了。他都这样忤逆本宫了，你竟这样护着他！母妃，儿臣不孝，可是儿臣对不起他在先，还请您体谅。瑞儿，你哪里对不起他？给他王妃之位，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，这样折腾你就该活活打死才对。袁清寒浑身冰冷，眼神仿若一把利剑。前世纵容袁若雪，把他折磨致死，除了萧承瑞，也有容妃。袁清寒，你疯了！再这样看着本宫，信不信本宫让人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？容妃娘娘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觉得我配不上萧承瑞，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。不如您就想个办法帮我们和离。你确实配不上瑞儿，可倘若真的要和离，此事也该是瑞儿提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说出和离这两个字？我确实不配，可您儿子现在就喜欢缠着我，不肯放我离开呢。袁清寒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？我本就不想来容妃宫里，是你们非要逼迫我，何必呢？瑞儿，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留的？你今天若是不休了她，本宫就活活打死她！萧承瑞，听到吗？还不赶快休了我！你真的要害死你的救命恩人吗？母妃，我欠了袁清寒许多，您若是真的要打，就打儿臣吧。这次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都要把袁清寒留在身边。瑞儿，本宫把你养这么大，视你为骄傲，是让你在这个丑八怪面前如此卑微的吗？一口气没上来，直直的栽倒在冰凉坚硬的地砖上。母妃，袁清寒把母妃气成这样，你满意了吗？王爷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哪里气过母妃？你不是自诩神医吗？给母妃治病怎么了？王爷，就是这丑八怪把娘娘气坏的，他怎么会好好的给娘娘治病？来人，快去叫太医！好的比疯狗还快。紫竹嬷嬷，容妃娘娘常年肝火旺盛，常年发脾气，这是中风了。你确定不要让我诊治？不会再让你伤害容妃娘娘的，你这个恶毒的丑八怪！重重的给了紫竹嬷嬷一个耳光。我和萧承瑞还没和离呢，还是皇上亲封的瑞王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骂骂咧咧？紫竹嬷嬷，她是本王王妃，此事确实是你不对。王爷，您这是彻底被丑，他迷惑了心智啊！娘娘知道之后多心寒呐！等容妃将来偏贪吃傻，得知你不让我救她，才会真的心寒。朱太医，母妃在激动之下就栽倒了，你快给看看。王爷，容妃娘娘这是肝火过旺，邪气攻心，气机败坏之下中风了。见朱太医跟袁清寒的诊断一样，萧承瑞脸色立刻难看起来。朱太医，您可有把握治好母妃？王爷，中风之后，大多数人都出现问题，例如不良于行、不利于口、偏瘫、麻木等情况。容妃娘娘她情况又比较严重，微臣只能说尽力而为。病床上，容妃两眼一翻，抽搐的更厉害了。袁清寒，你来给母妃医治。王爷，你可别为难我，我没有那本事。救容妃，让她利索起来，
在针对自己？开什么玩笑？云清寒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母妃也是你母妃，而且是你把她给气成这样，若是不救，就不怕别人说你冷血无情吗？萧晨瑞，我什么时候气过他？我们两个都想和离，不是你不肯，你但凡早些答应，容妃也不至于如此。袁清寒，和离是不可能的，可如果你答应我救母妃，我可以把你母亲当年的侍女翠兰交给你。怎么可能？翠兰姑姑早在当年那场大火中烧死了。正是那场大火，把他母亲江氏烧成了焦炭，把他也烧成了丑八怪，再加上受惊恐惧，彻彻底底成了哑巴。而除了母亲之外，屋子里还有2具烧焦的躯体，据说是江氏的2个侍女翠兰和翠柳。你总说本王不关心你，却不知道本王在暗中探查你母亲当年的死因。袁清寒，本王已经找到了翠兰，只要你治好母妃，本王就把她交给你。萧承瑞应该没有骗他，否则他怎么知道那侍女叫翠兰？好，我会治好容妃，可萧承瑞，你最好说话算数。容妃年纪轻轻，怎么会中风？父皇，都是儿臣不好，气到了母妃。父皇，此事都是我的错。这个女人终于知道她做的不对了，谁知母妃听说了我在御书房里提出和离，觉得伤了王爷的颜面，才把我召进长宁宫，大家斥责，这才气伤身体。容妃怎么知道御书房的事？这个贱婢竟把耳目安插到她身边来了。父皇，是儿臣的人跟母妃说的，在皇帝身边安插眼线可是重罪。可王爷，分明我们刚出御书房就被紫竹嬷嬷带走了，您什么时候有功夫跟母妃说这些了？你记错了，就是那时本王的人跟嬷嬷说的。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无论萧承瑞怎么圆都圆不过去，明帝已经起了疑心。皇上，后宫绝对不会发生窥探御书房的事情，这有违宫规。皇上，容妃姐姐毕竟是瑞王生母，多关心她一些也是人之常情。过她喜怒无常，年纪轻轻就中风了，还得劳烦她瞧不上的瑞王妃救她，真是让人唏嘘。说完，宁妃心情颇好，对着袁清寒眨了眨眼。她和容妃在争夺贵妃之位，容妃中风倒霉，眼看着要失宠，她自然高兴。明帝脸色沉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皇上，臣妾今日召见瑞王妃，是想让她给臣妾复诊，却不想半路上被容妃的人挟持了去。容妃胆大包天，不敬皇上，无视臣妾，是该给点教训。今日起就褫夺容妃称号，降为容嫔。父皇，母妃她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父皇开恩。瑞王，朕心意已决，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。明帝拂袖而去，皇后也带着众嫔妃出去了。袁清寒，现在你可满意了？王爷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害得母妃被褫夺封号，降为嫔位，这难道不是你的目的吗？王爷说错了，我从未想过要害人，甚至今天根本没想来容妃宫里，而且我只想跟你和离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。袁清寒这么恨我？恨是必然恨的，可更多的是恶心。袁清寒，离开本王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男人了。你是瑞王弃妃，谁敢要你？到时候又要跪求着本王收留你。滚！永远没有那一天。王爷，娘娘醒了。知道了，跟我去看看母妃吧。等她身体好了之后，我就把翠兰交给你。好。母妃，您感觉如何？本宫难受。容嫔娘娘没了抽搐的症状，说话也很利索，想来已经没有大碍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袁清寒，还不肯消停吗？瑞儿，你说人为何叫本宫容嫔？您该好好休息，别想那么多。娘娘有所不知，瑞王妃在皇上面前说您在御书房安插眼线，皇上震怒，已经把您降为容嫔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可没有乱说，而且你究竟做没做，皇上心中自然明白。母妃，您刚刚中风，身体还脆弱得很，如果再乱发脾气，影响了身体，将来若是想要复宠，可就真的没希望了。瑞儿，这丑女又狠又毒，休了她，咱们也落个清净。求之不得。母妃，清寒腹中有我的孩子，我暂时不能休了他。怎么可能？袁若雪都跟本宫刚说了，孩子不是你的。母妃，袁若雪还说他是儿臣的救命恩人，结果不也是骗人？这个贱人赶出去，本宫不想看到他。容嫔安歇吧，我先告退。袁清寒，这就是你要的人。你是翠兰姑姑。大小姐，是我。大小姐，奴婢对不起夫人，对不起您。翠兰，当年那场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又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你放心说就是，本王若是想要害你，再找到你就让人杀了你，何必留到现在？大小姐，当年我们嫂子来看望我们姐妹，夫人好意亲自接见了她，可当时院子里忽然起了我，林姨娘的人把我们关在房间里，想要活活烧死我们，无论我们怎么哀求都没用，房屋都被烧毁，夫人和姐姐嫂子也被烧死，只有奴婢护着您，勉强逃过一劫。可奴婢不敢说出实情，怕老爷和姨娘赶尽杀绝，只能跳进泔水车里逃
逃走，留下大小姐一人在侯府，孤苦无依。你确定刚看到了灵氏的人？大小姐，奴婢不敢说谎，确实看到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袁清寒，本王会替你和你娘报仇的，但是你能不能暂等一段时间？等你成了太子，等你不再需要侯府的支持。你既然知道，也该懂些事了。萧承瑞，我要什么，你一清二楚。和离之后，你我一刀两断，自然也就懂事，不会再给你造成任何困扰。没了瑞王妃的名头，你以为你能报仇雪恨？到时候只要你走出瑞王府一步，侯府的人会立刻置你于死地。那就来试试。本王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也少出弄些。瑞王妃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奴婢就是听说您不受宠，怕牵连到您，这么多年来才不敢来找您。不必叫我瑞王妃，叫我袁姑娘就行。至于和灵氏的恩怨，我会一笔一笔清算。是姑娘，姑娘，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咱们可以继续等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差这一天两天。翠兰姑姑，我有一件事情问你。姑娘，您有话尽管说就是。当年阮鹤爷对娘亲如何？您说，侯爷夫人是书香门第的好女儿，虽然端庄贤淑，却不解风情。当年夫人把夫人嫁给侯爷之后，两人倒也是相敬如宾。可林姨娘很快出现，勾走了侯爷的活儿，侯爷当时对夫人就不大好了。那袁鹤爷有没有主谋烧死我娘的可能？姑娘，奴婢不想撒谎，可正是因为这个，奴婢多年来才躲躲藏藏，不敢现身。袁鹤野果然心思歹毒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眼睁睁地看着林氏和袁若雪欺辱他，原来他早就存了要杀他的心思了。翠兰姑姑，倘若有一天我需要你指证袁鹤野和林氏，你可愿意？姑娘，奴婢苟活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那一天。倘若不是还抱着复仇的希望，奴婢当初就直接陪着夫人死了。您又何必问奴婢这些？翠兰姑姑，你放心，很快就会到那一天的。翠兰恭敬地点了点头，泪水汹涌的眼底满是信任。请个大夫到地牢，至少先保住袁若雪和月山的性命。王爷，如果王妃知道之后生气，该怎么办？他把人活活折腾成那样，本王没治他罪已经很好。袁若雪对本王还有些用处，不能死。他们王爷果然多情。翌日一早，袁清寒，你究竟把雪儿怎么样了？侯爷，侯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他还没去找袁鹤野和林氏呢，他们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袁清寒果然跟当年不一样了。袁清寒，少来这套，把雪儿交出来。袁若雪在地牢呢，你们若想找她，也该找萧承瑞要人。什么地牢？雪儿怎么会在地牢？是在地牢啊，王爷亲自把人扔进去。哦，对了，袁若雪被毁容了，现在过得很是凄苦呢。毁容？是不是你做的？是不是你毁了雪儿的容貌？就是我，就是用我手中这把刀。侯爷夫人，袁若雪现在可怕的很呢，你们还是别见了，免得吓到了自己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就是嫉妒雪儿比你长得漂亮。王妃的容貌比袁若雪漂亮千倍万倍，只是不屑于让这群蠢货看见罢了。王爷在哪儿？我要见王爷，我要让王爷给我们家雪儿一个公道。侯爷，侯夫人已经让人去请了。袁侯、侯夫人两位不经过通报就擅闯王府，究竟何意？瑞王，本侯两个女儿都嫁给了你，侯府和王爷是亲上加亲，本侯来看望女儿没什么过错吧？侯爷若是事先递过帖子告知过本王，自然没错。可侯爷、侯夫人气势汹汹的前来王府，逼问本王王妃究竟是何等用意？瑞王，当真以为这个女人救了你，不过是设计骗你的罢了。可怜我家雪儿，当年为你跳进了寒潭，连性命都不要了，如今却落得个身陷地牢的下场。果然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斗。林氏，你这娇滴滴哭起来的模样，都和袁若雪如出一辙呢。袁清寒，你什么意思？对了，勾引男人的本事也是如出一辙。瑞王，现在您也看到袁清寒的本性了。这个女儿没有教好是我的过错，可我终究不是她的身生母亲，不好时时管着，这才让她目无尊长，撒谎成性。侯夫人，袁清寒有没有撒谎，本王心知肚明。本王已经亲自调查，当年救我之人确实是袁清寒。至于侯府多年来欺骗本王的罪，本王还没找你们算。王爷，这都是袁清寒让人布下的局，您可不能被人骗了呀。侯夫人，你觉得本王真的就那么愚蠢，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？瑞王，就算是侯府曾经做过一些错事，可雪儿她陪伴您多年，爱您入骨，您怎么可以这样辜负她？侯爷侯
侯夫人真有意思，上来就蛮不讲理，现在又打起感情牌，真是手段高明。瑞王妃，即便你现在受宠，可到底也是本侯的女儿，你难道真的要数典忘祖，跟侯府作对，欺辱你妹妹吗？杨和爷，当年你和凌氏为了苟合偷欢，竟放火想要烧死我和我母亲，如此杀妻灭女的畜生，也配自称人妇？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清寒，当年之事只是意外，你怎么可以妄加揣测？是不是妄加揣测？你们心中有数。仇恨地盯着两人。来人，这对杀人凶手抓起来！清寒，当年之事过去那么久，也没什么证据，你不能听人一面之词。萧承瑞，你若是今天帮我讨回公道，当年救命之恩就抵消了，从此你也不再欠我。王爷，你真的要为一个丑女跟侯府作对吗？别忘了，你还要靠着我侯府在军中的影响来站稳脚跟。清寒，王府和侯府是一家人，别闹了，之后本王会想别的办法补偿你。如果他想坐上太子之位，军中的支持必不可少，侯府是他最好的选择。萧承瑞，这就是我为何不信任，在我和利益之间，你选择的永远不是我。袁清寒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为何要懂事？侯府虐待我多年，你和袁若雪又虐待我、欺辱我，我为何要懂事？瑞王，袁清寒自幼丧母，脾气古怪的很，总觉得天下人都亏欠了他，所以我和王爷也都不喜他。没错，瑞王，也只有若雪才配得上你，你也该好好考虑将来和谁共度一生，把谁带出去。是啊，王爷，我可听说袁清寒腹中还怀着野种呢，若是将来此事传了出去，您的颜面可都要扫地了。侯爷是想让王爷杀了我？袁清寒，就算你真的死了，又能如何呢？天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可怜你。兰儿警惕地护在袁清寒身前，他还不够强大，现在根本没有跟瑞王府以及侯府对抗的资本。清寒是本王救命恩人，本王王妃也只能是他。侯爷侯夫人如果再胡言乱语，别怪我让人请两位出去了。王爷，我们可以不跟袁清寒计较，可我们今天必须见到若雪。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了，可能。只要我一天还是瑞王妃，你们就一天别想见到袁若雪。瑞王，你就任由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？侯爷侯夫人，若雪现在不方便，两位还是请回吧。等等，萧承瑞，要么今天休了我，要么就送他们两个去官府。要闹这事儿不是翻篇了？你翻篇了，我没有翻篇。现在你选一个，我就杀了凌氏。你以为你杀了侯夫人还能活？那就一起死。无论如何，他也要让袁鹤野和林氏付出代价。瑞王，还不快让人拿下他！王妃得了失心疯，把他拿下。见萧承瑞再次选择了利益，直接刺向林氏的脖子。萧承瑞见他动作，立刻上前拉开了林氏。林氏脖子上还是多了一条血痕。疯了，袁清寒疯了！瑞王，你若是再放任他这样放肆，将来必然会给瑞王府带来灾祸。来人，把王妃关回清寒院。兰儿护在袁清寒身前，终于不再隐瞒自己的武功。姑娘，您别怕，奴婢一定不会让您有事的。看见那边萧承瑞出手，小心！这时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没有，萧承瑞，你这个畜生，竟然偷袭一个半大孩子！半大孩子，他可是隐藏在你身边的高手。没错，这贱婢不但会武功，还敢违抗王爷命令，该活活打死才对。袁清寒只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孤女罢了，萧承瑞疼她一时，分明是为了救命之恩，是怕天下人说他无情无义。如今袁清寒不知天高地厚，萧承瑞也会幡然醒悟。瑞王，一条狗，一个宠物，不该那样纵容，则只会让他不知天高地厚，反噬其主。侯夫人说的有道理，清寒，本王哄着你惯着你，不是让你骑在本王头上来的。把王妃带回去，今日起不准出清寒院一步，至于这贱婢，拖出去打死。王妃，走吧。谁敢动兰儿，我就跟他拼命。袁清寒，你越发蹬鼻子上脸了。凌厉的手术刀直接要抵上萧承瑞的动脉，萧承瑞瞳孔紧缩，一把捏住他的手腕。袁清寒，王对你早有防备，放开他！见过摄政王。薛公子，不知为何，看到君千珏的瞬间，他委屈至极。见袁清寒落泪，君千珏寒气翻涌。摄政王光天化日之下擅闯瑞王府，有何贵干？本王来找瑞王妃看病，瑞王放开他。摄政王，今日清寒没空，您请回吧。耽误了我家王爷看病，谁承担得起罪责？他们正要去训兵，却被暗引拦了路，于是大队人马跟随主子，毫不犹豫地来了瑞王府。瑞王，早就听说你喜欢打女人，现在一看，果不其然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还打瑞王妃呢？如果关进门来，你岂不是要把人弄死？摄政王，高副将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这袁清寒疯了，拿着剑要杀了我，瑞王这才逼不得已阻止了他。林氏杀人偿命，本就是天经地义，你害死了我娘，本就该死。
你说我害死你娘，你有证据吗？有证人吗？如果没有，凭什么大放厥词？袁姑娘，如果你有林夫人害死先侯夫人的证据，可交出来，本王会为你讨回公道。有。摄政王，奴婢就是证人。摄政王，奴婢是先侯夫人江氏身边的丫鬟，名叫翠兰。当年就是侯爷和林姨娘带人放火，想要烧死夫人和小姐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侯爷，林姨娘，你们没有想到吧？老天垂怜让我逃出升天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真相大白于世。既然有人证，高长青把袁侯和林氏押起来，送往刑部死牢严加看管，由本王亲自审问。瑞王，救命！救命啊！侯府出了什么事情？王府也没好。今天之事只是误会。摄政王高副将到底想干什么？皇上给本王摄政王之位，自然是让本王保家卫国，惩恶扬善。若是不把这些滥杀无辜之人绳之以法，本王岂不是愧对皇上期待？袁清寒不知道君千珏为何要帮他，可他知道自己对他感激至极。摄政王，你只听信在袁清寒一面之词就带走袁侯，太过武断。本王说了，会调查清楚。袁姑娘，你跟我走。摄政王带走本王岳父岳母还不够吗？为何连本王王妃都要带走？袁姑娘是受害人，本王自然要带走。萧承瑞，你放开我！袁清寒真的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场的地步，真的要跟他走？我宁愿去刑部大牢蹲着，也不想跟你共处一室。王就让你这么讨厌？萧承瑞，你确实让我很讨厌，原因我已经说过无数次，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萧承瑞自私自利，他真正爱的人只有他自己。放开！不可能，是本王的王妃，哪里也不许去。君千珏大步上前，大手抓住了袁清寒的胳膊。瑞王，你若是再阻碍本王，就别怪本王无情了。知道摄政王杀伐决断，可你敢杀了我吗？杀了萧承瑞会毁了他筹谋许久的全盘计划，没必要。可借着阻止他办案治病的名头，把萧承瑞打个半死，却不会有什么后果。主子，王妃，不好了，兰儿快不行了！滚开！我要救人！一个贱婢而已，死不足惜。萧承瑞，你的选择从来都不是我们分明相看两厌，你为什么不肯放我走？为什么不肯和离？你是本王王妃，该事事以本王为尊，即便本王曾误会你，你也不能提和离。真是厚颜无耻！你是男的你就高贵了。萧承瑞胳膊一痛，冷不防吃了君千珏一拳头。袁清寒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如此对我！袁清寒往后躲，面纱却被拽落在地。君千珏瞳孔紧缩，闪过惊艳。袁清寒的脸竟好了。兰儿从没把这个消息传回来过，他派人辛苦找来的药派不上用场。萧承瑞本就不肯放袁清寒走，现在恐怕更难了。君千珏心中充满了凌厉杀气。袁姑娘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看？袁清寒丑陋无比，根本不是袁清寒，这真是王妃。没错，我的脸早就好了，只不过你们瑞王府的人不配知道。袁清寒竟如此欺骗本王，管家不准放他走。萧承瑞瞳孔紧缩，眼前天旋地转，袁清寒那张绝美的脸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。王爷，保护王爷王妃，不准他们带走王妃。君千珏上前把袁清寒护在身后，对着高长青微微颔首。瑞王府的侍卫们很快溃不成军。摄政王，这里可是瑞王府，你怎可如此赶尽杀绝？皇上知道之后一定会震怒的。赶尽杀绝？我家王爷不是还留了你给瑞王传信儿吗？李管家跪坐在地上，委委屈屈的憋红了脸。袁姑娘，本王请你去摄政王府为我治病，顺便陈述一下先侯夫人江氏的冤屈。袁姑娘，请。他微微颔首，跟在君千珏身后离开了修罗场一样的瑞王府。马车上，袁清寒飞快地给兰儿把脉，制止了伤势。袁姑娘，你在怕我吗？没，君公子只是怕今天的事情给你带来麻烦。你不必担心我，皇上不敢对我如何。袁姑娘，劳烦了。袁清寒的脸微微红了。君公子客气了，今天救命之恩我还没谢过你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也救过我的命，所以不必放在心上。看着他眼尾的红，君千珏心底融化，忍不住勾唇轻笑。他把手放在岸上，眼神却忍不住追随着袁清寒的动作。袁清寒微微垂着头，纤长浓密的睫毛翘而卷，轻眨之间像是有羽毛拂过君千珏的心上，痒痒极了。那片被他碰触
处的地方逐渐温热。君公子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诊断错了，可我觉得你体内的噬心毒严重了。噬心毒动情方会严重。君千珏这等冷酷无情、站在高处俯瞰天下的强者，难道也有了喜欢的人吗？不知为何，袁清寒心中有些失落。袁姑娘，你尽力医治即可。他最近越来越经常梦到那个夜晚，梦到袁清寒，心中的执念也越发严重，噬心毒自然也就严重了。他多想告诉袁清寒，他就是那晚的人，可又怕他受到刺激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只是君公子，您也不能对那心爱之人用情太深，则噬心毒会越发严重的。君千珏饶有趣味地看着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嘴上虽然答应了，可对他用情多少却不是自己能控制的。那我先去配药，晚上的时候药与针灸。袁清寒微微吐了口气，失落地出去了。他不知道能得君千珏喜爱的人究竟是何等人物。活了2世，京城从未有过关于这方面的传言。劳烦你给通报一声，皇上有命令，让我等前来带瑞王妃进宫。你去告诉展峰，瑞王妃能治本王的病，在本王身体痊愈之前，谁也不能动。是，展统领，我家王爷说了，瑞王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给他治病的人，在我将王爷痊愈之前，谁也不能动瑞王妃。展峰脸色难看几分，催动内力，声音立刻传遍了整个王府。摄政王，属下已是奉皇命前来，今天必然要带走瑞王妃面圣，请您不要让属下为难。书房里，君千珏脸色一沉，凌厉的威压顿时丧态。寒冰倒吸了口凉气。王爷息怒，属下去会会他。展峰不知好歹，这么大的声音必然惊动了袁清寒。后院，袁清寒正陪着兰儿床边，听到展峰的声音，神色顿时紧张起来。明帝竟然出动了羽林卫，要带他进宫。明帝这么生气，若是他继续躲在摄政王府里，一定会给摄政王府带来麻烦。我正要去找你。袁姑娘，你听到外面那人的话了。您不必跟他们起冲突，我这就进宫去。不必，明帝这时候喊你进宫，也只是询问而已。本王明日自会进宫跟皇上说明。若是想要给萧承瑞出气，就只能发泄在袁清寒身上，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那袁侯夫妇还能按照计划审问吗？自然可以。看着光影里站着的袁清寒，君千珏荒凉如戈壁的心柔软许多。袁姑娘，若是你愿意，以后可以在摄政王府住下。君公子，你说什么？袁姑娘，我说你可以在这里住下，没人敢来打扰你。袁清寒的脸微微泛起红晕。君公子，我住在这里与理不合。他如今的身份还是萧承瑞的王妃，堂堂瑞王妃天天住在摄政王府里，岂不是要被人说闲话？到时候萧承瑞恐怕要气得直接杀人了。我知道袁姑娘在顾忌什么，可如今你已经得罪了萧承瑞，瑞王府你还能回去吗？住在这里有本王在，没人敢来找你的麻烦。即便是明帝也不行。我不回去，我可以在外面找个宅子，但是绝对不能长期住在这里。那就如从前所说，把本王的一座空宅子给你住，这样也免了一些人打扰。袁清寒思考片刻，索性答应了。君公子，药汤已经准备好了。君千珏微微颔首。君公子，你袁姑娘，都说医者眼中没有男女之别，你的耳朵怎么红得这样厉害？君公子非礼勿视。袁姑娘，这噬心毒竟然难解，以后你少不了要看到这一幕，不如现在适应一下。袁清寒瞪大眼睛，头摇得如同拨浪鼓，小脸儿也更热了。浴室里温度似乎更高，君千珏只觉得口干舌燥，心底也浮上淡淡的燥意。袁清寒紧紧地咬了下唇，强迫自己冷静。君公子该药愈了，若是再凉些，就难以吸收药效了。君千珏有些失落地点了点头。君千珏入了水，以为是自己操之过急，心中有些懊恼。君千珏抢走本王王妃是何居心？快把袁清寒送出来！完了，刚送走一群狗，又来了一只在门口狂吠。若是惊动了主子，他8成是要受罚。怎么是你？君千珏呢？袁清寒呢？深更半夜，我家王爷已经歇下了。瑞王殿下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，若是吵到了王爷休息，可就不好。让开！王今天必须要带走袁清寒。袁清寒被君千珏掳走的消息已经在京城传开了。如果袁清寒真的独自在摄政王府过夜，那明天恐怕要成为京城笑柄。瑞王殿下，如果你再逼我，就别怪我对你动手。你敢？刀剑无眼，若是瑞王
真的伤了死了，属下自己出去抵命就是。瑞王殿下，还打不打了？不打我回去睡觉了。回去告诉君千珏，如果不想让袁清寒名声烂透的话，就把袁清寒送回去。废话真多，关门。袁清寒在烛光下皱着眉给他斟酒。君公子，明天一早我就离开吧，我不能连累你。如果你不肯留在摄政王府，那本王给你安排一座宅子吗？你先住进去。那我就不推辞了，多谢君公子。君千珏唇角泛起微不可察的笑，很快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眼底蚀骨的寒意。萧承瑞口口声声说要对袁清寒好，可到头来做的都是伤害袁清寒的事。方才他又在外面吵闹，吓得袁清寒执意离开摄政王府，是得想个办法让萧承瑞自顾不暇了。翌日清晨，袁姑娘，宅子已经准备好，我亲自送你过去。君公子不必了吧，我和兰儿过去就行。你一个有身孕的弱女子，兰儿还有伤在身，我送你们。袁清寒眼底充满了希望，如今总算是不用跟萧承瑞住在一起了。见过袁姑娘，小人是素府的管家，您叫我老曹就行。袁清寒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。曹叔，快快请起，我只不过是借住一段时间，您不用这么客气。果然是个好姑娘，怪不得能让他们家主子如此上心，甚至送到这里保护着。君公子，这素府，这是我早年的一座宅子，袁姑娘安心住下就是。多谢君公子。袁姑娘不必如此客气，让曹叔带你进去吧。本王去刑部审问袁鹤乙和林氏。君千珏知道袁清寒最在乎什么，多谢君公子。虽然他在为君千珏解毒，可目前来说进展不大。可君千珏却对他这么照顾有加，他不是不懂感恩的人，心中不是没有悸动。袁姑娘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袁姑娘，可还是也。君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刑部那边有消息了，所以我过来告诉你一声。君公子，当年我母亲的事，确实是林氏所为，不过她一力承担了下来，选择保住了袁鹤乙。君公子，如果按照这个罪名，林氏会是什么下场？秋后问斩。君公子，这已经在我预料之外了，感谢您顶着压力为我收拾林氏。袁姑娘，如果你想对付袁侯，本王也可以再想想办法。只需要处死林氏就行，至于袁鹤乙，暂时不用管他。袁鹤也是冠军侯后人，冠军侯虽然已死，可在军中旧部甚多，都对袁侯府忠心耿耿。如果君千珏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直接对袁鹤也下手，必然会引起军中大乱。袁清寒知道君千珏的计划，他只想暗中帮助他，不想成为导致他计划全盘皆输的罪魁祸首。至于袁鹤也，他迟早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也好，君千珏以为他对袁鹤也依然有父女之情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君公子，多谢你如此照顾我，我一定尽快为你解毒。袁姑娘，我对你好，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君千珏动了动薄唇，想要解释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他的眼神粘在袁清寒的肚子上。袁姑娘，1个月之内，本王必然会让你跟萧承瑞和离，到时候你可愿意为腹中孩儿找个父亲？君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本王找人算大师算过，说年底会有一劫，只有子嗣才能化解。袁清寒的心这才回到肚子里，可心底又有种说不出来的情绪。君公子的意思是想做这孩子的义父？君千珏本想说得更深，可怕自己操之过急，把袁清寒吓跑，只能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没错，袁姑娘放心，不会对孩子有任何不好的影响，我也一定会尽力对他好，护他周全。他多想告诉他真相，告诉他他就是那晚和他在一起的男子，可现在说出来，袁清寒必然会仓皇而逃。如果真的要说，也是在和离之后，他的情绪好一些。我相信君公子，我的孩子能认君公子做义父，为君公子化解劫难，是他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如果真的能帮到君千珏，也算是偿还了他的一点恩情。君千珏轻轻地松了口气，也有些头疼，时间等得太久，每天看着袁清寒就在身边，却又触不可及，这种日子得尽快结束了。西号的使团还有多久到京城？主子，大约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把这个消息传给荣嫔，告诉他西号皇帝最疼爱九公主，若是哪位王爷能得他，必成太子。主子，您是想借着荣嫔来促使袁姑娘和瑞王和离？知子莫若母，荣嫔会有办法让瑞王答应和离。袁清寒，你还敢来？不是荣嫔娘娘喊我过来的吗？听说您身体不舒服，我理应孝敬。上次如果不是你故意气本宫，本宫怎么可能中风？荣嫔娘娘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是您自己气性大。清寒竟敢如此跟本宫说话，来人，按住他！本宫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谁敢动我家姑娘？一个贱婢也敢在长宁宫耀武扬威，拖出去打死！白色的药粉散落在空中，紫竹嬷嬷等人眉头紧皱，很快捂着心口晕倒在地上。荣嫔因为离得远，躲过一劫。放肆！
竟敢在长宁宫闹事，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。荣嫔娘娘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您的这些人不是自己吃错了东西晕过去了吗？袁清寒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！放开我家姑娘！萧承瑞却更快一步，直接打晕了他。萧承瑞，你想做什么？本王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了。放开我，我不需要你帮。袁清寒，你好好说，你是不是跟君千珏发生了什么？萧承瑞，你在说什么？如果你没有给他什么好处，他会这么帮你？你这个疯子，你自己不干净，看谁都不干净。袁清寒，你是本王的，只能是本王的。把药端过来。萧承瑞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碗里是落胎药。清寒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本王，这个孩子也是在袁若雪的设计下才有的，所以我不怪你。可你要答应本王，打掉这个孩子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好好过日子。萧承瑞，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若是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和你不死不休。瑞儿，快动手！女人呐，没了孩子自会回心转意。若是还要跟你犟的话，将来多教训教训就好了。昨晚他得了明帝那边的暗示，只要能处理掉袁清寒，打击君千珏，他就能恢复妃位。而且那西号的九公主至多再有1个月就要到京城了。如果处理不了袁清寒，那瑞王跟其他皇子王爷相比，自然没了竞争力。凭借他对女子的了解，袁清寒若是没了这个孩子，必然会痛恨萧承瑞。到时候闹僵起来，他只有死或者和离2条路，无论哪一条都对他们母子有利无害。所以今天袁清寒必须得流掉孩子。这落胎药喝了也有好处的，能拯救我们的婚姻。膝盖重重地撞在萧承瑞的胯下，萧承瑞浑身失力，痛苦绝望地倒在地上。袁清寒震怒之下反应极快，抓着药碗就往萧承瑞口中猛灌。不是喜欢喝落胎吗？不是喝了有好处吗？我这就给你喝个够。袁清寒把碗往地上重重一摔。瑞儿，你怎么样啊？快来人呐！快请太医！袁清寒，你这个贱人，里面除了落胎药，还有绝子药，你怎么能给瑞儿喝？落胎还不够，请给我用绝子药。萧承瑞的身体是身体，我的就不是。荣嫔，萧承瑞，你们母子可真是厚颜无耻，毫无下限。清寒，本王不知。瑞儿，这个女人这样伤害你，你还护着她，跟她解释，她到底有哪里好？有你的身体重要吗？你别说了，如果不是当年袁清寒救了我，我也活不到现在。如果不是我糊涂愚蠢，纵容袁若雪，清寒也不会有孕。那只能说她命不好。就算她救了你，她当初又丑又哑，你肯娶她做王妃，已经是给她天大的恩赐了。荣嫔，你以为我愿意嫁给你的傻儿子？也就只有你才把他当眼珠子似的护着。这样的蠢货，谁若是嫁给了他，才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你根本配不上我儿子，才说这些蠢话。你如此伤我的瑞儿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不行，瑞儿，西号的九公主国色天香，是西号最受宠的公主。袁清寒今天以下犯上，死的活该。她死了之后，王妃的位置就空了出来，到时候你另娶九公主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萧承瑞眼神闪烁了一下，眉宇之间竟有些犹豫。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袁清寒伤了本宫和瑞王，还不火速把他拿下？荣嫔好一张利嘴，指鹿为马，指黑为白，当真是厉害。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冰冷的声音里带着微不可察的急切和担心。我没事。心中的委屈却几乎要化为眼泪。在君千珏的面前，他总是这样脆弱。摄政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摄政王私自带兵闯后宫，这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？好大一顶帽子，本王可承受不起。带兵闯宫还不是造反？君千珏，既然你自寻死路，谁也保护不了。瑞王误会了，我家王爷是皇上邀请来宫里训练羽灵卫，只是听到有人要伤我家王爷的义子，这才赶过来。义子？你是说袁清寒腹中的孩子？君千珏瞳孔紧缩，冷冷地盯着萧承瑞，没有说话。没错，我家王爷找云台山的大师算过，袁姑娘腹中孩子是天降祥瑞，和王爷八字相辅相成，如果收为义子，必然能保大宁国风调雨顺，再无战火。天降祥瑞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摄政，你莫不是被那什么大师骗了？放肆！竟敢谋害大宁祥瑞，荣嫔，你这是想让大宁不安吗？皇上息怒，皇上妾身不知。父皇息怒，母妃、母嫔和儿臣确实不知道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瑞王看看！太医脸色复杂地收回了手。皇上，瑞王殿下因为早年落入寒潭，体内寒毒聚集，本就不容易有子嗣，如今又喝了掺杂了绝子药的落胎药，以后恐怕……荣嫔一听，险些没晕过去。说以后会怎么样？瑞王殿下，您以后恐怕都不会有子嗣了。
萧承瑞浑身摇摇欲坠，几乎晕厥过去。没有子嗣，也就意味着无论他怎么努力，多么出色，都做不了太子，继承不了皇位。他多年以来的自信和野心在瞬间被击溃。都怪你，如果不是你，瑞儿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荣嫔娘娘，当年萧承瑞险些在寒潭冻死淹死，是我不顾一切救了他，要不是我推他下去，如何是我的错？我在王府的时候，他和袁若雪欺我如物，今天你们母子又联手要打掉我的孩子，落胎药还在其中下了绝子药，是我让你们下的吗？谁让你反抗了？倘若你乖乖喝了，既不是万事大吉，瑞儿怎么会要不了孩子？荣嫔糟践儿子的救命恩人，还不许人反抗，萧承瑞都有些听不下去了。您别说了，此事我们也有错。如果荣嫔不那么心狠，在药里下绝子药，兴许他还有救。现在看来是上天要绝他后路。瑞王，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可袁姑娘救你一命却是倒8辈子的霉。无论如何，这都是我和清寒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插手。太医，瑞王的身体真的没救了。皇上，微臣医术微末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可瑞王妃医术高明，兴许能有解救之策。皇上，一切都是瑞王咎由自取，我不想也不愿意救他。瑞王妃，你和瑞王是夫妻，常讨吵架，常违和，你怎可如此无情？皇上，让我治好瑞王也可以，不过前提是您恩准我们两人和离。袁清寒，你就这么想跟本王和离？求之不得。皇上，瑞儿和袁清寒不和不睦，即便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，不如就恩准他们和离，各生欢喜，岂不是好？瑞王，你觉得呢？父皇，儿臣不想和离。那是我不能给瑞王治病。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没有太子之位，萧承瑞真的能接受吗？袁清寒不相信。够了，袁清寒，你也不能仗着自己会医术，这样威胁朕和瑞王。朕答应了，一旦你治好瑞王的病，即刻下旨准许你们和离。今日正好摄政王也在这里，可作为证人。袁姑娘放心，有本王做见证，到时候一定让你和瑞王和离。多谢皇上，多谢摄政王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清寒就恭候皇上旨意了。皇上，我还得去给摄政王看病，就不多留了。至于瑞王的病，等准备好药材之后，我会给他医治的。皇上，告辞。皇上，今日之事，臣妾本来可以办好，可那袁清寒手段频出，自然用药毒晕了那么多人，还伤了瑞儿。荣嫔，朕就是碍于君千决才不好出手对付袁清寒，如今你闹得天下皆知，以后还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机会？皇上明鉴，是那袁清寒。父皇，这不是母嫔的错，是儿臣无能。你确实无能，王妃朕对你一番的苦心栽培。瑞王，等身体好了之后，立刻休了袁清寒。这段时间你好好准备，看是否能得西号9公主的青睐。儿臣谨记在心，记住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9公主到达京城之前，必须要跟袁清寒断得一干二净，知道了吗？冷冷的点了点头，他不能再这样跟袁清寒死磕了，这样拖着只会拖垮他自己。可若是当了太子，做了皇帝，将来这天下都是他的。区区一个袁清寒，自然也是手到擒来。袁清寒今日这样欺辱他，等萧承瑞病好之日，就是袁清寒丧命之时。青青，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。青青二字和着温热的气息钻进他的耳朵里，让他浑身轻颤，心中小鹿意识乱撞。他脸上浮上红霞。君公子，她这样的女子怎么配得上他的喜欢？青青，本王在想，等你和离之后，我未婚你未嫁，我们为何不能长时在一起？还有你腹中孩子也该有一个父亲，我想好好的照顾你。可君公子，你不是有心爱之人，我知道君公子很同情我，可我将来也只是瑞王的下堂妃。整个大宁，哪一个男人若是跟我亲密一些，恐怕都要被皇室盯上，惹上无穷无尽的麻烦。青青，我的心爱之人是你，至于那女子，只是我的借口。我曾和那女子只有一面之缘，当时我误入她房中，被他人设计中了魅毒，我是该对她负责，所以一直都在找。那君公子更该找到她，对她负责，而不是把我当做她的替身，怜悯我，同情我。他知道失身的女子过得有多么痛苦，所以宁愿君千决找到那个女子。可心底细细密密的疼痛弥漫开来，让他难以呼吸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战场上运筹帷幄，可在袁清寒面前却会如此紧张嘴笨。袁清寒，本王袁清寒，别以为本王需要你的医术，不敢动你。你尽管动我试试。萧承瑞，你有那个胆量，一辈子不要孩子吗？谁说王爷没有孩子？我已经有孕了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姐姐怎么可以打王爷？女子嫁人之后要以夫为纲，即便你想和王爷和离，现在也依然是他的妻子。袁清寒没想到，短短几天，萧承瑞又把袁若雪放了出来，顿觉惊讶可笑。看着眼底暗藏得意的袁若雪，一脚把她踹倒在地。既然知道我还是王妃，你这个贱妾就该牢牢的闭上嘴。王爷。
袁若雪，谁让你出来了？王爷，雪儿听说是他害得王爷服下绝子药，特意来给王爷讨回公道的。雪侧妃，那绝子药是荣嫔亲手调制，怎么就是袁姑娘害的了？你这样扭曲事实，不亏是骗了瑞王多年的人。姐，能不能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？袁若雪蜷缩在地上，疼得脸色发白，一身冷汗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开我！袁若雪，你竟然真的有孕了！又似笑非笑的看向萧承瑞。恭喜你啊，萧承瑞，确定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。王爷，雪儿早说了没有骗您，如今姐姐都说了我怀孕了，您也该相信了吧？萧承瑞，不过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风流难耐，竟然去牢房里跟袁若雪。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难道袁清寒真的是难得一见的神医，连哪天有孕都能算出来？袁清寒，最好把话说清楚。没想到竟能看到如此热闹，真是妙啊！袁若雪确实怀孕了，不过她短短没几日功夫，按照日子算起来，应该是她被关进大牢之后的第2天、第3天，所以我才说你这么按耐不住。袁若雪几乎要昏厥过去。王爷，您可不要听袁清寒这个贱人胡说，他就是来挑拨离间的。闭嘴！袁清寒，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确定这孩子不是本王的。萧承瑞，你身中寒毒受损，怎么可能让她怀孕？不过若是你不信，可以等袁若雪生下孩子，看看孩子是否像你。不需要，你只需要告诉本王，她究竟是何时有孕的。10日之内。袁若雪眼前一黑，想要装晕，却被萧承瑞紧紧抓住了头发。王爷，您不要听他胡说。王只在1月之前宠幸过你一次，和你有孕10天，连大夫都不确定。袁若雪，说孩子到底是谁的？王爷饶命，雪儿真的是无辜的。除了无辜冤枉，你就没别的话要说？肯定是你陷害我。萧承瑞，百灵一直跟在袁若雪身边，你如果想知道牢房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该从她问起。王爷饶命，王妃饶命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。袁姑娘，累了吧？快歇歇。多谢。寒冰不愧是君千珏的贴身侍卫，果然体贴周到。出去。瑞王府家丑，怎可让摄政王府的人看？君千珏如果知道他可悲至此，恐怕更看不起他。瑞王何必如今紧张？我们早就知道你愚不可及，今日之事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看法。寒冰，你仗着自己是摄政王的人，真以为不敢杀你？要杀我，那也得有那个本事才对。可瑞王却是我的手下败将呢。抬手重重地给了袁若雪一巴掌，也就眼前的贱女人能供他发泄。说，袁若雪到底怎么怀的孩子？王爷，您若是非要相信姐姐的话，我说直接杀了我，只是请王爷放了百灵，她是无辜的。王爷，侧妃真的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情，一切都是王妃胡说八道，为了争宠诬陷侧妃的。争宠？萧承瑞，你若是舍不得下手，我可以代劳。古人有凌迟之刑，把人身上的血肉一片一片的削下来，受千刀万剐之苦。百灵，你想不想试试？王妃饶命啊！王妃，袁姑娘，这等脏活您就别亲自动手，让属下来代劳吧。百灵，我在军中可是熟练各种审问手段，你要是还不说的话，我就真的继续动手了，你会变成丑八怪的哦。我都说，求求你不要折磨我了。王爷，王妃，那孩子是月山的。你说什么？百灵，你说是敢胡说八道，必要了你全家的命。雪侧妃不是一直温柔善良，连一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，怎么今天就要杀人全家？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设计害我。萧承瑞上前重重踢在他胸口。说实话，王只杀你一个，说谎必让你9族陪葬。王爷，关进地牢第2天，侧妃就坐不住了，说是只有孩子能让她改变翻身局面，所以就用了月山的那东西，要怀孕蒙骗王爷。王爷，奴婢说的都是实话，您可一定要放过奴婢家人，他们真的没有牵连其中啊。月山真的是那个畜生，不愧是你的好侍卫，果然体谅你，什么都想代劳。这都是你自己选的人，你最信任的人，你看我做什么？说做了多少对不起本王的事情？王爷，我和月山之间是清白的，不要听人胡说。去把月山带过来。月山到底何时跟袁若雪勾搭上的？他已经哑了，你问他有什么用？不如问问这2位会说话的。王爷，王妃、侧妃确实没和月山有过亲密接触，所借用的。王爷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，您能不能看在侯府的面上饶了我这一次？我以后一定将功补过。袁若雪，你如此坑害本王，岂能饶你？王爷，您不能动我，您需要侯府的支持。是吗？你以为王还会受你威胁？来人，月山扔进兽园，见人
割舌断手脚，耗尽药瓮。王爷，饶了他吧！月山，本王这么相信你，你却如此对我。可他依然被管家带着几个家丁拖走，扔进了寿园。姐姐，求你让王爷网开一面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。妹妹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同一个父亲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袁若雪，你说的话我是一字也不信的。求萧承瑞放了你，怎么可能？我巴不得亲自动手，把你千刀万剐。贱人，不得好死！却见萧承瑞重重一脚踹在袁若雪后心，袁若雪口吐鲜血，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本王要的酒瓮呢？你耳朵聋了？管家见他竟是来真的，紧张的咽了口水，吩咐人抬过来了一瓮烈酒。王原不想杀你，可你欺骗本王多年，害得本王沦落到这种地步，终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王爷饶命！雪儿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打掉这个孩子，给您做牛做马，只要您肯放过我。你也配？袁姑娘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今天瑞王明显没心情治病。他留在这里是想给萧承瑞治病吗？他是想看热闹。袁姑娘，摄政王在外面等您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最后看了一眼袁若雪，转身离开了瑞王府。这下看你还怎么害本王！你就带着那个野种好好赎罪，本王不会轻易让你死的。袁清寒一天不原谅他，他就折磨袁若雪一天。怀玲，本王暂时不会取你狗命，只是你也好好照顾袁若雪。如果她死了，耗尽酒瓮的就是你。多谢王爷，奴婢一定不让他死。给本王准备水，沐浴更衣。是，小人遵命。萧承瑞这才发现袁清寒已经不见了踪迹。君公子，青青可有下刀？袁清寒被他的一声青青叫得面红耳赤。君公子，你说什么下刀？我说瑞王府。没。他还想多欣赏一会儿，看昔日爱人反目成仇、自相残杀的戏码，怎么会被吓到？没有就好。他接到暗影的消息，就担心的赶过来了。可没想到他的青青胆子竟比他想的还要大。青青，以后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，可以让兰儿来告诉我，我会替你办好。多谢摄政王。君千珏微微颔首，送他回了素府。劳烦曹叔帮我准备一些礼物，等明天我要去将军府拜访。袁姑娘，您和江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江家是我的外祖家，我娘是当年江家大小姐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江家是曾有个大小姐，后来嫁了人，跟江家决裂了。也正是那一年，大宁国发生巨变，先皇驾崩，当年太子一家被尽数毒死，明帝在夺嫡之争中胜出，成了大宁国的皇帝。他也是在那年带着君千珏远走高飞。如果袁清还没有记错的话，前世中秋的时候，他的外祖威武老将军江泉突发心疾去世。当年他的娘亲跟江家决裂，嫁给了袁鹤野，后来却落了一个被火烧死的下场。他心里不知道多后悔。这一世，袁清寒要替娘亲修复和江家的关系。外祖江泉在军中多年，威名不输袁鹤野的父亲冠军侯。只是江泉脾气怪，当年摔断腿之后就一直赋闲在家，一直不喜欢君千珏这位摄政王。若是他袁清寒能和江家打好关系，那将来君千珏统治军队的麻烦也会更小一些。袁姑娘想去江家？没错，只是我担心老将军不一定肯认他。当年他和江大小姐断绝关系，可是闹得人尽皆知呢。而且这么多年，袁清寒在瑞王府受苦受难，江家也没有任何人关怀过一句。他既然想去拜访，那倒也不用拦着，只是务必让人跟着，保证安全。公子，我倒觉得袁姑娘去江家是为了您。君千珏菲薄的唇扬起微不可察的笑意。曹叔，别胡说，袁姑娘对我没有男女之情。公子，袁姑娘心里是有您的。青青心中有他最好，没有的话，他就是用尽余生死缠烂打，也会让他爱上他。老爷，老将军没老爷您了，不能离开我们呀！袁清寒眼底一酸，连忙扑了过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在救人。哪里来的疯子？马上拖出去！不能让他扰了老爷的安宁。老夫人息怒，江大人息怒，我是宫里来的太医温宁，这位是我的小徒弟，他只是想救老将军，并没有冒犯的意思。温太医，连你都治不好我家老爷，更何况是你的徒弟。温太医，老夫知道您年轻有为，年纪轻轻就到了
太医的位置，可这老将军已经咽气了，还怎么救啊？对呀，除非神仙下凡，给老将军喂上一颗起死回生的仙丹。江大人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老将军真的还有救，可你若是再拖延下去，就来不及了。鬼使神差的，他收回了手。袁清寒心头一松，赶紧给江泉做心肺复苏。老身岂能容许你这样糟蹋我家老爷的遗体？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叶太医以身为国，老身不能让他走了也不得安宁啊！江大人，我这徒弟颇有几分天赋，不如让他试试。如果真的救活了老将军，岂不是好？怎么可能？人死不能复生，痴心妄想！温太医，您可真能吹呀！是不是就靠着这一张胡说八道的嘴进了太医院呢？你们不是对我能进太医院不服气吗？如果今天我徒弟救不活老将军，我就辞去太医院的职务，从此以后再不行医。可如果我徒弟把老将军救回来了，你们都给我磕头赔罪，如何？要说徒弟，也该他是袁清寒的徒弟才成。可现在为了救人，不能在乎这些细节了，否则将军府的人恐怕会再度阻拦。好，我们答应。温太医呀，这可是你自己要自绝前程，不是我们逼你。袁清寒眼神越发急切，从药箱拿出了抢救物品。温太医，你这徒弟是要用这铁打老将军吗？乱来，真是乱来呀！温宁也惊奇地瞪大双眼，不过他知道袁清寒肯定不会乱来，这没见过的东西一定是珍贵的神器，说不定能起死回生。你在做什么？快放开我家老爷！温太医，你和你徒弟如此侮辱我爹的遗体，我要去皇上面前状告你们！老夫人，江大人，请给他一个机会。老将军活了，活过来了！人群中有人看见江泉醒来，剧烈的咳嗽着，顿时见了鬼一样，急切地叫了起来：“老爷，您可算是活过来了！爹，您没事了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！快倒杯水，老将军，您把药吃了。”你是谁？老爷，这是温太医的学徒，如果不是他救了您，我们恐怕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江泉怀疑地看着袁清寒，把药丸和水咽了下去。恭喜老将军，贺喜老将军！没想到温太医的徒弟真的能起死回生，我们甘拜下风。诸位同仁，咱们先出去吧，别打扰了老将军一家团聚。你不是什么学徒，说你到底是谁？清寒见过外祖父、外祖母，见过舅舅。你是清寒？老夫不是说了不见你吗？外祖父，我昨晚梦到母亲，她说你有危险，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你，所以我才自作主张让温太医带我来了将军府。舒儿他竟然给你托梦了，都是老身不好。如果当初我们不和他断绝关系，兴许他也不会过得这样凄惨。外祖母、母亲她是被袁侯和林氏设计害死，我已经把林氏送入大牢了，接下来只想让袁鹤也付出代价，让母亲安息。清寒，你说什么？你娘她不是意外火灾吗？要是袁鹤也故意设计……当初君千珏虽然查出了林氏的罪，并把人送入了大牢，可皇室为了保护瑞王的名声，还是把消息压了下来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袁清寒详细说了之后，江老夫人哭得不能自已。这袁鹤也和林氏实在是该死。瑞王妃，你出身袁侯府，袁鹤也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舍得把他绳之以法吗？外祖父，我来将军府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袁鹤也从没有把她当女儿，他自然也不会把她当作父亲。好，既然你有此决心，那就好。听说荣嫔和瑞王早已厌弃了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要死皮赖脸的在瑞王府吗？外祖父，是我要合理，他们一直拖着不肯。江老夫人很是喜欢袁清寒，虽然江泉的态度暂时有所保留，可跟袁清寒在对付袁侯府和萧承瑞的事情上达成了共识。袁清寒心中的大石放下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将军府。主子，已经调查过，林家人这次来京城是受人点拨，来给柳丞相和吏部送礼。柳家对明帝忠心耿耿，林家人跟他们扯上关系，一定要防备着。他和曹叔曾经在林家生活过很久，受了林南风不少苛责。如今林南风仗着他曾经收留过他和曹叔，就来摄政王府颐指气使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只是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也不想对林家下手，毕竟林家曾在危难之际帮过他和曹叔。王爷，
袁姑娘来了，正在大殿等您。韩冰，你亲自盯着林南风，他在京城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本王都要知道。如果敢对过往泄露半分，格杀勿论。您放心，属下心中有数。青青，君公子，今天是该针灸疗毒的日子。君千珏端坐着，等所有的银针都刺进他的体内，袁清寒才在一边坐下。君千珏深邃漆黑的眸子一直看着他，温柔深情。等半个时辰就能拔针了。君公子，我给你开的药，你可有认真喝？他真是得了失心疯啊！竟梦到君千珏是内晚的人，可他向来倒霉，怎么可能会那么幸运？自然，青青的嘱咐我怎敢不从？君千珏这是在干嘛？为何非要聊得他手足无措？青青，其实昨晚我想告诉你，却冷不防的被一道声音打断。千珏哥哥，嘿，我找了好一趟，原来你在这里。袁清寒心底有些失落，缓缓地站了起来。千珏哥哥，他是谁啊？君千珏眼底掠过被打扰的不耐。这是袁姑娘。瑶瑶，你和林伯父不是出去了？千珏哥哥，只有我和我爹，您又不在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了。袁姑娘，你是千珏哥哥的大夫，女大夫倒是不多见。袁大夫，我是林素瑶，千珏哥哥的青梅竹马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说到青梅竹马4个字，林素瑶眼底满是得意。林姑娘好。林素瑶，难道她就是君千珏曾说过的那位故人？怪不得她所住的地方叫素府。绵绵密密的痛从心底蔓延。瑶瑶，你先回去陪着林伯父，本王这里还有事情要跟袁姑娘说。不嘛，千珏哥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女大夫，正好看看袁姑娘是怎么给你治病啊。对了，千珏哥哥，你得了什么病？韩冰，送林姑娘回去。林姑娘，请吧，王爷在治病，不宜说话。林素瑶委屈地看着君千珏，可为了维持自己在君千珏心中的形象，林素瑶也没有强求，乖巧地转身出去了。青青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知为何，他似乎感觉到袁清寒心情低落。不过想想也是，他昨天才吻了袁清寒，今天就突然多出来一个年轻姑娘在摄政王府。如果是袁清寒如此对他，他恐怕也会忍不住多想。君公子说笑了，那位林姑娘就是您的故人吧？青青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她是旧相识，却不是故人。他当初所指的故人是他，只是现在林家人在，他身边危机四起，倘若被人怀疑了身份，不知道要引起多少祸事。此时他也不能跟袁清寒彻底坦白，怕祸起连累了他。原来是这样，本以为摄政王不近女色，现在看起来红颜知己也不少。摄政王，我先走了，您好生休息吧。眼底泪意已经绷不住，听到他声音里的颤意，君千珏只觉得心如同被人捅了一刀，快步追了出去。青青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袁清寒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纤细的背影清冷孤傲，带着几分倔强。他不敢回头，怕自己眼泪肆虐，他更不敢听君千珏解释，他没有那个身份，更没有那个资格让摄政王为他做出解释。王爷，袁姑娘这是怎么了？等处理完了林家的事情，本王亲自去给她赔礼道歉。属下明白了，袁姑娘误会了您和林姑娘的关系，对吧？王爷，现在看起来袁姑娘对您的感情恐怕比您想的要多呢。君千珏眼前一亮，旋即更心疼了。方才心急，他没想到这层，可既然青青也喜欢他，他就更不应该伤害他了。兰儿，这几天找找院子吧，我们从素府搬出去吧。搬出去？姑娘，我们不是才刚刚搬进来吗？想到素府的名字，再想到林素瑶，兰儿恍然大悟。啊，姑娘，我明白了，您若是想搬出去，奴婢明天一早就去找院子。袁清寒红着眼睛笑了笑。清寒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恨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跟我回家吧，以后我都听你的好不好？萧承瑞，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清寒，这里人多，你先跟我回家。你既知道人多，为何还要在这里闹？你和我之间没有家。清寒，我求求你了，跟我回去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说完，他撩起袍子，跪在了袁清寒面前。本王给你磕头赔罪，只求你能原谅我，跟我回去。清寒，跟我回家吧。瑞王殿下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还给瑞王妃跪下来？从前他不是很讨厌瑞王妃，喜欢袁若雪的吗？这消息太落后了，就听说瑞王妃因为瑞王宠妾灭妻，闹着要和离了。堂堂王爷跪在地上求女人，是千百年之间不见的奇事，百姓们纷纷来围观。萧承瑞，站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不，清寒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，跟我回去吧。这次我真的是真心悔过。萧承瑞，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过？大庭广众，这么多人，你这么闹有用吗？你可曾想过，皇上和荣嫔知道你跪我之后会如何对我？你可有一刻考虑过我的生死？清寒，父皇他们那边我会去解释的，只要你肯跟我回家，我以后什么都能答应你。我知道你对这个孩子诸多亏欠，即便你以后想留下他，我也不会再反对。到时候养在王府，绝对不会
短了他的吃喝。萧承瑞，你痴心妄想，碰我的孩子，你还不配。清寒，我知道了，之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你和孩子如何死的，也知道你为何如此恨我。萧承瑞，你说什么？这是不是代表着萧承瑞也看到了未来？难怪他幡然悔悟。可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是否也看到君千珏成了新帝？清寒，该知道的我都记住了。我之前就是被袁若雪那个贱人坑死的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袁清寒只觉得毛骨悚然。萧承瑞，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很多。清寒，你跟我回去，正好我也有一些事情要找你确定。最重要的呢？萧承瑞眉头紧蹙，正要开口。瑞王，原来您在这里，皇上和容嫔娘娘都很着急，请您立刻跟我们回去。你们回去吧，本王已经好了。让父皇他们不必挂心。瑞王，请不要为难我们，皇命不可违。清寒，有许多事情我记得不大清楚，如果你应该记得，不然你当初醒来之后也不会彻头彻尾的变了一个人。萧承瑞，你真是鬼迷心窍了，以后别再打扰我。等你身体好了之后，我们立刻和离，从此一刀两断，互不干涉。清寒，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又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，不要说气话。袁清寒气得眼前一黑，他深吸了口气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萧承瑞可有把我当夫妻过？你日夜宠爱的妻子不是袁若雪吗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对你来说是善莫大焉，对我来说却像是刚吃了苍蝇一般恶心。清寒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？萧承瑞，你既然答应了和离，那就老老实实的遵守承诺。兴许我还能敬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男人，高看你一眼。可你如果再死缠烂打，只会让我更恶心，更厌烦。瑞王妃说得好，狗马不吃回头草。我当年若是有这等勇气，恐怕现在也不会这么后悔。一个女人还怀着孕离开了瑞王，她怎么活？男人给你台阶下就得好好接着，还装什么大头蒜？将来嫁不出去了，有她哭的时候。我袁清寒就是要跟瑞王和离，将来即便我流落街头，即便我穷困潦倒，我也绝不会有后悔二字，更不会回头。瑞王，从前你也说过，宁愿死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当着满京城百姓的面答应和离。清寒，既然和离是你所愿，那本王今日就进宫求了和离圣旨，从此我们再不是夫妻，只是切莫后悔。萧承瑞，你说的可是实话？本王也不是那恬不知耻的男人，不会去做你的舔狗。那我就恭候佳音了。袁姑娘，本以为你只是个大夫，没想到你竟是瑞王妃，真是失敬失敬。林姑娘，真是巧了，竟在这里碰见你。唉，千珏哥哥给了我1000两银子，让我来京城随便买逛逛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到了瑞王妃要和瑞王和离。那摄政王对林姑娘可真好。旁边的兰儿轻咳了声，忍住笑。这林姑娘真是好笑，1000两银子也值得这样炫耀。他家姑娘搬到素府的时候，主子可是送了价值几万两的首饰珠宝，以及孤本药典和珍贵草药呢。那可不，千珏哥哥从小就疼我。林姑娘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下次再聊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话没有问你呢。瑞王妃，你为何要跟瑞王和离啊？这王妃之位，别人可求之不得呢。我们相看两厌，这才分开。林姑娘因何问这个？瑞王妃，袁姑娘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看你大着肚子离开了瑞王，又能去哪里呢？难道指望千珏哥哥养你一辈子不成？他可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的。等将来的妻子知道了你的存在，难免影响感情。多谢林姑娘提醒，等治好了摄政王的病，我一定会走得远远的。都是女人，林素瑶这是在暗暗敲打他。不过也无妨，他本来就是要离开的，他会一步步远离君千珏，不再给他造成任何困扰。袁姑娘，你可真是个聪明人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好姐妹了。林姑娘，别到处认姐妹，我的姐妹如今可是被做成了人质，泡在酒缸里，分明是千年的狐狸，还玩什么聊斋？好姐妹真是可笑。人质那是什么东西？袁清寒只凉凉地看着林素瑶，没有说话。林姑娘，这人质呢是刑法之一，就是把人的手掌与脚掌剁掉，关掉眼睛，割掉耳朵，用滚烫的铜水堵住，扔到茅坑里发臭发烂，或是泡到酒水里，生不如死。不可能，你们少吓唬我，我不会怕的。林姑娘又不是袁若雪那样虚伪恶毒的白莲花，自然没人会这样对你。袁姑娘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，告辞。说完，林素瑶急匆匆地跑掉了。就这，我还以为这林姑娘多凶狠大胆呢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林姑娘从小就和君公子认识，对她大概是很喜欢。她喜欢有什么用？得摄政王喜欢才行。姑娘，我倒是觉得摄政王喜欢您比喜欢他多了去了。兰儿，没眼的事不要乱说，对谁都不好。他和君千珏短短认识几个月的功夫，怎么能跟青梅竹马那种亲密相比？
他为何要欺负你？千珏哥哥，我撞见袁姑娘在大街上欺负瑞王殿下，就围观了一会儿，等她心情好些了才上去跟她说话。可是没想到袁姑娘辱骂我，说我是虚伪的白莲花，不让我再见您。她身边的丫鬟还说要把我做成人质。君千珏冷冷地望着他，菲薄坚毅的唇角扬起一抹冷笑。袁清寒竟能欺负萧承瑞了，不错，他很满意。不过欺负林素瑶嘛，不可能。瑶瑶，你受苦了。从今日起，本王会让寒冰跟在你身边保护你。千珏哥哥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袁清寒呢？千珏，你准备怎么收拾她？林伯父，袁姑娘现在还是瑞王妃，本王也不能擅自动她。所以瑶瑶的委屈就这么白受了。千珏，你现在可是摄政王，她一个即将被休弃的女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林伯父切莫激动，气大伤身，不如您先回院子里休息，等本王找到对策之后再处理此事。林南风还想再逼，却被林素瑶拉住了衣袖。爹，咱们先回去吧，不要为难千珏哥哥了，人家毕竟还是皇亲国戚，还掌握着千珏哥哥的生死呢。林南风沉了沉，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千珏哥哥，对不起，爹爹一直很疼我，怕我受委屈，才会这样激动的。君千珏眼神冷淡地看着他，声音冷沉的道：无妨，本王知道林伯父的性子。爹，千珏哥哥现在都是摄政王了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您对他也尊敬些。瑶瑶，如果不是当初我们一家收留了他，他恐怕早就投胎去了。我是他的长辈，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无论我怎么对他，都是应该的。爹，您不是还想让千珏哥哥给您个大官做做吗？我还想嫁给千珏哥哥呢，所以您就不要再添乱啦。你说的也对，若非他如今身居高位，怎么配得上你？父女两人相视一笑，格外默契。让人去守着听雨院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准林南风出门一步。那林姑娘呢？君千珏唇角扬起冰冷的笑，自然可以，好好盯着她就是。林南风出不去，必然会心急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林素瑶身上，到时候才方便看他们父女二人到底在搞什么把戏。至于林素瑶的话，他一个字也不信。青青，宣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瑞王又去纠缠你了，不放心，想过来看看。宣公子，我一切都好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过我正好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青青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兰儿，你去外面守着。宣公子，我想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疯子。你放心，无论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我永远都相信你。其实很久之前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一直都是哑巴，有孕之后被困在瑞王和袁若雪折磨致死，连带我的孩子也被残忍杀害。君千珏蹙眉看着他，心疼至极。别太担心，现在一切都好好的。除了关于我的之外，我还看到了别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这次南荣战场灵王受伤，我还看到了你以后会做皇帝。这等天大的机密被他知晓，不知道君千珏会不会杀了他。青青，只是个梦，做不得数。他身份特殊，将来必然要起事，只是袁清寒怎么会知道？袁清寒多知道一分，就会多一分危险。可能是梦吧，所以我从来不敢对任何人提及。郡公子，今天萧承瑞说他也做了这样的梦，我不知道他究竟看到了多少，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小心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袁清寒蹙眉点了点头，有些害怕地看着君千珏。你在害怕我？没有。君千珏上前一步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中。那你的心跳怎么这么快？郡公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不用怕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伤害你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有些事情我现在不方便告诉你，但是很快你会知道。青青，你去过将来的事一定不能跟任何人讲，否则会被人盯上，带来杀身之祸，明白吗？除了你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。对了，郡公子，我已经在托人找宅子了，等找到之后，我就带着兰儿搬走了。是不是林素瑶跟你说了什么？没有，郡公子，打扰多日，我也该搬出去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永远住在这里。至于林素瑶的话，你不必听半个字。真的不是因为林姑娘？他怎么觉得是？想了想，君千珏解释道：我不喜欢她。不知为何，他心底深处似有些小小的欢喜。这里叫做素府，不是因为她，而是因为悼念先父。我幼时蒙难，曾和曹叔在林家借住过几年，和林姑娘顶多只是兄妹之情，甚至连这点细微的兄妹之情都称不上。宣公子，您不必跟我说这些，我要搬走，跟林姑娘没什么关系。君千珏心底略微失落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也不多言，只是到时候这些事我依然跟着你，我怕瑞王他们会对你不利。那我就不推辞了，多谢郡公子。不过他也该趁早培养一些顺手的人了。
摄政王，曹叔说有事要见您。君千珏微微颔首，又叮嘱了袁清寒几句，才出去了。不知何时，君千珏的一举一动就足以让他欢喜生忧。你可真是会痴心妄想。王爷，蓝军那边的人飞鸽传书，说林南风曾经见过肃王的人。肃王虽是长子，可一直不如灵王瑞王得宠。他急着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，却也不该对本王下手。您这些年战功赫赫，功高震主，明帝表面倚重您，可心里恐怕早有防备。肃王也算是对症下药了。肃王是吧？那就拿他开刀好了。袁清寒，你确定要跟瑞王和离？宣读圣旨之后，就再无回头路了。皇上，清寒确定要和瑞王和离，请皇上成全。既然如此，朕成全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瑞王妃品行不端，面丑善妒，尖酸刻薄，不宜为皇家儿媳。今特赐瑞王妃和离。听着那满是针对性的圣旨，袁清寒俯首磕了个头，唇角满是讥讽的笑。多谢皇上皇后。不管皇室如何贬低他，从今天起，他和萧承瑞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那些贬低和辱骂根本不足以让他烦忧。袁清寒，如今朕顺应瑞王的心意，赐你和离圣旨，你也要按照之前的承诺，把瑞王彻底治好，否则朕绝对不放过你。皇上放心，清寒说话算话，如果皇上没有别的吩咐的话，清寒就先回去了。明帝微微颔首，虎眸危险地眯了眯，其间满是杀气。父皇，儿臣也先告辞了。等等，袁清寒，本宫还有话要跟你说。荣嫔娘娘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袁清寒，别以为离开瑞儿你能过得多好受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我将来过得好不好，就不劳烦荣嫔娘娘操心了。您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。我听说宁妃娘娘马上就要成为贵妃了，荣嫔娘娘，您也该努力恢复妃位，否则将来不是要永远被人压一头。抬手就要去打袁清寒。您做什么？瑞儿，你让开，让本宫打死这个小贱人。母嫔，您别忘了，儿子的性命还捏在他手中。荣嫔，这可是明銮宫，皇上还在里面休息，你若是再胡作非为，将来恐怕永无分身之日了。皇后娘娘，是臣妾的不是，您千万别告诉皇上。瑞王，袁清寒，如今你们二人虽然和离了，可也不要相互怨怼仇恨，只看将来走好脚下的路才是正切。儿臣谨记母后教诲。多谢皇后娘娘，清寒一定谨记在心。本王今天过来是要提醒你2件事情。那就快说完下去。关于梦的事情，我已经告诉父皇了，等灵王回来之后，便能验证真假。他精致漂亮的脸上毫无变化。瑞王跟我说这个做什么？见袁清寒神情没有任何变化。清寒，本王知道你也曾做过那个梦，你是不是知道那造反之人是谁？如果你及时把那造反之人是谁说出来，将来也能避免许多灾祸。袁清寒惊讶地望了他许久，忽然笑了。萧承瑞，你别真的是烧坏脑子了吧？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可能，袁清寒，你最好赶快告诉本房，否则等父皇逼问你的时候，可就不止这么简单了。萧承瑞，放开我！你我都已经和离了，你这是地痞无赖的行为。恕我，你可放开我家姑娘，不然我这匕首若是不小心伤了你，可就不好了。袁清寒，别不识好歹，本王都是为了你好。多谢瑞王好意，只是你我再无瓜葛，最好还是保持些距离，免得将来你的新王妃吃醋。5天之后，我会给你用最后一次药，到时候绝子药的毒性就彻底清除，我们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袁清寒，真的要这么无情？萧承瑞，你我之前本来也没有什么情分，该如何念？所有的情分都在那冰冷漆黑的绝望和无声的血泪中消失殆尽。他对萧承瑞只有恨，只有冷漠，谈何情分？袁清寒，你对本王无情，本王却对你还有一丝眷顾。关于那个梦的事情，本王已经告诉了父皇，你可以选择告诉本王真相，或是让父皇审问。说完，萧承瑞眼神阴鸷地看了袁清寒一眼，转身下了马车。摄政王这样偷偷摸摸地站在别人身后，岂是君子所为？瑞王，你和袁姑娘已经和离了，还上马车骚扰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君子所为吗？我们曾是夫妻，我们2人之间究竟如何，轮不到你来操心。君千珏，我听说你老家那边来的人，你却把他们关在府中不准出来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如果等本王查出了什么，再无你的翻身之日。瑞王，本王的事情不必你操心，你还是照顾好自己。萧承瑞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君公子，我正好要进宫，正好看到瑞王在为难你。多谢君公子，不过我已经没事了。恭喜你，终于能离开瑞王府。臣昨晚做了噩梦，梦到灵王受了重伤。摄政王，你看可有什么化解之法？皇上，臣又不是高僧道士，如何化解得了？而且只是一个梦而已，皇上不必多虑。明帝这是在试探他，也是在警告他。
袁姑娘，听说您和离了，真是恭喜了。袁清寒微微颔首，没理会他。君公子，今天该排毒了。千珏哥哥，袁姑娘怎么不理我？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啊？林姑娘，你我只有两面之缘，我喜不喜欢你又如何？你也根本不在乎是否喜欢你，你在乎的只是君公子是否爱护。我没说错吧？上次见面，林素瑶高高在上，耀武扬威，还试图给他下马威。可当着君千珏的面，林素瑶又成了这样柔弱可怜的小白花状态。只是可惜啊，林素瑶的手段还不及袁若雪的1/10。不是这样的，袁姐姐，我是真的想跟你做朋友。不过既然你不喜欢我，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。千珏哥哥，我先走了。林姑娘，上次本王就跟你说过，袁姑娘给本王治病的时候，不许任何人打扰，你自己非要来讨没趣，怪不了别人。千珏哥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喜欢袁姑娘，佩服她敢跟瑞王和离，所以才忍不住想过来跟她亲近。林素瑶心底到底在想什么？他们两个明明心知肚明，这些场面话只不过是说给君千珏听的罢了。男人最吃这一套，萧承瑞就是如此。至于君千珏嘛，林姑娘，这里是摄政王府，如果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，就老老实实的守规矩。如果下次再敢打扰本王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青青，开始吧。瑶瑶，怎么了？谁得罪你了？爷，袁清寒那个狐狸精，恐怕早就勾引上千珏哥哥了，跟瑞王和离，说不定也是为了攀上千珏哥哥这棵大树。瑶瑶，不能吧？君千珏可是一人之下，怎么看得上别人的气氛？爷，你是男人，应该比我更清楚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千珏哥哥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女人，兴许就是着了袁清寒那个贱人的道才会如此。至于事情究竟如何，只要一问瑞王便知道了。那寒冰说为夫如今不宜出门，瑶瑶，过几日就是太后寿辰，到时候让君千珏带你同去，你也都认识认识皇族子弟，看看是否有更好的选择。不要别人，只要千珏哥哥。先不说千珏哥哥他必成大器，单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哪里就比不上袁清寒了。在爹眼中，我女儿是天下第一美人，无人能跟你相比。林素瑶得了夸奖，骄傲地扬起了头。君公子，林姑娘不是你的青梅竹马吗？你对她怎么那么严厉啊？严厉吗？那是你没见过在林家时候他们父女是如何对我的。如今见我有了名利地位，他们就奔赴而来，所求是什么，自然不言而喻。青青，你永远不必怕他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让他欺负你。君千珏竟完全不吃林素瑶那一套。怎么了？傻了？见袁清寒惊讶地张着小嘴儿，目瞪口呆地望着他。青青，你以后会相信我的。王爷，南边。看见袁清寒也在，袁清寒下意识地站起来想离开。不必，有什么消息直接说吧。君千珏的手虽只是碰了他一瞬，却也足以让袁清寒面红耳赤，心跳加速，眼尾染上红霞。君千珏喉结动了动，眼神晦暗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寒冰向来眼尖，自然看到了君千珏和袁清寒之间的小动作，低头偷笑一下。王爷，南边传来消息，说灵王在战场上受伤了。怎么伤的？信上没说，你先下去吧。青青，你可知道灵王如何受的伤？应该是其中有人想要灵王的性命，至于是谁，我不太清楚。梦里，灵王带兵攻打南荣，本应凯旋，可胜利的时候才出了差错，回来之后又闹了很大一阵子。明帝大怒，把所有的皇子王爷都细查了一遍，最后却不了了之。本王知道了。君公子，你是想……这是对付瑞王的最好机会，等他受挫，就再无翻身之日了。可瑞王知晓很多未来的事，等明帝反应过来之后，就麻烦了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我都会处理好的。主子，瑞王府送了2具尸体去乱葬岗，一具是袁若雪，另外一具是她的贴身丫鬟。本就是废人，死就死了。主子，在袁若雪死之前，袁侯和瑞王达成协议，要联手对付您和袁姑娘。那他们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这袁侯倒是真的冷酷无情，连自己的女儿也不在乎。瑞王和侯府想联手也没那么容易，也是时候让袁鹤乙付出代价。王爷放心，属下明日就去安排。丞相府，不好了，三姐头顶了。月白，你这是为何？若是不想嫁摄政王，跟爹说就是了，为何要自尽呢？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，女子眼底划过震惊，她分明把自己溺死了。这时，月白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连忙吩咐人，快把小姐带回宁双院。月白，有月白。袁若雪眼神迷茫，看着面前有些熟悉的中年男人。丞相大人，你是爹？月白，你这是糊涂了吗？怎么连爹都不认识了？青青，君公子，你还有什么需要吗？今日我噩梦越来越多了，尤其是独处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着我？袁清寒瞪大了眼睛，这不太好吧？
我也知道孤男寡女不好，可青青你不是大夫吗？大夫眼里不是没有男女之分吗？袁清寒心跳加速不少，咬唇思考片刻，只能点了点头。医者眼中确实不该有男女之分，如果他紧张地避开了君千珏，岂不是更加暴露自己的心思？君千珏弯起唇角，他合衣泡在浴桶里，头仰在边缘，露出线条分明的棱角。袁清寒偷偷看他一眼，有些口干舌燥，氤氲的热气让他脸上滚烫，耳根都跟着红了起来。青青，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想不想看看我的脸啊？袁清寒心跳更快，紧张地看着他。可以吗？他确实知道君千珏是谁，即便不知道他的过去，也知道他的将来。你离我近些，若是想看，就自己拿下面具。袁清寒狠了狠心，把面具摘了下来，顿时愣住了。可还符合你的想象？袁清寒的脸色更红了几分。君公子，我确实没想到。前世他只知道君千珏杀伐乱，狠心暴虐，可没想到那狰狞威严的阎罗面具下，竟藏着这样一张俊美的让人心神震荡的脸。青青，你可还满意吗？这等撩拨让袁清寒手足无措，心底显然是很满意的，可他只能咬唇道：君公子，您无论长成什么样子，都不妨碍您的英名。你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看到我真面目的人，所以青青要对我负责。不知为何，看着如此茫然羞涩的袁清寒，君千珏起了玩心。怎么怕了？君公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你是不愿对我负责了？他尝试着要远离袁清寒，他也努力了，可天知道，仅仅是这个想法就让他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。君公子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君千珏相貌俊美，可看起来竟和明帝有几分相似。我知道，青青，等我。王爷，林老爷说云姑娘发了高热，得知袁姑娘在咱们府上，想让袁姑娘去救治。这点小事随便找个大夫去治疗就行，也值得来打扰本王。明明要到手的青青又远离他了。属下知道了，早跟你说了，王爷他不会在乎林素瑶的死活的。陈峰这小子不信，非要他去请示。王爷进去的时间不短，该出来了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容易出事啊。王爷中的毒很是严重，要遇针灸，哪样不花时间？怎么每次王爷接近袁姑娘，你都紧张吃醋？别胡说，我是在担心王爷不小心被人利用，从此陷入困境。利用？袁姑娘可不是那样的人，王爷听到你胡说，一定会生气。袁清寒，外面的传言果然不假，你日夜往来于摄政王府，究竟知不知道廉耻？瑞王真是记吃不记打，竟又来我摄政王府闹事。君千珏竟然敢对本王王妃动心思，你的名声不要了吗？传出去之后，朝臣和百姓们会如何看你？瑞王自重，你我之间已经和离，早已没了任何瓜葛。袁清寒，即便和离，你也是本王的女人，即便本王不要你，绝不允许跟其他男人有任何关系。萧承瑞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另外，你记住，不是你不要我，是我要跟你和离。至于我现在如何，以后如何，都不配多嘴半句。君千珏冷冷的上前，挡在了袁清寒身前。君千珏，让开！本王和清寒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插手。瑞王，本王最看不起你这样的男人，在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失去了还要纠缠，关你何事？让开！君千珏立刻反击，一脚把萧承瑞踹下台阶。萧承瑞狼狈至极的倒在地上，气得几乎要发疯。君千珏这么嚣张，明天我必然禀报父皇。也好，正好本王明日也要去见皇上。高长青护送袁姑娘回去，若是再有不长眼的人敢阻拦纠缠，格杀勿论。得命！哈哈哈，袁姑娘，俺送你回去。要是哪个不要脸的臭流氓再敢纠缠你，那就打断他的狗腿。多谢高大哥。袁清寒心头稍安，可又有些担心的看向君千珏。萧承瑞究竟是王爷，君千珏就这样打了他，明天在明帝面前恐怕不好分辨。君千珏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示意袁清寒安心。袁清寒咬了咬唇，带着兰儿上了马车。格杀勿论。君千珏这个摄政王真的敢动本王吗？敢不敢？你试试就知道。说完，君千珏冷冷地回了摄政王府。萧承瑞望着远去的马车，却没敢去追。他不敢挑衅君千珏，也畏惧高长青那个莽夫。如果他再去纠缠袁清寒，真的被人一刀杀了，摄政王府的人只说天黑没看清，当作贼人杀了，明帝恐怕一时之间也拿他们没办法。即便摄政王府真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可他萧承瑞却死了，不值啊。父皇，君千珏私自关押云侯，还当众殴打儿臣，请父皇做主。摄政王瑞王所说可是实情？皇上，瑞王所言确是实情。摄政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朕把权力交给你，是让你帮朕分忧，不是让你滥用私权，欺辱皇室。明帝阴沉的虎眸中掠过丝丝兴奋。多年来，他从不敢对君千珏这个摄政王说过重话，可今天，既然君千珏自己都承认了这2项罪名，他便是要自讨苦吃。父皇，以儿臣看来，摄政王是得意忘形了。如今军中一片哗然，都在为云侯抱不平。父皇不如好好处置，收回他手中权力，警醒一番。摄政王，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皇上，臣所做一切都是为了皇上，为了大宁。如果皇上要责罚，臣无话可说。如何为了朕？君千珏手握军权，早已不是简单一道圣旨就能收回的了。如今边关战乱甚多，明帝更不敢随便对他动手。皇上，云侯这些年收受贿赂，私自挪用不少军饷，都登记在册。昨日审问之后，云侯也都招供。皇上明鉴，我家王爷可是一心一意为了朝堂和大宁啊！看着那厚厚的账本以及盖上了鲜红手印的认罪书，父皇，摄政王一天一醒就让元侯认，手段必然残暴，说不定是屈打成招，请父皇细查。瑞王向来跟元侯走得近，不知可有涉及其中。君千珏，你竟敢诬陷本王！是否诬陷，瑞王心中应该有数。瑞王杀了元侯最疼爱的女儿袁若许，元侯都不曾计较，其中若无权钱交易，谁信？萧承瑞心理防线瞬间崩塌。君千珏，胡言乱语，可有证据？皇上，元侯已经亲口承认了，就在认罪书里。瑞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允诺云侯登基之后的事儿！萧承瑞浑身一震，绝望地跪在地上。父皇明鉴，儿臣绝无此话。明帝气急反笑，望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，心中失望至极。老镇国侯昔日战功赫赫，如今在军中也尚有余威，不如留元赫也一条性命。既然是摄政王调查的此事，就还交还给你处理。君千珏哪里是在问他，分明是在通知他。多谢皇上信任，臣一定处置好，为皇上分忧。瑞王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臣就不管了。父皇，儿臣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看你早有此心。瑞王，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父皇，儿臣真的冤枉。君千珏为了在军中排除异己，才陷害儿臣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。瑞王，朕会收回你手中权力，你也该好好反思反思。皇上，灵王殿下凯旋回京，可灵王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如今已经送回灵王府了。立刻让太医们去救治。寿康宫，太后，那元赫也罪孽深重，虐杀淑儿，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当年哀家就是看在和你的情分上，才让瑞王和袁清寒定了那场婚事。可袁清寒如今和离，闹得整个皇室都没有颜面。说真的，你如果想让哀家判袁赫也和江疏和离，就必须让袁清寒认罪。是萧承瑞勾结袁若雪，亲自给我下毒，想要看我出丑，这如何是我和腹中孩子的罪过？贱人，你果然承认了。来人，把袁清寒给哀家拖出去，乱棍打掉野种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放？谁敢？袁清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跑到哀家的寿康宫发号施令了！太后，不是我要挑衅你，实在是您不讲道理。这孩子是被袁若雪和瑞王设计才有的，我们母子俩都是受害者。太后若是生气，想要讨个公平，该去惩罚瑞王和袁若雪，而不是欺辱我。善良之辈反而被害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？太后，清寒这孩子从小哑巴，一直不知怎么说话，激动之下冲撞了太后，老身代他给您赔罪。太后，此事将军府也曾调查过，确实不是清寒的错，希望您可以高抬贵手，放过他和孩子。来人，把江老夫人送回府去。哀家今天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太后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清寒，快给太后磕头认错。外祖母，您回去吧，我没有错，自然也不会认错，倒是有几分骨气，只是不知在棍棒之下，你是否还能如此嘴硬？快把人拖出去打死！太后饶命！太后饶命！袁清寒，哀家不管你是不是受害者，你让皇室颜面扫地，就是罪不可恕，即便万死也难辞其咎。袁清寒手中药粉也在顷刻之间散开，侍卫们瞬间咳嗽着栽倒在地。太后离得远，吸入少一些，却也跌坐在椅子上起不来。袁清寒死定了，哀家就是倾尽大宁之力也要杀了你。看来太后是很恨我，那我只好……手中捏着一
颗药丸能让人精神错乱、疯疯癫癫，这是他之前准备给荣嫔用的，没想到倒要让太后这个老东西先尝尝了。你这个毒女，你想干什么？袁清寒，你想干什么？难道他真的要刺杀太后？袁清寒没理会他，继续往前。袁清寒，皇上正在到处找你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皇后娘娘，太后她老人家疯了，我正准备给她治治脑子。皇后，快，袁清寒这个贱人拖出去杀了！太后，不知袁清寒哪里得罪了你？皇后留着袁清寒还有大用，袁清寒死了，重伤的灵王兴许就真的没救了。他让皇室颜面扫地，不尊哀家，还敢那样欺辱瑞王。瑞王如今被皇上嫌弃，将来还如何继位？皇后深吸了口气，瞳孔紧缩地看着袁清寒，紧紧捏住了手指。袁清寒，太后确实是有些疯癫，既然你在这里，不如就好好给太后治一治，如何？让萧承瑞继位怎么可能？太后有把她这个皇后把她的儿子灵王放在眼里吗？皇后娘娘，太后疯了，这些人呢？怎么办？寿康宫过来了刺客，侍卫们宫女们都被杀了，太后她老人家活活被吓疯了，真是可悲可叹啊！皇后眼神平静地扫过那些侍卫宫女，袁清寒满意地笑了笑，朝着太后走去。你们两个贱人，竟敢想谋害哀家，好大的狗胆！太后，臣妾多年来都敬重您，奉您如亲生母亲，可您呢，从来都没有把臣妾和灵王放在眼中，甚至纵容嫔那个贱人忤逆臣妾。今儿灵儿有难，臣妾不得不请您好好歇着了。您放心，今日过后，臣妾一定让您颐享天年。袁清寒，放过哀家，哀家承诺以后再也不会动你，让你尊享荣华富贵。袁清寒把那颗药丸塞到他口中。太后娘娘，方才您还无比凶狠的要我的性命呢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再次反悔？袁清寒，你的药确定管用吧？皇后放心，此事事关我的性命，我比您重视得多。果然看见太后双眼迷茫，已经疯癫了起来。袁清寒，本宫听说江老夫人今天也来了这里。皇后放心，外祖母早就晕过去了。寿康宫发生了什么，只有皇后娘娘说了算。江公公，送袁清寒和江老夫人出宫，记得躲过众人耳目。这里本宫来善后。奴才遵命。多谢皇后娘娘。灵王受了重伤，太医院束手无策。袁清寒，本宫希望你能记住本宫的恩情，让灵王复如初。清寒一定竭尽全力。摄政王，人都已经走了，可以进来了。恭喜皇后娘娘，从此以后成为后宫之主。摄政王，本宫按照你的要求救下了袁清寒，可你也得履行承诺，帮本宫和灵王。本王向来言出必行。来人，快来人呐！抓刺客！大批侍卫冲到了寿康宫，皇后随便指了个方向，一个黑衣刺客刺杀太后，正巧被本宫撞见，快去追！明帝也匆匆而来，皇后看见他，眼中顿时溢满了泪水。皇上，臣妾无能，没能保护好太后。究竟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妾听说灵王受伤，就来太后宫里，想让袁清寒去给灵王治伤，可没想到江老夫人和袁清寒已经离开，寿康宫里却是血腥一片。那刺客还想伤害臣妾，臣妾立刻呼救，那刺客听见动静，惊吓而走。封锁京城，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去。清寒，你没事吧？太后她怎么肯放过你？外祖母，宫里去了刺客，杀光了所有侍卫宫女，太后被吓傻了，我就带您逃了出来。您可不能对外乱说，否则皇上必然要怀疑我和将军府了。清寒，该不会是你做的吧？外祖母，我哪里有那样的本事？太后疯了也是好事。太后在寿康宫为难你的事情，只能烂在肚子里，谁也不许说，知道了吗？皇室欺压将军府多年，当年还过河拆桥，怕将军府声望过高，威胁皇室，甚至暗中下毒，损害江泉、江敏的身体，让江泉多年生病，江敏也无法习武，只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这仇恨，将军府始终无法得报。今天宫里来了刺客，兴许就是上天对皇室的惩罚。外祖母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江老夫人信任他，冒死维护他，兴许这就是家人吧。只是从来温和善良的皇后，竟能在顷刻之间做下那样的决定，显然不是善茬，将来免不了要跟皇后周旋了。灵王府，袁清寒，你来做什么？
皇后娘娘，请我来给灵王殿下治病。二哥的情况很是棘手，你为何非要掺和其中？袁清寒不耐烦地绕过他，提着药箱往大殿里走去。萧承瑞追了过来。袁清寒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君千珏的？袁清寒震惊至极，看着眼前这个胡搅蛮缠的男人。萧承瑞，你疯了！你离开本王，不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吗？如果你腹中孩子不是他的，他为何那么照顾你们？他已经让人细查过府中所有人，始终没有查到那晚进入清寒院之人。萧承瑞，不管这孩子是谁的，都不会是你的，这是我的孩子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搅我们。袁清寒，你别对我这么冷淡，你心里明明有我，为何总是冷冰冰的？一把凌厉的匕首朝着萧承瑞袭去，萧承瑞瞳孔震动，惊得连忙退开两步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萧承瑞，你在我心里连条狗都不如。赤裸裸的羞辱，冷冰冰的厌恶，萧承瑞浑身如坠冰窟，紧紧地握住拳头。袁清寒，你以为君千珏真的喜欢你？他只是利用你对付本王，对付皇室。袁清寒凤眸里闪过凌厉，冷冷地看他一眼，转身进了屋子。萧承瑞气得脸色铁青，胸口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袁清寒鬼迷心窍，被君千珏的花言巧语骗走来对付他，不行，必须要让袁清寒回头，让袁清寒看到君千珏的真面目。住手！袁姑娘，怎么了？药里被人下了毒，这药可是我亲自去抓，亲自熬的，究竟是谁这么无耻？这分明是铁了心的要害死灵王。默默别声张。袁清寒把那碗药倒进了旁边的君子兰里，君子兰肉眼可见的枯萎下去。清河嬷嬷震惊至极，眼珠子险些掉出来。默默，让无关人等都回去吧，人多容易出错，不利于保护灵王。袁清寒深吸了口气，把一颗解毒丹塞进了灵王口中。清河嬷嬷冷静下来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各位王爷皇子，时候不早了，都请回吧。灵王殿下这边，奴婢自会好好照顾。袁姑娘，您怀疑下毒之人在外面？我此举只是以防万一。他可不敢说是这群皇室子弟给灵王下了毒。温宁却意会了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袁姑娘，温太医，王爷这边就交给你们了，奴婢得回去一趟。萧承瑞也曾看过前世，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是谁给灵王下了毒。如果知道，他为何不说？还是说萧承瑞在憋着什么坏心思？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袁姑娘仔细检查过伤口，确定王爷受伤在中毒之后，是身边之人下了毒，想要害死王爷。皇上皇后，袁姑娘已经尽力在救灵王了，奴婢熬药的时候也千万小心，可还是被人下了毒。如果不是袁姑娘敏锐，奴婢恐怕万死难辞其咎。这些人竟把手都伸进灵王府了。皇上，灵儿虽然没有什么天赋，可这次出征南柔也是为了大宁，您可不能不管此事啊。皇后放心，朕已经让人去调查了，一定会给灵王一个公道。短短一天功夫就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如果说我没人筹谋，必是不可能的。今天去灵王府的都有谁？回皇上的话，肃王、莫王、瑞王以及九皇子都去了，必不可能是小九儿，其他几个都要细查。皇上，臣妾记得当初瑞王最是想去南柔，而且他之前也说过灵王会受伤濒死，您说会不会是他？皇后，如今还没有证据，不可胡说。送走了冥帝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是要对付瑞王了？不是本宫要对付他，是他不知好歹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至于本宫，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在寿康宫的时候，君千珏曾提醒过他，这是对付萧承瑞的最好时机。他不是傻子，自然不会错过。父皇，儿臣有正事要向您禀报。儿臣回去之后细想许久，应该是知道谁给灵王下的毒了。哦，是谁？父皇，是大哥。大哥不甘自己庶出，想要害死二哥，将来好夺取太子之位。瑞王，你确定？父皇，这是儿臣梦中所见。前世您确实为了二哥受伤中毒之事，惩罚了大哥。冥帝冷冷地笑了下，眼底风云变幻。皇上，袁清寒来了，让他进来。见过皇上。袁清寒，灵王伤势如何了？你今天都在灵王府，可曾发现是谁下的毒？皇上，清寒只会治病救人，不懂得抓凶手判案。可瑞王却说是摄政王让人下的毒。萧承瑞愣了瞬间，心情复杂地低下了头。他说的明明是肃王，冥帝这是要干什么？摄政王，他为何要给灵王下毒？袁清寒，你觉得摄政王为何下毒？皇上，清寒觉得此事不是摄政王所为。萧承瑞眼神沉了沉。父皇，袁清寒，瑞王说你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是真是假？皇上，只是庄周一梦，当
不得志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是谁给灵王下了毒？如果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一定要了你的小命。皇上，清寒说了，你也不会信，还会多一个理由杀我。袁清寒本确实想杀你，可不是现在。皇上，我记得梦中想要害死灵王的是瑞王。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本王什么时候要杀二哥了？瑞王，梦里我被你和袁若雪折磨致死，如果不是我，九皇子也险些死在你府中。若非你杀心太重，我怎么会拼死也要离开你？皇上，瑞王因为没去成南柔，担心灵王回来之后成为太子，才如此冒险。萧承瑞情绪不定，最是容易被激怒。如果他在御书房失态，更能引起明帝的怀疑，到时候自然就能洗刷君千珏的嫌疑。袁清寒，再敢放肆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皇上救命啊！瑞王要杀我！瑞王，你竟敢在御书房生事，眼里还有没有朕？父皇，袁清寒跟儿臣有私怨，他说的话做不得说。事情真相究竟如何，朕自然会让人调查清楚。可在此之前，朕不许你再进灵王府一步。袁清寒依然在哽咽，心中却冷笑。明帝对瑞王如此愤怒，显然不是因为他简单几句话，恐怕明帝早就对瑞王起了疑心，这该是皇后的功劳。父皇，儿臣真的冤枉。袁清寒，你对未来还记得什么？只管尽数告诉朕，如果将来真的实现了，朕会重重的赏赐你。皇上，清寒一直被瑞王和袁若雪囚禁在清寒院里，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。不过我记得7号的九公主快要来了，她好像是嫁给了莫王。至于其他的，清寒就不知道了。明帝显然已经知道了，他看过未来的事情，如果不吐出一些东西，明帝恐怕不相信。瑞王，你可看到了这件事？父皇，袁清寒说的不假。明帝唇角扬起阴冷的笑。萧承瑞，你想干什么？袁清寒，本王对你这么好，处处为你着想，你竟如此对我。萧承瑞，你要是杀了我，皇上必然会对你心生疑心，到时候你就永远也当不上太子了。袁清寒，你还敢威胁本王？这不是威胁，而是事实。你杀了我，证明你心里有鬼，明帝岂会相信你？皇后和肃王、莫王也会趁机落井下石，让你永无翻身之地。你少说这些话来糊弄本王。袁清寒，你为何要陷害我？自然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？你把本王当傻子不成？也是为了给你个教训，让你不要再打扰我。只要你答应不再纠缠我和孩子，我能帮助你登上皇位。袁清寒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我知道害得你被乱箭射死的人是谁。谁？萧承瑞，等我心情好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可如果你再敢威胁我，我一定会让你永远都活在恐惧之中。袁清寒，本王对你一直不错，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我。萧承瑞，现在你也知道被误会、被陷害的滋味了，我只不过是让你感受一下而已。袁清寒恨他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皇上让我把知道的事情都写下来，必然也让你写了。萧承瑞，你要是想做太子，就按照我说的去办。萧承瑞脸色阴沉的离开了袁清寒的马车。灵王情况如何？三弟妹，宫里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如今灵王命悬一线，还需要我救助呢。袁姑娘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，如果这次你治好了我家王爷，将来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，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灵王妃端庄大度，知书达理，我倒是希望能跟灵王妃交个朋友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人。灵王妃，皇上召唤我进宫，是为了调查谁给灵王下了毒。谁？袁清寒压低声音说了几句，灵王妃果然脸色大变。灵王妃，你先别生气，现在声张也无济于事，不如暂且忍下，待时机成熟。袁姑娘，你说的对，我听你的。只是此事事关重大，难道父皇真的不管吗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皇上未必肯重罚，只能安下心来，等待时机。灵王妃连连点头，只是看着昏迷不醒的灵王，心中越发委屈，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往下掉。皇上，袁清寒回去的路上并无任何人找，只有瑞王殿下潜入了他的马车。他都干了什么？难道这小子还想杀人灭口不成？属下倒是看到了瑞王手中握着匕首，还威胁了马夫。不过袁清寒安然无恙，已经去了灵王府了。真没想到，朕竟然养了这么一个好儿子。袁清寒说下毒之人是萧承瑞，他心中本存了7分怀疑，可萧承瑞竟想要杀人灭口，他倒是信了5分了。再加上之前君千珏曾说过，提前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必是主谋，明帝心底更加怀疑了。主子，你猜测的果然没错，明帝一直让人跟着袁姑娘。她没事吧？袁姑娘很是聪明，和明帝瑞王周旋了许久，只是似乎惹怒了瑞王，瑞王险些伤害了他。是时候把那颗棋子放出去了。灵王受伤中毒，他这个位高权重的外臣必然会被明帝怀疑。为了自己和袁清寒不被怀疑，他今天并没有去找袁清寒，只让武功高强的暗影在暗处保护。只是没想到萧承瑞竟然发了狂。主子果然有先见之明，当初让我们留下了那人性命。君千珏冷漠地笑了笑，一个黑影无声地走了进来，对着卧病在床的灵王举起手中匕首。来人，有刺客！救命啊！有人想要杀王爷！那黑衣人朝着灵王妃扬起了手中匕首。住手！
林王妃惊慌之下跌了一跤，杀！袁清寒连忙上前护住了他，大批侍卫也蜂拥而入，包围了那黑衣人。麻醉剂很快起了作用，黑衣人眼前逐渐迷茫，晕倒在地。快把刺客绑起来！随后又去查看林王妃的伤势。袁姑娘，我不会死吧？林王妃，你会没事的，有我在，死不了。王妃已经查出那刺客身份了，竟还是熟人。听到刺客二字，林王妃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是谁？立刻把人带过来。袁姑娘，您看看，此人你应该也认识。岳海，此人是萧承瑞身边的暗卫，平常不怎么出来。前世的时候，他几次逃走，都被岳山岳海抓了回来。后来才知道，岳海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的动静。这辈子他细细地查过岳海，却始终没见过他的踪影。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里碰上了。如此说来，是瑞王府的人。王妃，瑞王竟然派暗卫来刺杀王爷，王爷受伤中毒之事，说不定也是瑞王府所为。早知道老三不是个东西，今天还装模作样来看王爷，说不定汤药里的毒也是他让人下的。萧承瑞被怀疑，他自然是喜闻乐见，只是这岳海消失了许久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要刺杀灵王？前世的时候他可没有听过有这回事儿。袁姑娘，你怎么看？林王妃，我从前虽和萧承瑞是夫妻，可离开他正是因为他阴谋算计。今天的事情，如果说是他在背后主使，我也并不诧异。林王妃更生气了。袁姑娘，王爷这里就交给你照顾，我要进宫一趟，状告瑞王。瑞王府这么过分，是不该再忍。不过林王妃，您应该先去找皇后娘娘商量一下对策。儿臣见过父皇母后，见过母嫔。二嫂，二哥怎么样了？老三，你还敢问我家王爷如何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二嫂，我对天发誓，昨天的毒真的不是我下的。我昨天一直都跟大哥和袁清寒在一起，哪里有机会去下毒？即便毒不是你下的，可昨晚的刺客也是你派来的。瑞王，你可是我们家王爷的亲兄弟啊，他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何要如此害他？昨晚灵王府还遭了刺客，你还装不知道？瑞王真是好演技，太后寿宴上，你若是不去唱一台大戏，恐怕都是缺憾。母后，你也怀疑儿臣？皇后娘娘，瑞儿和灵王关系向来很好的，怎么可能会派刺客杀他？那岳海必定是受人指使来陷害瑞王的。父皇母后，岳海已经消失了很久，他跟我瑞王府早已没了关系。瑞王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岳海是你瑞王府的人，出了事情你就一推两知。来人，把岳海带上来，让他自己说到底是谁指使他去刺杀灵王的。岳海，你还不肯招吗？岳海，这么多天来你去哪儿了？为何要去刺杀灵王？他紧紧地皱着眉，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。王爷，不是您让属下去的吗？萧承瑞的眼睛瞬间瞪得跟鸡蛋一样，愤怒地起身，重重踹了岳海一脚。胡言乱语！本王何时让你去刺杀灵王了？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？岳海跪在地上，神色痛苦地喃喃自语：王爷，属下对您忠心耿耿，是您让属下去执行任务。拼命回忆着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可无论他怎么努力，大脑里都是一片空白。萧承瑞气得汗毛竖立，他抬头看向目光冰冷的明帝皇后，深深地觉得自己似乎深陷在阴谋之中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没让岳海去行刺，岳海消失了很久，必然是换了新主子。瑞王，人证物证都在，还想狡辩？看来朕对你的惩罚轻了。萧承瑞急得一头是汗，只觉得有口难辩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是冤枉的，父王给儿臣3天时间，儿臣一定把真相给查出来。真相？瑞王所谓的真相，该不会是随便找个替罪羊吧？父皇，您今天如果不严惩瑞王，将来诸位王爷皇子有样学样，朝廷必将大乱呢。灵王妃，这明明就是陷害，你怎么能这样诬陷瑞王？事情真相到底如何，可不是龙嫔说了算。父皇那么英明，心中自有决断。父皇，请给儿臣一些时间。来人，瑞王监管不力，把瑞王拖出去，重则50大板。至于这刺客，拖出去杖毙。萧承瑞跌坐在地上，浑身冰凉，如同那年掉进了寒潭，即将淹死般无助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寒冰说你不舒服了，是不是又毒发了？没，只是想见你。他惊讶错愕地抬头，红霞渐渐爬上了脸颊。昨晚没有休息好，我让人准备了房间，要不要睡会？君公子，昨晚的刺客，君千珏没有否认。那你是何时开始布局的？从他去清寒院监视你的第2天。岳海一直都在清寒院，君公子，你派人监视我。如果君千珏没让人盯着他的话，他怎么会知道岳海也在？青青，我派了暗卫去保护你，
你，是为了你的安全。青青，对不起，我没经过你的允许，可我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保护你和孩子。袁清寒心情复杂的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安莹，出来。袁姑娘，这些天都是属下在您身边。多谢。门外，兰儿有些难受，她也是摄政王府的人。姑娘，其实奴婢也是摄政王府的人。抬头看了君千珏一眼，又诚恳看向袁清寒。不过姑娘放心，奴婢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您的事，在奴婢心里，您才是我的主子。袁清寒无语，这下他真的伤心了。兰儿竟也是君千珏的人。你们两个出去吧。青青，当时情况紧急，瑞王府的人出去买丫鬟。安颖听到管家和袁若雪的人商议如何利用那些人对付你，我只好把兰儿塞了进去。我不怪你，还应该感谢你。兰儿确实帮了我许多，可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在你的羽翼之下，如果没有你，兴许我不能那么早的离开瑞王府。帮你也是帮我自己。青青，你真的没生气？袁清寒目光逐渐坚定，摇了摇头。君千珏跟萧承瑞不同，是在帮他，他只是深刻的意识到，他重生一世依然是孑然一身，没有任何势力背景罢了。君公子，我已经找好宅子了，等给灵王治好病之后就会搬出去。君千珏沉默了一下，好。袁清寒点了点头，行礼告辞。君千珏没有挽留，只看着他的背影，微微叹了口气。王爷，林姑娘带着药材和礼物要去瑞王府，由她去吧。如果瑞王肯上钩，倒是能让本王轻松些。林南风如今带着林素瑶在摄政王府常住，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。王爷，林家妇女可不是这样想，他们想一边吊着您，一边勾着瑞王。这算盘打的呀，满京城都听到了。他们真这么说？韩冰看笑话似的，添油加醋。属下哪里敢骗你？果然是给了他们太多脸。王爷，您想怎么做？把林氏妇女赶出去，属下遵命，这就去准备。不急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让萧承瑞再也甩不开他们。袁清寒，你没想到本王也在这里。确实没想到，瑞王，你挨了板子，不在府里好好养伤，跑出来私会女子，不太好吧？袁姐姐，我和瑞王在这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才不是什么私会。你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和你一样，嫁了人，怀着别人的野种，还勾着一个处处帮你？林素瑶年纪虽小，说话却很毒。林姑娘，我怀了谁的孩子？又勾着谁？你今天如果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袁清寒，你私下跟谁勾的？我怎么知道？还是说你经历的男人太多，竟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忘了？还真有可能。荣嫔娘娘早就放出话来，说袁清寒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瑞王的，否则她怎么会那样讨厌袁清寒？袁清寒不守妇道，如今还敢再如此的明目张胆，世道真是变了。袁清寒，你所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瑞王也可以作证。瑞王殿下，您看这个恶毒的女人多嚣张！光天化日之下打人，袁清寒，你可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放肆吗？他一嘴胡言秽语，教训教训他怎么了？还是说瑞王你心疼了？林姑娘，你这点招数我见得多了，都是袁若雪玩剩下，只是可惜你容貌不及她，手段更是相差甚远。袁姐姐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先前用人质威胁我，现在又提起袁若雪、瑞王、七皇子，如果有一天瑶瑶不幸遇难，你们一定要替我做主，一定是袁清寒害了我。凤无邪负手而立，站在一边看热闹许久。错了，林姑娘，如果有一天你遇难，一定是贱死的。林素瑶娇躯一震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凤无邪。袁清寒扑哧一笑，没想到这凤无邪倒是有点意思。七皇子，你不知道袁清寒本性，不要被他迷惑了。没想到他最觉得愧对的那个人，就是害他的幕后主使。瑞王，我就喜欢袁姑娘这样的。至于这娇娇弱弱的林姑娘，就留给您吧。本王和林姑娘只是朋友关系，袁清寒纯属血口喷人。凤无邪朗声笑了起来。瑞王殿下，这林姑娘明显在勾引你，你怎么如此不解风情呢？林素瑶的心思被戳破，脸红一阵白一阵的，颤抖着站着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林姑娘，容我提醒你一句，你既勾搭了瑞王，就别想着攀附摄政王，脚踏两只船可是很容易翻呢。林素瑶气得哭了起来。袁清寒，你怎么可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？我林素瑶从来没有喜欢过摄政王，你毁我清誉，跟杀人何异？真是可笑，你诬陷我的时候怎不这么说？更何况我说的还是真的。袁清寒，你污蔑我，我不活了。林姑娘，摄
郑王，你不是进宫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摄政王来了，见过摄政王。林姑娘，你不是出来逛街买衣裳吗？为何会跟瑞王在一起？千珏哥哥，我和瑞王只是偶遇。本王看来就那么愚蠢好骗。千珏哥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君千珏冰冷厌恶的眼神扫过去，林素瑶立刻吓得动也不敢动了。今天晨起，林伯父还让本王娶你，现在看来倒也不必。千珏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年林家是帮过我，可这些年本王也回馈了林家许多。林姑娘，按理来说本王早已经不欠你们父女，可还是让你们住进摄政王府，只是本王绝不允许你这样生性浪荡颠倒黑白的女人再在王府。您这是让我们搬出去？本王有空宅子，你和林伯父可以搬过去，从此以后无拘无束。可我不想搬走。由不得你，送林姑娘回去，另外带着他们父女二人搬家。林姑娘，咱们回吧。林姑娘怎么不大乐意的样子？是不是因为美梦破碎，无法脚踏两只船？云清寒，再敢侮辱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林素瑶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？自己心底有数。这几天你偷偷来往，在摄政王府和瑞王府之间，真当本王是瞎子？说完，他扬了扬下巴。寒冰立刻会意。林姑娘，您不是要死吗？属下这里有剑，等您自刎之后，属下把您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埋，再送林老爷回蓝郡，如何？林姑娘为何不接？难道你所谓的自尽，只是用来引导我们骂袁姑娘的？我只能一咬牙，装作晕倒。他都晕倒了，袁清寒和凤无邪应该可以放过他了。多让一让，林姑娘晕倒了，等我把她救醒。他都装晕了，袁清寒为何还不肯放过他？袁清寒直接挑了根最粗的银针，毫不犹豫地刺进了林素瑶最疼的地方。他的青青竟也有这么调皮的时候。林素瑶本想要忍过去，却一下子疼得失了控，她如同僵尸一样跳了起来。袁清寒，你是故意的！袁清寒好整以暇地笑了。不是辱骂威胁我在前，装晕在后吗？我可是好心救你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？林素瑶气愤至极，跺了跺脚，飞快地闯了出去。搬走就搬走，一个摄政王府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袁清寒，你太过分了！林姑娘她才多大年纪，口无遮拦也是正常，你为何如此对她？袁清寒鄙夷地看向萧承瑞，她和我一样的。袁姑娘不但人美，还会医术，还这么善良，真不知道什么样的蠢货会放弃你这样的珍宝。坐在轮椅上的萧承瑞顿时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，险些炸毛尖叫。七皇子，本王就是瑞王，是跟袁清寒和离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啊，进京之后就听说了，瑞王错认救命恩人，伙同贱婢折磨正妻，还设计陷害袁姑娘。所以啊，我对瑞王的描述还是贴切。袁清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没想到这七皇子凤无邪竟是这么个胆大幽默的妙人。七皇子，这是在公然侮辱本王。瑞王，我西号有句话叫做欺人者恒被欺之，辱人者恒被辱之。瑞王有今天也该想想，是不是自己作恶太多。七皇子，这里是我大宁的国土，怎敢如此嚣张？瑞王，这里是大宁，是贵国皇上的国土，也是贵国皇上请我们过来，所以我自然畅所欲言。眼瞧着萧承瑞如同河豚般泄了气，憋屈难受地瞪着凤无邪，袁清寒只觉得好笑至极。果然啊，恶人还需恶人啊！袁姑娘，我可是刚刚帮了你。七皇子，为了表达对你仗义直言的感谢，这包要送给你，用来调理身体。袁姑娘，我身体好得很，哪里就需要调理了？必然会用得上的。七皇子，皇上已经知道你们兄妹带着使团进了京，特意在宫中设宴，请七皇子和九公主前去。明帝随便打发个人过来就是了，哪里劳烦得起尊贵的摄政王啊？本王亲自过来相请，也是大宁对西号的重视。摄政王，我看你像专门来找人，只是顺道请我。皇上和各位王爷大臣还在宫里等，七皇子别误了时辰。哎，那好吧，只是可惜了我定下的醉仙楼。袁姑娘，你刚才是不是想去醉仙楼？我已经全包下了，这个名额就送给你好了。那就多谢七皇子好意。袁姑娘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，以后就算是朋友了吧？那不见得。袁清寒，你真是好本事！七皇子刚到京城，勾搭上他了。早知道你是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本王当初就不该心疼你，怜悯你。看着袁清寒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，萧承瑞早已经气得快爆炸。如今君千珏走了，凤无邪也走，他再也憋不住心底的怒火。瑞王，我知道你如今受伤又失宠，心里很是难受，所以我大人有大量，不和你计较。只是今天西号使团抵达京城，各位王爷皇子都出席了，唯独你没被邀请，你也该好好想办法，怎么提高自己，而不是像个娘们一样在背后说我坏话。
想到凤无邪骂他蠢货，袁清寒说他像个娘们儿，哇的吐出一口血来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萧承瑞气息奄奄，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袁姑娘，我将王爷晕倒了。关我何事？袁姑娘，是前王妃，又是你把王爷气晕过去的，怎么就不关你的事？既然我是前瑞王妃，我们两个人之间早就已经没有瓜葛，被我气晕，那更是不可能。七皇子的话可比我的难听多了，不如你去宫里找七皇子，让他来负责。袁姑娘，我家王爷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袁清寒眼底寒意升起，你这样无情，就不怕外面人说你心狠毒辣吗？滚出去！没听我家姑娘说了不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敢来教我家姑娘做事？滚！主仆两人对视一眼，又笑了。萧承瑞吐血昏迷，他死了更好。对于萧承瑞，袁清寒已经没有任何同情和怜悯了。他明明知道事情真相，还纵容林素瑶那样胡说八道，污蔑自己，简直是罪不可赦。姑娘，你说这瑞王怎么这么傻？那林姑娘明明是比较用心接近他，他怎么还沉迷其中，看不清真相啊？可我改不了吃屎而已。萧承瑞不是第一次在女人身上犯迷糊，当初的袁若雪他也是如此，只看那一张干净无辜的脸，就完完全全的相信他。如今这林素瑶虽在相貌上不如袁若雪，可贵在一双眼睛清澈透亮，眉眼里又透着青涩，正是萧承瑞喜欢的类型。他一腔热血的信了林素瑶，像条狗一样反过来攀咬袁清寒，真是可笑。想到大宁的将来，袁清寒突然有些庆幸，幸而有君千决在，否则就凭萧承瑞这样的歪瓜裂枣，早晚会把大宁断送。七皇子，原本以为西号使团过几天才能到京城，没想到你们竟来得这样快。自然是为了早日拜见皇上伟大圣言，领略大宁的风土人情。这小子不是挺会说话的吗？看来刚才在醉仙楼是故意气瑞王，倒是有点意思。明帝果然被哄得眉开眼笑。你们这一路上可辛苦，朕听说贵国九公主也来了，怎么不见公主？回皇上的话，九妹精心给太后准备了寿礼，要等太后寿辰那天才能露面。九公主如此有心，太后知道了必定欣慰，都落座吧。太后如今疯疯癫癫，见人就怕，哪里能见西号使团？到时候怕是要把大宁的脸都丢光了。凤无邪肚子里咕咕作响。七皇子，你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皇上，无邪初来乍到，水土不服，请皇上恩准我离席片刻。明帝立刻懂了，让人陪着凤无邪去如厕。你可认识袁清寒？认识，那是前瑞王妃。她是不是精通毒术？袁清寒给了他一包药，很显然让他腹泻的药正是袁清寒下的。他怕袁清寒别有用意，不敢把解药随身携带，进宫的路上就扔了。最让凤无邪生气的是，他武功高强，又很警惕，怎么会被一个大肚子的孕妇下了毒？真是岂有此理！七皇子，小人只知道这袁姑娘她医术高明，心地善良，没听过精通毒术呀。凤无邪肚子又是一阵咕咕作响，他脸色一变，扔开小太监，又去了茅厕。青青，最迟明日我就把林氏妇女赶出去了。靖公子，他们出去之后会不会胡说？你不必担心，我已经让人准备好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。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吗？青青，我似乎有了那个女子的线索。是君公子当初所偶遇的女子吗？终于要真相大白了吗？没错，之前是我找错了方向，所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那我就提前祝福君公子一切顺利。见他眼底多了几分落寞，君千珏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。我曾经在瑞王成亲那日去过瑞王府。袁清寒浑身一震，不可置信地看向君千珏。那晚我误入了一个破旧的院子，中了魅毒，我和那女子都中了毒。后来我一直在找她，我以为她是瑞王府的丫鬟，只是调查了许久，也没有任何人符合特征。袁清寒心尖都在颤抖，红红的眼圈里泪水在打转。这几天我让人审问了银霜银月，他们确实在瑞王新婚夜见过一个黑衣金面的身影，所以我一直在寻找的女子一直都是你。袁清寒泪眼朦胧地看着他，指尖都在颤抖。当梦境成真，跟他有羁绊的竟是天底下最好的那个男子。袁清寒不敢相信，只觉得像是在做梦。青青，我知道我出现的晚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可幸而也不是太晚。君千珏起身，把他揽在怀中，眼底满是心疼。他本不想让袁清寒知道的这么快，怕他接受不了，可他的内心情绪汹涌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那晚的人真是你。袁清寒哭了很久，声音暗哑，如同弱弱的小奶猫。我不敢信。青青，真的是我。君千珏起身，把他抱在怀中，声音低沉坚定。从此以后，有我保护你和孩子。袁清寒情绪崩溃，哭得泣不成声。
抱着怀中颤抖难过的女子，君千珏眼底多了几分湿润。他知道他愧对袁清寒，一直想要补偿他，可如今他站在他面前，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伤害呢？青青，别哭了，我心都要碎。可现在怎么办？她是前瑞王妃，皇室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她再嫁。皇室的女人被任何男人碰，对皇室而言都是一种侮辱。青青，你可喜欢我？可愿意嫁我？袁清寒心尖一颤，咬牙推开了她。君公子，我喜欢吗？自然是喜欢的。可袁清寒知道，依他的身份，只会给君千珏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，严重者甚至会影响他的大业。青青，君千珏看着退后一步的袁清寒，心底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。君公子，对不起。说完之后，他转身回了屋子，关上了房门。门后，袁清寒崩溃，眼泪无声的往下掉，怎么也止不住。君千珏玄墨色的挺拔身影，孤独的站在院子里，金色阎罗面具下的双眼满是痛楚。他在院子里站了许久，步伐坚定的走到袁清寒的门前。青青，我知道事情有些突然，我不该这么冲动的告诉，可我心里的早已经有你，我一定会娶你，妻子的位置只会是你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门背后，袁清寒哭得泣不成声。姑娘，你明明和摄政王两情相悦，为何不答应啊？两心相悦容易，两人相守却很难。经历了和萧承瑞的婚姻，他已经对婚事没了奢望，即便有，他也只想跟相爱的男子厮守一生，忠诚坚贞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插足。纳妾、通房，通通都不可以。可君千珏以后是要登上皇位的人，堂堂帝王怎么可能只爱他一个，只娶他一个？更何况他已经嫁过人。兰儿，你下去休息吧，我想自己静静。袁清寒，过几日就是太后寿辰，你可能让太后恢复正常。皇上，太后的病比较严重，太医院都没有办法，袁姑娘未必会有办法。如果没有，朕留着她还有何用？豁出去，斩了！今天瑞王府送来消息，说瑞王体内的绝子药已经清除。如果袁清寒对太后的病没有把握，那他自然也没有再留着袁清寒的必要。皇上，等等，我能做一味药，让太后在寿辰上暂时清醒。至于完全康复，还需要找到药材之后慢慢治疗。袁清寒，你确定？到时候你如果治不好太后，就是欺君之罪。皇上，我可以保证，太后在寿宴上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。好，袁清寒，给你这个机会，3日之后看你的成效。如果太后能正常的度过寿宴，朕就饶你不死；如果不然，必然让你为你的大话付出代价。姑娘，现在怎么办？先给太后用些药物，等寿宴那天再让她恢复正常。可太后恢复正常之后，岂不是要直接杀了我们？放心好了，太后只会成为我们的护身符。他会催眠，让太后忘掉当日的事情，不是难事。至于将来，说不定也能利用太后一番。郎二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宫门外，一辆马车正在等他。袁清寒认得这辆马车，却望而却步。青青，君公子，好巧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青青，你这是以后都不准备见我了吗？怎么会？君公子，你体内的毒还没有彻底清除，我一定会给你治好的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是不是怕给我带来麻烦？我没有。君公子，你这2日身体如何？不是很好。袁清寒立刻紧张了起来。我之前已经让宫里再找最后的2味药了，为了救太后，他们必然竭尽全力，很快体内的噬精毒就能清除。君千珏微微颔首。青青，你还是关心我的。上车，我是来接你回府。见袁清寒如临大敌，浑身都紧张起来。给我治病。袁清寒脸色绯红。青青，你有没有想我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对我就只有反感，可你明明也对我有情。我没有，君公子，你不要胡说。该死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平日里冷酷无情的君千珏会一改常态，如此撩人。真的没有吗？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君千珏，如同受惊的小鹿，惹人怜爱。君千珏的心脏在胸腔里扑通扑通直跳，深邃漆黑的眸子里晦暗一片。青青，你是我的，不管将来现在都是。他把袁清寒抱在怀中，感受着他纤细柔软的身体，本来冰冷坚硬的内心已经化成了水。我费尽周折才找到你，就绝对不会再放手。袁清寒紧紧咬着下唇，在他那温暖宽阔的怀抱里放松下来。他多想沉溺在他怀里，哪怕一刻足矣。这一瞬，
他不愿去想别的，什么阴谋诡计，什么深仇大恨，什么艰难险阻，他只希望时间静止在这一瞬，他只想抛开一切，就这样不顾后果。王爷，王府到了。君千珏眉头不悦地拧了起来，袁清寒面红耳赤地起身，缓缓地下了马车。君公子，现在满京城都是对你不利的流言，凌素瑶去了瑞王府，说不定要跟萧承瑞沆瀣一气。青青，你在担心我？他只好点了点头，刚刚冷静下来的脸颊又红了起来。青青，我都安排好，他们翻不起什么大风了。可凌素瑶毕竟有瑞王在身后，他已经自身难保，不会有功夫再去管林家的事。那些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一一付出代价。我相信你。青青，你要等我。等你什么？等我娶你，我这一生只许你一人。袁清寒心间似有烟花绽放。君公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你是我第一个女人，也是最后一个。青青，你记住了吗？袁清寒眼底瞬间湿润，可唇角却止不住上扬。君公子，你为何要跟我说这些？我知道你经历过失望，怕后院里一堆女人勾心斗角，我会给你一片清静。可将来，想到将来君千珏要做皇帝，后宫不可能只有他一个，袁清寒心底一疼。将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君公子，多谢你如此坦诚，我感激不尽。就只有感激。君千珏眼底略显失望，就只有感激。不过你是我孩子的父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阻止你见他的。他的情绪再汹涌，也只能压在心底。有君千珏那句话，那一刻的真心，袁清寒觉得已经足够了。青青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袁清寒顾虑太多，他都懂，他不会强求，却会让他看到他所承诺的一切。大街上传来破空之声，一支长剑直直朝着袁清寒的马车刺来。姑娘小心！躲在暗处的暗影却飞身而出，朝着对面酒楼掠了过去。暗影，暗影武功高强，是比寒冰更厉害的高手。四周已经没了危险，暗影一人已经缠住了所有刺客。暗影提着2个人，把2个被点了穴道的黑衣刺客扔在了袁清寒面前。袁姑娘，就是他们。谁让你们来刺杀我？见2人眼底掠过狠色，他们想服毒自尽，快拦住他们！暗影手中匕首直接划破了其中一人的嘴巴，把已经快到了喉咙口的药丸抢了出来。狼二则利索很多，直接一拳过去，打晕了另外一个。兰儿是不是太粗暴了？这刺客行刺姑娘，如果不是为了审问，我还想一拳头捶死他呢。袁清寒上前望着那还清醒的刺客道：再问你一遍，是谁让你们来刺杀我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们既然收了银子，就绝对不会泄露金主的信息。袁姑娘，不如属下先送您回去，然后再把这2个刺客带回去审问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审问他们。一行人回了新宅子，暗影把2人五花大绑扔在了院子里。看到这些钉子了吗？如果你不说，我就能把它们一根一根钉到你们的脑袋，让你们疼得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就你一个怀孕的女人，你下得了手，怕伤了你孩子的阴德。你们敢行刺孕妇，都不怕死后下地狱，我怕什么死阴德？直接把一根长钉钉进了其中一人的头上。那刺客蜷缩在地上，疼得浑身发抖。这才是一根，待我9根收魂钉都钉进去，你会感觉浑身麻木，从此再也动弹不得，所有意识都会禁锢在你脑子里。他又是一根钉子下去，那人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，可头顶却连一丝血迹都没有渗出来，所有的一切都被封禁在那刺客的脑袋里。那人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看袁清寒的眼神惊惧至极。他都尝试了，不如你也感受一下，免得你们说我厚此薄彼。我都说，只求你能给我个痛快。我会考虑的。是荣嫔出了重金，要我们取你性命。荣嫔，你确定？确定。荣嫔早前给了我们5000两银子，说等你治好瑞王的病之后，就动手杀了你。今天他让人传了消息过来，袁姑娘，我们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我们不该刺杀您。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个痛快？你现在还死不了，我要留着你作为证据。那人浑身一紧，欲言又止。怎么不愿意？愿意，只要你不把那钉子钉进我的脑袋里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暗影，今晚就辛苦你盯着他们，明天一早我要带他们进宫。荣嫔敢这样欺负他，是时候让他知道后果了。袁姑娘，这钉子真的有您说的那种效果吗？那么长的钉子被钉进去却毫无血痕，人还能不死？这需要对人体最精准的理解以及最巧妙的手法。当然有了，如果你想学的话，改天我教你。暗影激动地给袁清寒行了一礼。那属下就提前谢过姑娘了。王爷，荣嫔还是按捺不住出手了，
是2个武林高手，她没事吧？袁姑娘没事。那2个刺客身手虽然不错，可暗影武功更高。王爷，袁姑娘还亲自审问了那2个刺客，让他们招供了。她亲自审问，暗影呢？这小子怎么能让袁清寒亲自审问刺客？分明是在划水偷懒。王爷，是袁姑娘非要自己审问的。不过属下倒是觉得袁姑娘的手段比暗影的手段高明多了。暗影说，袁姑娘把2根钉子钉进了其中一个刺客的脑袋里，竟然没有流出任何血，说是9根全部进去就能控制那人的身体，把他全部困在脑袋里。本王知道你让阎罗殿的人守在他宅子附近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一只苍蝇也不准飞进去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荣平敢这样放肆，必然下定了决心要除掉袁清寒。他选择在萧承瑞痊愈这一日，必是已经跟萧承瑞商量过了。既然袁清寒也要出手，那他索性提前计划。君千珏沉吟片刻，提笔写了封信，招来飞鸽。后半夜，栾明宫就收到了消息。皇后乐得合不拢嘴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这一次，本宫要让荣嫔死无葬身之地。皇上，昨晚清寒回府的路上遇到刺客，请皇上做主。袁清寒，有人刺杀你，朕怎么觉得这是你治不好太后给自己找的借口？皇上，如果我治不好太后，我该连夜出逃，远走高飞，而不是让人来刺杀自己。您觉得呢？倒也有几分道理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是谁要刺杀你？皇上，刺杀我并不是目的，那人真正的目的是不让太后好起来。袁清寒，你可有什么线索？把人带上来。皇上，就是他们2个。皇上面前还不快说实话？谁在你们背后？究竟是什么目的？皇上，是荣嫔娘娘，她给了我们5000两银子，让我们除掉袁姑娘。荣嫔，你们可有证据？那人从身上拿出一根金簪，上面刻了个荣字。皇上，这是荣嫔娘给的，说等事成之后再收回去。明帝看见那金簪，他认得那金簪是荣嫔进宫那年戴过的。袁清寒添油加醋道：皇上，荣嫔娘娘不是冲动之人，在我治好太后的紧要关头杀了我，背后必然要掩埋一些真相。袁清寒到底想说什么？皇上，我听说当时行刺太后的人悄无声息地进了宫，又很快消失，也杳无音讯。您难道就不怀疑吗？立刻传荣嫔过来。苏公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？可是皇上有什么吩咐？皇后娘娘，荣嫔被皇上疑心是对太后不利之人，正让奴才去请她呢。皇后眼底闪过惊愕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荣嫔再放肆也不敢如此吧？必是有什么误会。这样吧，本宫陪你去，也免得一会儿皇上震怒，伤了荣嫔。是，皇后娘娘当真仁慈。荣嫔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越发滥发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皇上还等着见他呢。是，奴婢们这就去叫荣嫔娘娘起身。不必了，本宫亲自去。刚进内殿，他就惊呼起来：哎呀，这怎么有个男人在荣嫔床上？荣嫔不守妇德，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拿下！苏公公等人连忙走了进去，荣嫔也惊醒过来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床上？那白面男子跪在床上，砰砰砰的给皇后磕了几个头。皇后娘娘，是荣嫔强迫属下的。你胡说！荣嫔羞愤至极，惊怒交加，恨不得当场死去。皇后娘娘，嫔妾是被冤枉的，抓起来带到皇上面前。眼神狠厉地盯着荣嫔道：是不是冤枉？皇上自有分辨。望着眼神得意又轻蔑的皇后，她突然浑身冰冷，如坠冰窟。我知道是你故意设计我，你好狠毒！她是明帝的女人，失去了贞洁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话你去皇上面前说吧，看他信不信你。皇后，这是怎么了？这男人是谁？不知为何，他心底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。皇上，臣妾路遇苏公公，就和他一起去了荣嫔宫里，没想到他竟和这男人在床上厮混，被臣妾和苏公公抓了个正着啊！袁清寒挑了挑眉，唇角扬了起来，有好戏看了。御书房里，明帝的脸色黑得跟锅底一般。皇后，这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。苏公公，你来说，本宫冤枉荣嫔了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说的都是实情，奴才也亲眼看到了。皇上，臣妾是被栽赃陷害的，臣妾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男人，此事都是皇后设计的呀！皇后，你如此阴毒，不怕将来遭报应吗？皇后脸色沉了沉，看向那白面男子：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白面男子瑟缩了一下：皇上，属下是宫中侍卫，半年前属下遇见了荣嫔娘娘，娘娘说属下青春貌美，就时常召唤我去她宫里。闭嘴！本宫撕烂你的臭嘴！扑上去就要打那白面男子。住手，让他继续说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是被冤枉的，臣妾跟在您身边多年，您了解臣妾的呀。明帝一个冷冷的眼刀过去，荣嫔吓得不敢出声了。皇上，荣嫔娘娘说您不宠爱她了，所以要靠着身孕来复仇，这才日夜占有属下，属下迫于威胁只能答应。皇上，此人分明是在胡言乱语，臣妾早就怀孕了，臣妾真的不认识他。荣嫔怀了野种。
种，竟还敢说是皇上的？你这是要混淆皇家血脉，葬送皇上的万里江山吗？袁清寒，你不是大夫吗？你去看看荣嫔是否真的有孕，又是何时有的？荣嫔娘娘，请伸出手，准许我为你把脉。袁清寒，我可曾是你的母妃？你如果敢胡言乱语，苍天也不会饶过你。荣嫔娘娘，这是在威胁我吗？还是说想用曾经的情谊来绑架我？皇上面前，本宫自然不会威胁你。荣嫔娘娘，那就麻烦了，你我之间没有任何情谊可言，我只能公事公办。皇上，荣嫔娘娘有孕，1个月零5天。袁清寒，你胡说八道！太医明明说我有孕将近2个月。袁清寒，早知道你如此恶毒，本宫就该直接了结了你。荣嫔娘娘，你昨晚不是已经让人动手行刺了吗？你之前也没少对我下手，不过幸而我命大，都化险为夷。袁清寒，你确定是1个月零5天？皇上，我确定。皇上请看，您足有快2个月没去荣嫔宫里了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皇上，您不能相信这2个贱人的话呀。荣嫔娘娘，人证物证都摆在眼前，你私通外男，设计害我，让我不能救着太后，罪不可赦，害你是你罪有应得。袁清寒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配跟我儿子提和离，配让他在大街上跪你？我恨不得把你撕碎。皇上，你也看到了，荣嫔都已经承认了。如此说来，害太后的人也是你。皇上，臣妾怎么会害太后？太后那样疼爱我和瑞王，臣妾感激还来不及。荣嫔，就因为太后对你们太好，太后只一件事情不成全你，你就痛下杀手，实在是可恨至极。你胡说！皇上，臣妾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您若是不信，可以问我身边的嬷嬷，臣妾真的没有见过那个男人。荣嫔，方才本宫已经让人去找你身边亲近之人了，他们见事情暴露，已经畏罪自尽了。荣嫔如遭雷击，双眼通红怨毒地盯着皇后。是你，一定是你逼死了他们。本宫怎么可能知道你私通外男？如何能未卜先知你有孕，逼死你身边的嬷嬷？真是荒唐！荣嫔浑身颤抖，跪坐在冰凉的地上失声痛哭。她本以为自己运筹帷幄，可没想到自己早就深陷在别人的阴谋之中。够了，歹人！荣嫔道德败坏，送回自己宫中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他见任何人。至于这几个刺客面首，五马分尸执行。皇上，臣妾还怀着您的孩子，您怎么能这样对臣妾？他内心再清楚不过，这次回宫之后必死无疑。滚！不想再看到你。皇后，袁清寒，事关朕和皇室的脸面，朕不想除你们之外的任何一人知道。皇上，您放心吧，臣妾心中有数。清寒他无依无靠，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他也不会乱说的。皇上，清寒知道自己命轻薄，不敢拿命冒险。你知道就好。皇后，你带着袁清寒去给太后治病吧，朕累了，想自己静静。清寒，荣嫔活不长了，或许今晚就死，或许等太后寿辰过后，无论哪个，你都能大仇得报。扬眉吐气了。多谢皇后娘娘倾囊相助，只是清寒不知您为何也如此恨荣嫔。这么多年来，荣嫔不知好歹，不敬本宫，甚至还让人在本宫的饭菜里下了药，导致孩子变大，本宫难产，险些一尸两命。这等仇恨，本宫怎么可能放过他？原来如此，这荣嫔确实该死。萧承瑞提着锋利长剑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进去。瑞王私闯民宅，意欲何为？袁清寒，王真后悔自己心软，当初没有早早杀了你。我也很后悔，后悔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。早知你是个畜生，我还不如救条狗。往事不可追，袁清寒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本王只想知道，是不是你毒杀了我母嫔？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何要杀他？母嫔昨晚才安排了刺客，今天人就没了性命，你却好好的。袁清寒，这还不明显吗？萧承瑞，原来刺客之事你也有参与。本王有没有参与其中还重要吗？你我之间早就注定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萧承瑞，你真想知道荣嫔是怎么死？我可以告诉你。说，如果你敢胡说八道糊弄本王绝对不饶你。今天我带刺客进宫，皇上一怒之下召见荣嫔，却发现荣嫔正在床上和一个侍卫私会，你说该不该死？不可能，袁清寒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本王这就送你去死。一道冰冷的黑色影子从房顶落下，直接挑开了萧承瑞的长剑。这等高手竟被派来保护你，袁清寒，君千珏对你可真不错。君公子是比你好千倍万倍。本王就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搅和在一起了。袁清寒，真不要脸！没有你敬爱的母嫔不要脸。哦，对了，萧承瑞，荣嫔还怀了那侍卫的孩子呢，被皇上一并赐死了。袁清寒，竟敢侮辱我母嫔！怎么，只能你们娘两个侮辱我，不能我说实话吗？萧承瑞，你就是传说中的双标狗吗？袁清寒，去死！暗影一脚踹在萧承瑞胸口，直接把他踹翻在地。
萧承瑞，我以为你多厉害呢，原来是个只会打女人的废物点心。兰儿本来正紧张的守着袁清寒，听见这话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萧承瑞又羞又怒，可挣扎了几下也没能爬起来。贱人，现在笑，将来有你哭的时候。瑞王，是你要听实话，袁姑娘才告知你，你若是真有本事，不如进宫去问皇上，是他下令赐死容嫔，不如你去找他报仇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跟本王说话？在下不才，一个普通侍卫而已。不过瑞王还记得月海在我手中，他走不了3招。摄政王府已经和瑞王府彻底反目成仇，他也不怕萧承瑞知道真相。月海是被你们抓走的，果然是你们设计我。我叫王爷说了，欺负袁姑娘者得而诛之。回去告诉君千举，早晚有一天，本王会让他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萧承瑞脸色变了几变，奋力爬起来，拍了拍衣服上的土，愤然离去。可笑！昨晚萧承瑞又去骚扰你了。荣嫔死了，他去找我泄愤。他也只敢找你。无所谓，我不怕他。而且你给我留了那么多护卫，还有暗影，他伤不了我。青青，有我在，没有任何人能伤得了你。君公子，听说荣嫔的事情，你也有出手。他几次3番动你，我早就想出手，只是没找到好机会而已。君公子，谢谢你。青青，我说过，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可我总觉得亏欠了你。如果那晚我没有去瑞王府，兴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。该是我对不起你才对。无论如何，都是他这个大男人占了袁清寒的便宜。不是这样的，君公子，那晚我中了袁若许下的媚毒，如果不是你，肯定会是别人。他宁愿是君千珏。君千珏眼底闪过疼惜，早晚有一天，他要把那些欺负过袁清寒的人都杀光杀尽。王爷，7号七皇子来了，小见你，让他等着，本王现在没空。斟酒完之后，袁清寒也收拾了东西，准备离开。青青，等等，你的药箱不是坏了吗？我让人重新给你做了个。君公子，这是乌尘木，这材料昂贵至极，不但有欣赏价值，更有上好的医用价值，一小块便极为难得。你可喜欢吗？喜欢，不过太珍贵了。青青，你觉得是这个药箱珍贵，还是我的命珍贵？自然是你的命珍贵。君公子，那我就不推脱了。这才怪。他也经常会揉一揉兰儿的脑袋，只是君千珏抚摸她头发的时候，他觉得一种甜蜜被爱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君千珏一定是一个温柔霸道的丈夫吧？走吧，我送你出去。没想到袁姑娘也在这里，真是意外之喜。七皇子，我是来给摄政王解毒的。毒？摄政王，你中了什么毒？这大宁竟还有人敢给你下毒？一些小小之辈用这种方法对付本王而已，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我觉得摄政王说的都对，正是因为不敢正面面对，所以才背地里下毒。你说是吧，袁姑娘？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摄政王，如果换了七皇子，恐怕就是别人被你缠着问东问西，太过烦恼。袁姑娘，我那天追着你跟你说话，只是想跟你交朋友而已，真的没别的意思。而且我后来还帮你骂了瑞王跟那女子，你怎么可以恩将仇报？七皇子，当时是我先入为主，对你有些误会，可后来我不是给了你解药吗？想到那包被自己扔掉的解药，凤舞血有些语塞。君公子，既然七皇子找你有事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照顾好你家姑娘。是，多谢摄政王。他知道君千珏这是要把兰儿送给他了。摄政王对袁姑娘可真是非同一般，那么珍贵的乌尘木竟然做成了药箱送给他。七皇子，今日来我摄政王府是为了何事？摄政王，我有些事情要向你打听。瑞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父皇，母嫔是被冤枉的，请父皇明察，给母嫔一个公道。父皇，母嫔之事明显是皇后和袁清寒联手陷害，凭她一生敬重，请您给她一个公道，不要让她死后还背负骂名。瑞王，你说是皇后和袁清寒暗害，是在说这糊涂眼瞎吗？那正问袁清寒怎么知道荣嫔她会在那晚派刺客行刺？皇后又是如何预料到袁清寒会带刺客进宫？朕疼爱那贱人多年，她却让朕颜面扫地，跟那卑贱之人厮混，怀了野种，你让朕这个皇帝的脸面往哪里放？皇帝气急反笑，直直地捂着心口，栽倒在地。皇上，快去传太医，快去把袁姑娘也请过来。现在宫里大病小灾都去请袁清寒，将来他想对付袁清寒恐怕就难了。瑞王，皇上那么疼爱你，你怎么可以把皇上气病？荣嫔的事情已是事实，为了保护你的地位和将来，皇帝甚至不允许外传一句，你又是怎么查到的？母后，儿臣问了母嫔宫里的人，他们都说是误会，从前没见过那男人。众太医们面面相觑，眼底满是震惊。荣嫔有孕暴毙，当天宫里还处死了3个男人，如今又有瑞王这样一闹，事情真相很快就浮出了水面。明帝听到这些话，气得险些没晕死过去。你这个不孝子！他大费周章掩盖的丑闻，竟被萧承瑞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扬出来了。很快，全天下都会知道荣嫔不甘寂寞，在宫里胡乱招惹侍卫。他这个皇帝
作为男人的颜面都会通通扫地，简直是蠢不可及。父皇，儿臣都是胡说，您消消气。萧承瑞此时也紧张起来，如果明帝死于今天，皇后一定会对外说是被他气死，到时候他这个瑞王就万死难辞其咎。之后灵王顺理成章的继位，登基大典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袁清寒匆匆进门，开始了一系列的救治。皇上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暂时还没有性命之忧，不过此病多是因为生气而来，如果将来皇上再动气，恐怕还会复发。袁姑娘医术高明，不愧是名医圣手。大家过奖了。有你在，皇上不会让某些人如愿出意外。袁清寒，今天你又立了大功。王爷，宫里传来消息，明帝的病情已经稳定了。稳定了最好，如果他真的今天死了，那将来我们会少很多乐趣。王爷，自从袁鹤爷被关进去之后，老郑国侯的那些旧部颇有微词，甚至在军中发言谴责您，咱们的人和他们势同水火，您看？随他们去吧，他们越是嚣张，云侯的罪就越大。可王爷，他们对我们积怨已久，将来我们如何收为己有？等时机成熟，自然就成。陈峰知道军千珏向来胜券在握，准备退下。他如何？王爷放心，袁姑娘一切都好，且宫里有皇后和苏公公照应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军千珏微微颔首，今天他救了明帝，成了明帝和太后的救命恩人，兴许以后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再深陷在沼泽泥泞里。太后寿辰，袁清寒，你说实话，朕的身体是不是不如从前了？皇上，您的心脏和心脉出了问题，还吐了大量的血，状况肯定不如从前的。可是只要好好调节，未必不能恢复。袁清寒，你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你老实说，朕的状况到底如何？那皇上得先承诺，无论我说了什么，您都不能怪罪。朕答应你，无论你说什么，都不会怪罪你。皇上，您的身体确实出了大问题，如果再像从前那样动怒或者重病的话，都可能会引起心肌梗死，到时候我也会添法术。袁清寒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皇上，您刚才可是说过不会降罪于我的，您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朕不是那等出尔反尔之人，朕命令你此事不准外传，另外一定要想办法治好朕。皇上放心，清寒一定努力为您调理身体。先拖住了明帝和太后，他和孩子的性命才会真的安全。陪着太后吧，朕这里没事了。那些仙鹤似乎像是有灵性，一声声的叫着，震撼人心。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，带着惊喜震撼，丝竹声戛然而止。无双恭祝太后千岁，如意顺遂，寿比南山。祝大宁皇帝龙体康健，称心如意。这就是西后九公主吗？这也太让人惊为天人了，绝妙异舞，宛如九天仙女啊！听说这九公主在西号受宠得很，说是哪位王爷皇子能娶来，可是人生之幸啊！萧承瑞眼底迸发着激烈的光芒，这西号九公主远胜袁清寒千倍万倍。好，很好，无双公主，你这一舞可谓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赠我大宁地大物博，人才辈出，朕也从未见过如此让人惊艳的舞蹈。九公主，这些仙鹤是哪里来的？怎么如此乖巧听话？韦太后的话，这些仙鹤在我和哥哥离开上京城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们，想来是上天有意，特意让他们不远千里来给您贺寿。仙鹤主动来给气短的太后和明帝拜寿，这些仙鹤莫不是疯了吧？不过这西号九公主凤无双却很会说话，舞也不错，看起来是个妙人。她今日大放异彩，必然要被大宁这些王爷皇子哄抢。好，好，此乃祥瑞之兆啊！九公主，快来哀家身边坐下。那无双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袁清寒起身，微微颔首。九公主好。这位姑娘是？九公主，她是袁清寒，本王弃妃，会些医术，如今负责照顾太后身体，跟太医院的太医地位相同。萧承瑞刻意提高的声音就在大殿里响了起来。为了给九公主留个好印象，他刻意把声音放得低沉了些，可又怕吸引不了凤无双的注意，就又提高，在冰凉的宫殿里响起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怪异。说完，他忍着疼痛颤抖的双腿，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。三弟，袁姑娘哪里是你的弃妃？当初分明是她要和离，而你不肯。对于袁姑娘的身份，三弟似乎也有误解。她是我大宁不可多得的神医，可不是太医院随便哪位太医能比的。她腹中怀着别人的野种，本王若不是顾惜面子，早就休了她了。这句话抛出来，如同一个重磅炸弹一样，大殿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袁清寒。这是萧承瑞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，袁清寒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。看着得意的萧承瑞，
君千珏眼睛微眯，瑞武，本王早说过，袁姑娘腹中怀的是本王义子，是大宁的将来，谁若是再敢乱说，就是跟本王作对。袁清寒眼神担忧地看向君千珏，怕他失去理智，若是如此，对他的大业必有影响。摄政王既然说了是义子，那就是不知孩子生父是谁，如此一来，不是野种是什么？君千珏面色倏然冷下，周身杀气蔓延开来，就要起身。王爷别急，袁姑娘能赢的。萧承瑞这样做是杀敌200，自损1000。九公主有所不知，本王忍了袁清寒许久，本王心善，本想给她留点面子，可她不知好歹，恩将仇报。瑞王颠倒黑白，倒是熟练得很。瑞王为何只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，不说是你为了讨好小妾，故意羞辱救命恩人，主动给自己戴绿帽？原来竟是这样！瑞王为了讨好那袁若雪，主动安排的。这瑞王真是心狠，对自己都下得去手，自己戴绿帽，倒是头一次见。当真是天下第一狠人呢！说起来此事我早有耳闻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这样一看，袁姑娘也可怜呐。萧承瑞的脸色难看了几分，咬牙切齿地盯着袁清寒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瑞王殿下，您的事情我在西号就有所耳闻，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可堂堂男儿在大殿上诋毁女子，不是君子所为。袁清寒袁姑娘，幸会，我是西号九公主凤无双。凤无双眼底的异样并没有消失，她看了看袁清寒的肚子，咬了咬唇，低声道：等寿宴结束之后，我有几句话想跟袁姑娘说。袁清寒有些讶然，可也微微点了点头。袁清寒，无双公主跟你说了什么？袁清寒不想理他，转身欲走。你少装聋作哑，王跟你说话你听不到吗？放手！瑞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知道吗？少装模作样，肚子里揣着别人的孩子，装什么贞洁烈妇？对着君千珏极尽温柔，对着本王你却装成这副模样，袁清寒真可耻！因为他比你好千倍万倍，你真是让我恶心！贱人，你敢打本王！萧承瑞当众丢脸，重重的把袁清寒往阴凉幽深的湖水里推去。袁清寒没想到他竟如此歹毒，重重的朝着水里跌了过去。姑娘，有人落水了，快叫人呐！姑娘，姑娘！望着袁清寒往湖底沉去，不会水性的狼儿着急的要跳进去。摄政王直接跳进了湖中。太后和明帝快步朝着这边而来，他们2人的性命都系在袁清寒身上。如果袁清寒出了什么事情，也就意味着他们距离完蛋不远了。萧承瑞心虚，准备溜走。瑞王，我家姑娘好好站在湖边看鱼，你为何要推她入水？逆子！萧承瑞直接被打懵了，屈辱无比的跪在地上，四周鄙夷讥诮的眼神纷纷落在他身上，还有幸灾乐祸和同情。父皇，不是儿臣要推他，实在是他侮辱儿臣，打了儿臣，儿臣和他理论，力气大了些，不想他自己滑了下去。你还敢狡辩？魏王，朕如此看重你，你却连自己的脾气都控制不了，屡屡丢人现眼，真是让朕失望。瑞王，你和袁姑娘之间本就是你对不起她，即便你们做不成夫妻，可她到底几次救过你的性命？你怎忍心把她推入湖中淹死呢？萧承瑞猛然抬头，母后，儿臣绝非故意。三哥，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你把袁姐姐推进去的。本王也看到了。三弟，真没想到你是那敢做不敢当之人。他眼前浮现了君千珏，他竟然出现了幻觉。此时袁清寒心底一片后悔，早知生命将逝，他也要燃尽一切，尝试和他相爱相守。可惜他再无机会了。然而下一秒，君千珏把他抱在怀中，一口怒气让即将陷入昏迷的袁清寒惊讶地睁开了眼睛。君千珏抱着他往岸边游了过去，看着君千珏抱着气息微弱的袁清寒上来，太后眼底闪过异样，奇怪，他以前好像很不喜欢袁清寒的，现在怎么会担心他的安危，甚至为了他生瑞王的气？萧承瑞可是他从前最疼爱的孙子啊！皇上，瑞王对我羞辱纠缠，我气不过就打了他，他就把我推入水中，试图淹死我。瑞王，皇上龙体有恙，袁清寒是唯一能给皇上调理身体的人，你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害死袁姑娘，是何居心？三弟，你和袁姑娘已经和离，至于这么恨她吗？你的真正目标不会是父皇吧？如今正是争夺太子之位的重要时刻，能干掉萧承瑞这个竞争对手，他们自然不会手下留情。本王纯粹是看不惯袁清寒而已，诸位兄弟不必过度解读。
度，巴不得父皇龙体健康，千秋万代。瑞王，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展风，送瑞王回府，1月之内不准出府1步。父皇，儿臣已经知错了。明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罚他，之后还会有谁能支持他？带袁姑娘去梳洗干净。摄政王，没想到你对袁清寒这么关心，如此尊贵的身份，竟然跳下去救他。臣听说皇上的心脏出了大问题，臣都是为了皇上的龙体。为了朕的龙体最好，可如果是为了别的，那将来皇室和摄政王府都会难堪。唉，千珏，朕很是看好你，可朕不会让你为了瑞王弃妃，毁了名声，葬送了前程。你知道朕的手段。皇上放心，没有那么一天。明帝这是在用袁清寒的安危来威胁他。清月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着急着要见我？无伤，寿宴时候，太后身边的有孕女子，叫袁清寒。袁清寒跟那人的相似度让他担心至极。是啊，清月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和神女有8分相似，甚至他在长相上比你和神女都要像。你们2个的名字也很像，你叫清月，他叫清寒，多巧呀！你说他会不会是你遗落在外的姐妹？这种话怎么能乱说？西浩和大宁相隔千里，她怎么可能是我的姐妹？是母亲的女儿。无声，你该管管自己的嘴了，否则哪天给自己给西浩带来灾难就晚了。对不起嘛，我只是太激动了，随口说说。我知道你口快心直，可无声，你该改改了，否则等你真的嫁到大宁，被后院那些女人欺负死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今天寿宴上我也看了那些王爷皇子，只有那一直没有说话的莫王还算稳重，其他的我都不喜欢，尤其是那瑞王，简直让人大为窒息。那你就多留意莫王，我也会帮你调查他的。记住，袁清寒长相的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青青，别怕，是我。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还好，烧已经退了，他腹中的孩子也安然无恙。我感觉浑身上下都没有什么力气，不过其他的倒是没什么。那就好。君千珏，你今天在水下又一次吻了我，这是第几次了？这是他第1次唤他的名字，从前都是摄政王、君公子。君千珏竟不知这3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，竟是这么动听。算上那晚第4次，若是不算第3次。略微抬头，在那双飞薄漂亮的唇上轻轻地啄了口。君千珏浑身一震，眼底掠过震惊和欢喜。青青，你君千珏，以后我所有的吻都给你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在即将淹死的那一刻，袁清寒才明白，君千珏才是他的救赎，是他把他拖出泥泞，让他焕然一新。既然生命随时有可能在任何一刻永远停止，那他更应该珍惜当下，而不是畏惧不前。只要尝试过，无论后果，君千珏和孩子都是上天对他的恩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紧紧地把袁清寒抱在怀里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此生我定不负你和孩子。我知道他的艰辛不易，也对你的勇敢感激至极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都不会放开你的。两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，从这一刻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袁鹤也又在大牢里闹腾了。王爷，今日瑞王府的人也去了大牢，见了袁鹤也，不知说了什么。萧承瑞才不在乎袁鹤也是死是活，他想要的只是老郑国侯的那些部将的忠心。王爷，咱们也该有所动作了。老郑国侯的那些人在军中地位不低，影响力也很大，如果追随了瑞王，将来后患无穷。明天本王亲自去会会他。属下已经打听到了他们的喜好和家境，王爷可以投其所好。陈峰，你要投谁所好？君千珏眼神亮起，唇角也扬起微不可察的笑。青青，袁姑娘，方才属下正在跟王爷商议如何收复老郑国侯那些旧部，您正巧就来了。老郑国侯的旧部在军中影响不小，君公子，你若是想去见他们，可以带上我。袁姑娘，属下知道您是袁侯府的人，只是您向来不受袁侯喜爱，老郑国侯的那些旧部未必会听您的。袁清寒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凤眸里光芒闪烁。陈峰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陈峰皱眉看向君千珏，君千珏警告地看了他一眼。青青，不是我不肯带你去，实在是他们都是军中糙汉，脾气又臭又硬。你放心，我不怕他们，他们也影响不到我。而且袁清寒知道那些旧部最在乎什么，也知道自己能帮上君千珏。好，我带你去。他既然坚持要去，必然有他的考量。君千珏尊重他的决定，也能保护他的安全。王爷，袁姑娘，你们来了。袁姑娘，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，如果能做我们王妃，那就好了。高副将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不要开这种玩笑。他和君千珏已经在一起了，只是现在还无法对外宣布。可若是传出流言，必然会对君千珏和他造成影响。袁姑娘，对不起，以后外人面前我老高不开这种玩笑了。高长青准备的如何了？回王爷的话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老许，我方才已经跟你们通过气了，王爷今日要来，你们为何不出来迎接？摄政王来了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我们又不是他的部下。一个靠着走运飞黄腾达的年轻后生而已，竟让我们这些老部将亲自出来迎接。摄政王真是好规矩，竟把女人带到军营里来了。有这还让把我们收为他旗下。
下痴心妄想。许将领、韩将领，摄政王带我过来，自然有他的用意。你是何人？一个女子也敢到军营来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徐副将，我是袁清寒，郑国侯的长孙女。你是袁清寒又如何？你来军营做什么？这不是你一个女子该来的地方。我是大夫，医术如何？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一些。有哪位将士哪里有不舒服，无论是新伤还是旧伤，都可以来找我治疗。袁姑娘的医术可是咱们大宁第一呀！我听说太医院的那些太医都比不上她。可不是嘛！我听说袁姑娘现在被皇上破格封为太医院院判，跟张太医同等位置呢。听说袁姑娘是摄政王请来的。袁姑娘，听说贵人们都求着您给看病，您的诊经必然很贵吧？摄政王既然请我过来，必然会承担所有医疗费用，您说对吧，摄政王？自然，只要是经过袁姑娘手治的，所有开销本王负责。多谢摄政王，多谢袁姑娘。摄政王，你这办法只对他们有效，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因为这些小恩小惠会顺你的。没错，袁清寒他虐杀了瑞王府那么多侍卫，还把侯爷送入大牢，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仇人在一起？两位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们。你虽是军牵绝走狗，可看在你和袁侯府有关系，还愿意给这么多将士治病的份儿，你问吧。徐将领，我问你，你当时为何参军？自然是为了报效大宁，保护大宁的安危。那你们又是为何对郑国侯忠心耿耿？袁清寒，你是老郑国侯的孙女，你还不知道他吗？他为了大宁抛头颅洒热血，对将士士兵都关心至极，我们自然感念感恩。那你们为何如此痛恨摄政王？自是因为他德不配位，欺辱侯府的人。哦，我懂了，你们因为爱戴郑国侯，才爱戴袁侯袁鹤，以此保护郑国侯后代，对不对？可你们爱戴的是忠君爱国、爱护将士的郑国侯，而袁鹤也虽然是他儿子，却奸懒馋滑，无恶不作。他贪污受贿，利用你们对郑国侯的尊敬，维持自己的富贵和势力，甚至联合小妾，害死了正妻。这样的人，真的值得你们拥护吗？袁清寒，这些不都是摄政王为了对付云侯编造出来的吗？难道你也编排自己的父亲？我可以保证，摄政王没有要针对云侯府，云侯那些罪名也都是真实存在的，甚至我母亲就是被他和小妾联合活活烧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侯夫人去世的时候，你还小得很，你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我过目不忘，有超强的记忆力。我2岁半那年，祖父带兵打仗，凯旋而归，身边跟着的就是你们2人。当时徐副将穿了一件染血的袍子，韩副将左臂受伤，还渗着血迹。祖父怕你们2人吓着，让你们去换衣裳、沐浴，还请了大夫给韩副将治胳膊。我还记得徐副将当时说我可爱，抱了我。祖父嫌弃你一脸胡子，吓到了我，还骂了你。没错，老侯爷当时待我如子侄，甚至给我报效小姐你，可惜我没能在最后一战里保护好他，导致侯爷内伤离世。徐伯父、韩伯，请你们相信我，祖父并非是病死。什么？此事过后，我会向2位伯父解释。只是现在我得去给将士们治病了。那我们等着你。在韩冰和陈峰以及高长青的维护下，袁清寒一个个的给那些有伤的将士们诊治，整个过程井然有序。得了看护的将士们都对袁清寒和军千珏感激至极，这就是他的亲亲，运筹帷幄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只是给这么多将士看病诊脉，必然辛苦了他。摄政王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本王知道的远比你们知道的多。军千珏，你把袁姑娘找来，不就是为了我们这些郑国侯的救补吗？如果你能带我们给郑国侯报仇，我们必然追随你。如果你让袁姑娘编造一些谎言来欺骗我们，那就别怪我们无情了。军千珏唇角扬起冷笑，没有说话，他的眼底只有袁清寒。王爷，相信袁姑娘诊治的将士太多，按照现在这个人数，恐怕看到明天也看不完。袁姑娘今天最多在军营留一个时辰，明天本王会亲自从太医院挑选几个太医过来，帮助袁姑娘诊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青青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这些都是保家卫国的将士，我也想为他们做些事。袁姑娘，不如去我们营帐歇息片刻，顺道说说正事。好。徐伯父、韩伯父，当年祖父最后一场战役回来之后，嘴唇青黑，狂吐黑血，这并不是受伤或者生气造成，而是中毒。袁姑娘，你确定？我当时年纪小，自然不懂这些，可2位伯父当时都在场，应该察觉到了什么吧？当时我们也曾怀疑过是中毒，因为我们这些人带兵打仗，受伤更是常事。可郑国侯当时无外伤，只吐黑血，着实让我们担心了一番。只是宫里派了太医院太医亲自过来，我们也问过，都说是内伤久治不愈，才导致吐黑血，无药可医。袁姑娘，您真的确定老侯爷是中毒？不确定，只是谁下的毒，为何要害祖父？太医们为何口径一致，说是内伤？这些都有待考量。能让所有太医都口径一致，让所有大夫都不敢乱说的，只有宫里那位。难道是侯爷他功高震主？怎么可能？军千珏都成了摄政王了，皇上不也没为难他吗？本王早就中了毒，而且是世上难解。青青，怎么了？祖父当年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后来就中了毒，不治而亡。不怪祖父当年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，后来身体极差，得了心疾。舅舅也身体羸弱，不能领兵。军公子手握军权，也中了难解的奇毒。如此说来，是皇上为了控制军队，才屡次出手害人。你小点声！皇上若如此害人，我们又为何要替他征战天下，为他抛头颅、洒热血？难道兄弟们的命不是命，老侯爷、姜老将军、摄政王的命不是命？同样是人，我们怎么就这么低级？
见，任由他拿捏生死。老许，现在这些只是我们的推断，等仔细调查过之后再做决断。许伯父、韩伯父，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呢？那老子就揭竿而起，杀到皇宫，凶个明白。若是明帝真的让人寒了心，那镇国侯之类的英灵也不能白死。此事本王会负责查清楚，两位若是不信，也可派人去查。摄政王，这些日子冒犯了。回府的路上，袁清寒又困又乏，靠着君千珏的胳膊睡觉了。君千珏俯首看着袁清寒那巴掌大的精致小脸，眼底浮上宠溺。王爷到了。君千珏没有应声，只轻轻地抱着袁清寒走了出来，把袁清寒轻轻地放下。他没有立刻走，而是不舍得坐在床边。王爷，从前是属下错了。从前属下觉得您太过偏爱袁姑娘，会给计划带来不利。属下也私自以为袁姑娘只会医术，帮不上您什么忙。可今晚属下才明白，袁姑娘吸引力绝非只在医术上，她聪明机智，有勇有谋。陈峰，我对她好，可不是因为她有利用价值。王爷，属下只是想夸袁姑娘，才一时不察，说错了话，王爷恕罪。君千珏冷哼，大步往前走去。陈峰浑身冰冷的从地上站了起来，跟了上去。这次他算是明白了，袁姑娘根本就是王爷的逆鳞，谁也不能动，不能说。君公子，青青，万人面前可以叫我摄政王、君公子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，是不是该换个称呼了？那我该怎么称呼你？叫我的名字。千珏。君千珏喉结动了动，心底一片滚烫。他眼神复杂，深邃的黑瞳里藏着激动。青青，青青。他一遍遍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把他紧紧地拥入怀中。对了，千珏，我想让你帮忙调查一件事。你说。我觉得凤无双身边的一个丫鬟很是不同寻常。凤无双说那是她表姐，不如你帮我调查一下。好，青青。凤无双去找过你，说了什么？说是来找我打听皇室几位王爷、皇子的姓名，还顺道打听了你。我7号皇帝只准凤无双嫁给皇室之人，他打听我做什么？我倒是觉得不是他要打听你，而是他那表姐要打听你。晚些时候，我让陈峰去打听打听，他究竟是什么身份。你说死去的那些人都去了哪里？会不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？我娘亲曾跟我说，好人离开之后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至于坏人只会成为人脚下烂泥。千珏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……不等袁清寒把话说完，君千珏就俯首用唇堵上他的口，只是简单的碰触，却持续了很久。青青，以后不准你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说假如。没有假如，不会有那么一天。我也不知道为何会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，可这2天我总感觉哪里很怪异。没事，我会查清楚的，你不必烦心，一切交给我就好。无论是瑞王，还是侯府，或者是凤无双和他的表姐，甚至是上门巡视的柳月白，他都会一桩桩一件件全部查个清楚明白。王爷，属下们今日都在为无双公主身边的女子奔波，也问了许多无人知道她的身份。王爷，这上面记载着西号所有皇亲国戚，无双公主有17个表哥，并没有任何表姐表妹，这也是她为何会如此受宠的原因。既然如此，那女子是何等身份，怎么可能使唤得动凤无双？王爷，据属下所知，神女和九公主关系很好，两人是闺中密友，时常会有来往。你的意思是她是神女？王爷，排除所有可能，那女子极有可能是神女。本王知道了，多派人守着袁姑娘那边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进去。属下遵命。姑娘，摄政王来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明帝那边已经查清楚荣嫔刺杀太后之事，我来告知你一声。青青，怎么了？明帝竟信了。明帝最大的弊端就是不信别人，只信自己。只要随便用些手段，就能让他相信。我正在按照明帝的要求写下将来即将发生之事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只需加上一条：2年之后，摄政王病入膏肓。2年之后，萧承瑞那边依然没有这一项，是不是太过仓促了？青青，不用管瑞王那边，你只需要这样写就可以了。袁清寒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皇上，您前几日让清寒记录的事情，我都已经回忆记载下来了，请皇上过目。袁清寒，正好今日瑞王府也送来了，你确定自己写的都是真实的？皇上，清寒哪里敢胡说八道？清寒无依无靠，无人照顾，唯一的靠山就是皇上，所以知道分寸。皇上，袁姑娘说刺杀太后的事情是荣嫔所为，也记载了荣嫔的丑事，瑞王这边却只字不提，甚至把刺杀灵王的事情都略过了。他怎么会写对自己不利的事？刺杀太后之事，展峰已经查清楚了，确实是荣嫔所为。若非看在萧承瑞的面子上，他早就动手处理荣嫔母家了。如今萧承瑞避而不谈，更是让他恼怒。皇上因何生气？袁清寒心底略有不解，假意担心地问道：“是我记错了什么吗？”和你无关，你去寿康宫看望太后吧，朕想自己静一静。不，皇上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禀告皇上。他知道明帝对他写的内容十有八九是信了。什么？皇上，昨天清寒去丞相府找柳姑娘，却见瑞王也在丞相府。瑞王不是在禁闭吗？怎么去的丞相府？皇上，我也很疑惑，不过可以确定此人就是
是瑞王殿下，临走时他还威胁我说，如果敢把此事告诉皇上，就要了我的命。我害怕至极，思来想去，又觉得这样不好，所以才决定告诉皇上。朕知道了，严清寒，你下去吧。朕跟你保证，不会让他动你一根汗毛。多谢皇上。王爷，如今军营里对王爷和严清寒称赞不已，人心臣服。此事进展比我们计划的要顺利得多，属下觉得袁姑娘功不可没。阴虎符可有消息？还在找。王爷，属下调查过，说是当年先太子去世之后，阴虎符就无迹可寻了。这些年咱们已经找遍了大江南北，属下怀疑阴虎符就藏在宫里。宫也巡过好几遍，不是没什么动静吗？王爷，有些地方我们进不去，即便有契机，也只有什么？王爷，明帝净身之策，恐怕得袁姑娘去找。不行，袁清寒一介女子，还怀着身孕，更无武功在身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请您进宫去，说皇上有事相商。进宫搜寻的事情再想办法，不准跟他提起。不下了，不去，每次都输给你。摄政王，你是唯一一个敢迎朕的人。骑场如战场，臣如果连小小棋子都驾驭不了，怎敢替皇上领兵打仗，征战天下？你说的倒是有道理，只是在朕面前，你也该变通一些，让朕怎么了？臣知皇上不喜弄虚作假，臣也不屑于跟那些朝臣一样阿谀奉承。摄政王，这就是朕为何这么器重你，跟那些人不一样。皇上召见臣，该不会只是为了解解气吧？摄政王啊，你年岁也不小了，也该成家了。朕和皇后为你精心挑选了一个女子，是丞相府的大小姐，京城第一才女柳月白，你意下如何呀？皇上，臣常年征战，如今还身中剧毒，说不定哪天就撒手人寰了，不想祸害柳姑娘。摄政王，您是咱们大宁的顶梁柱，天下闻名的战神，别说是相府小姐，就是九州神女，恐怕也娶得。摄政王，您看这柳姑娘可不单单是才女，更是美貌动京城的美人儿。皇上，臣曾说过，心中已有佳人，王妃之位只愿给她。朕也记得，你还没寻到她。这柳家大小姐哪里不好？朕把她赐给你，可好？皇上，臣不喜欢她，更不愿意娶她。若是朕执意让你成家呢？朕今天就给你赐婚。摄政王，朕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如果皇上执意赐婚，那臣只好连夜带兵踏平丞相府，杀了柳月白。君千珏，你这是要公然跟朕作对吗？竟然威胁他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如果按照袁姑娘所言，那月白体内现在岂不是有2个灵魂？袁姑娘，我柳青山这辈子从未作恶，月白更是连一只蚂蚁都没有伤害过，可因为我的固执，月白却经此一劫。袁姑娘，求你救救我女儿啊！如果你能治好她，无论你提什么要求，我都答应。柳丞相，我会想办法。袁清寒，我警告你，我和柳月白现在是一体，我生他生，我死他死。袁清寒，不过顷刻之间，他就昏昏欲睡，晕了过去。袁姑娘，现在怎么办？柳丞相，这样的事情我也是头一次见，你容我想想办法。袁清寒，你治病救人，兴许还有一套，可眼前这柳月白被袁若雪占据了身体，得靠法师来解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小承认，都是你惹下的祸事，你还有脸说？当初他怨念太深，那日险死之后，重生看到了前世。袁若雪被最爱之人砍掉手脚，泡进酒瓮，必然也是怨念极大，才会灵魂不死，甚至还得了机缘成了柳月白。这也不能全怪本王，怪只能怪袁若雪太坏了，早知道她死后还要作恶，本王必把她的尸体凌迟而死，请和尚道士做法749日，再把她烧成灰烬，让她坠入畜生道，永无翻身之日。还畜生？我看你现在就在畜生道。袁清寒，你竟敢骂本王！骂你也不是1天2天了，怎么瑞王又要威胁我？我奉皇命来给柳小姐治病，不是来听你大放厥词。瑞王，如果不帮忙，可不可以出去？瑞王殿下，此乃我女儿闺房，你一个外男在这里不合适，你要是再不走，就别怪我让人请您出去了。袁清寒，本王今日让朕办事，有你跪着求本王的时候。袁姑娘，瑞王已经被我赶走了，你现在能救月白了吗？柳丞相，您别着急，一个身体2个灵魂，谁来了都不好处理，我只能说试一试，撞着机会。前几日我让人去五台山寻了法师，不知是否能解开此症。丞相大人，不是我要打击你，可袁若雪既然在柳小姐体内，2人就是一体的了，这鬼神之术恐怕没什么用。无论成败，尝试一番总是好的。我是月白的父亲，总更不能什么都不做，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一个死去的人欺负。柳大人，我可以尝试把柳小姐唤醒，看看她是否知道袁若雪的弱点。袁姑娘，既如此，您快叫醒月白吧。柳小姐，袁若雪已经睡过去了，你在吗？如果你在的话，就出来回答我的问题。柳小姐，柳丞相也知道你被困，很担心你，还有安公子，他这些天一直在找你。
袁姑娘，月白，月白，你醒了。丞相，六小姐的身体还在沉睡，只能勉强说话。袁姑娘，别说血占据了我的身体，一定要救我。我和丞相都在想办法。六小姐，你可知道怎么对付他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如果我死，他也就死了。哎呀，袁姑娘满心都是复仇，要杀了你和瑞王，你们千万要小心。倘若皇上执意赐婚，臣只能杀了柳月白，让他横着进摄政王府，这样既不抗命，也不违背臣的本心。明帝冷冷地瞪着君千珏，杀气沸腾。皇上，摄政王如今中毒，袁姑娘都未必可医，他也是怕耽误了柳姑娘一生，让皇上被人抱怨。摄政王，你当真是怕这个？皇上明鉴，臣心中只有皇上和天下苍生，也自知命不久矣，不愿荒废柳姑娘一生。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朕就不为难你了。月白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不肯要，朕只好再为她另选佳婿。皇上英明，几位王爷之中，只有瑞王没了王妃。柳姑娘既懂事又貌美，不如赐给瑞王做王妃，也好时常提点一二。如此说来，瑞王府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满京城都在议论瑞王和林素瑶之事，可谓是天下皆知。既然如此，朕明日就下旨。如果柳月白能把瑞王带上正途，兴许瑞王还有救。看来这柳家倒是比他想的还要忠心。马车在袁清寒宅子前停下。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属下见您心神不宁，就想着让袁姑娘开导开导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刚从宫里回来，想见你。怎么了？不顺利吗？君千珏正在考虑要不要说，就听有人抢先开了口。袁姑娘，您不知道，明帝不知哪根筋打错了，非要把丞相府大小姐柳月白赐给我家王爷做王妃。君千珏冷眸扫过寒冰，眼底满是警告。闭嘴！你答应了？我怎么可能答应？他的眼里心里只有袁清寒，早已容不下任何人。那明帝会不会生气？姑娘，我家王爷说，如果明帝执意赐婚，就杀了柳月白，让他横着进来。明帝当时气得脸都歪了。明帝心狠手辣，敏感多疑，如果……青青，你放心，都处理好了。君千珏安抚过袁清寒，摄人心魄的眸子扫过寒冰。出去，王爷，属下可都是为了让袁姑娘知道您为她付出了多少，你怎么就不理解呢？寒冰，等等我！兰儿也识趣的跟了上去。院子里只剩下袁清寒和君千珏两人。明帝最是讨厌被人落面，会不会记恨？他如果敢动我，就不会忍下恶气，把柳月白赐给萧承瑞。明帝要把柳月白赐给萧承瑞，他为何如此担心？难道说是明日就下旨？你不开心了？袁清寒下意识的点了点头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柳月白的命格不该如此。君千珏刚要开口，却见兰儿匆匆跑了进来。姑娘，林王府来人，说是林王妃重病不起，请您去医治。君千珏深深地看着他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我陪你去。如今的林王府跟往日可不同。灵王殿下，林王妃病了几日？可请了大夫？昨天下午开始昏迷，请了几个大夫都没有头绪，这才去请了袁姑娘过来。林王妃病情复杂，我也有些拿不准，我想先听听其他大夫的意见。他们说的都是些体弱气虚之类的。是吗？这些人竟然对林王妃有孕之事丝毫没有提及。什么？她竟然有孕了？没错，林王妃已经有孕，2月有余。之前灵王刚从南荣回来的时候，林王妃为你受伤，我也曾给她整脉处理伤口，可那时候天数尚少，所以没有看出来。只是今日这喜脉如此明显，灵王请的几位大夫竟丝毫没提，看来是得禀告皇上，把他们从太医院除名了。灵王神色闪烁，都是从外面请过来的大夫，等会儿本王就去收拾他们。很明显，灵王在撒谎。袁清寒也看出来了。袁姑娘，淑儿虚弱至此，孩子还能保住吗？我只能说尽力一试。你需要什么药材，尽管跟本王说，无论花费多少银子，本王都会给你找来。青青，怎么了？林王妃中毒了，很是隐秘，极难查出来。一会儿你就先走吧，我先留下来救治林王妃。她也是个苦命人，之前也算是帮过我。君千珏眼底满是不放心。灵王进来，神情自责的道：说而越信，一向不准，本王竟不知她有了身孕。灵王不必自责，连大夫都没看出来，更何况是你。袁姑娘，既然灵王如此伤心，你就留在这里救治林王妃吧。至于给本王针灸的事情，暂时推后，等你治好了林王妃，就让人去摄政王府传话，本王再来接你。多谢摄政王体谅。多谢摄政王大度。等淑儿好了，本王一定把袁姑娘安全送回去。他昨日才给君千珏针灸过，所以治病排毒之事只是借口，把他安全留在灵王府，让灵王不敢轻易动他的借口。迎春端着安神香进来了，兰儿立刻过去，直接把那安神香扑灭了。袁姑娘，这是做什么？这可是我家王妃最喜欢的安神香。姑娘，您看，迎春，这安神香里有毒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有毒？袁姑娘，奴婢不知道。迎春，你竟敢给王妃下，如果我把你交给灵王，你知道你是什么下场吗？袁
袁姑娘，不是奴婢下的毒，奴婢跟王妃一起长大，王妃待奴婢极好，奴婢就是自己死也不会害王妃的。那这安神香从何而来？是谁给连王妃下的毒？奴婢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，可奴婢知道王爷根本没有给王妃请大夫，王爷他根本就不想让王妃好起来。果然，袁姑娘，您医术高明，以后是我们王妃的朋友，您一定要救救她呀！灵王殿下，灵王妃还没有醒过来的迹象。无妨，袁姑娘，你出来，本王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袁姑娘，之前母后也同你谈过，本王如今形势堪忧，合理也是无奈之举，你能不能帮帮本王？灵王殿下，我已经想方设法劝过，可灵王妃跟你多年夫妻，如今又有了身孕，怎会轻易合理？袁清寒本以为灵王妃怀孕可能是这对夫妻关系转圜的契机，没想到灵王的想法竟然没有任何改变。袁姑娘，可本王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得九公主者得天下，本王不愿拱手相让，和离之后本王依然会好好对她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本王怎会舍弃自己的妻儿不顾？灵王殿下，你可爱她？自然是爱的，本王多年来只宠她一人，甚至连妾室都没娶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？灵王殿下，女人要的未必是这天下，可能只是夫妻和睦，长相厮守。笑话，皇家之中向来身不由己，本王不是那山野农夫，做不到。袁清寒微微颔首，不再言语。袁姑娘，我知道你和离之后过得很不容易，你尽可告诉舒儿，本王跟瑞王不同，不会像他对你那样对舒儿。袁清寒望着灵王离去的背影，唇角泛起冷笑。果然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这灵王说的每一个字都不能信。姑娘，我叫王妃醒了。我昏迷了多久？清寒，你怎么来了？灵王妃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要固执下去吗？我没事，只是饿了太久，昏迷了。迎真，你来说。王妃，您不是饿晕了，而是中毒才昏迷的。中毒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清寒，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法逼我离开？我并无半句虚言。有人在你的安神香里下了，若非我发现的及时，3天之内你必死无疑。是谁？皇后还是王爷？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我和迎琛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灵王妃，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说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经受不住的打击，大不了就是顺了他们的意，合理。反正他不吃不喝，只是为了威胁灵王，求取同情，并不是真的要饿死自己。灵王妃，你怀孕了。清寒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有孕了，已经2个多月，你自己没有察觉到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的月经从无规律，有时候半年还不来，我以为只是推迟了。我现在如此虚弱，还中了毒，会不会影响孩子？袁清寒点了点头。你可跟王爷说，他知道之后是什么反应？说了。灵王听完也是惊喜交加，只是什么？我知道，他依然坚持要跟我和离，对不对？王妃，咱们走吧。今天就是机缘巧合，袁姑娘心地善良，医术高明，可若是再有下次，走去哪里？灵王就是我的家呀。清寒，你一定能体会的，对不对？你也和离了，和离之后，袁侯府可还要你？如果我今日和离，该说不定跟你一样的下场。袁清寒有医术傍身，能重新赢得世人的尊重，可他又会什么？灵王妃，你不能这样想，我和袁侯府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情分，你娘家那边必然不会弃你于不顾，那我回去，兄嫂也会针对鄙夷，从此以后再无好日子过了。尤其是我现在有了孩子不能没有父亲。王妃，如果您还是放不下王爷，奴婢也陪您在这龙潭虎穴。昔日的家竟成了龙潭虎穴，真是荒唐可笑。清寒，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，如果你依然坚持留在灵王府，那我只能尽力替你解毒。清寒，你去休息吧。迎琛，去请王爷，就说我醒了。不下了，清月，你想要的画轴来了，快来看。又耍赖。刚打开看了一眼，就飞快地合上了。怎么了？要是让我看看呀？没什么好看的，不是娘亲要找的人。我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无声，你也早点睡吧。这又是怎么了？我也不记得哪里得罪了他。画轴上所画之女，眉眼之间竟和她一模一样。果然，当年神女跟她说过，曾逃来大宁，并跟一女子结缘，成了知己好友。被神族抓回去的时候，她双目受伤，再也看不见。也幸而如此。云清月冷笑，否则若是神女看到她的脸，早就知道当年抱错了孩子。这些年，神女一直对江疏念念不忘，知道她要来大宁，甚至叮嘱她去看看江疏和袁清寒过得如何。当时初见袁清寒，她就震惊慌乱，因为袁清寒跟娘亲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她心底生疑，每日惊恐不安，直到看到这画上的江疏，一切都水落石出。原来我才是他，既然互换了身份，那就是上天要救我。袁清寒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把这一切从我手中夺走。清寒，辛苦你了。灵王妃，看着你服下解毒丹，我就要回去了。你这么快要走？灵王妃，孩子一天天大了，如果你没
没事，我想回去多休息休息。林王妃把那颗解毒丸河水服下，这才起身看向袁清寒。我吃了解毒药了，清寒，你可以走了。却见灵王正好过来。灵王殿下，您终于来看灵王妃了。昨晚灵王妃让人去3催4请，灵王始终没来。本王过来是想告诉你们，皇上下旨把柳月白赐婚给瑞王之事。瑞王必然要高兴死了。柳月白身世不错，才学容貌都好，是他翻身的最好选择。只是可惜柳小姐那么好的才女，竟要嫁给这等人。灵王可知道丞相府那边有什么反应？丞相已经进宫去了，不过按照本王对父皇的了解，他是不会撤回成命的。如果柳月白真的嫁给了萧承瑞，那她的命运就彻彻底底的被改变了。只是为何会这样？王爷，柳姑娘来了。真是稀客，柳姑娘从没来过我灵王府。灵王殿下，灵王妃，我是来找袁清寒的。柳姑娘，你不请自来，找清寒是为了什么？灵王妃既然来了，我也不想拐弯抹角。袁清寒，你让皇上更改我的婚事，害得我要嫁给萧承瑞，你其心可诛。柳姑娘不是得了失心疯吧？我岂能左右得了皇上的心？真是搞笑。清寒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会针对你？柳姑娘，亏你还是才女呢，竟连这点事情都想不明白。皇上早已许诺让我嫁给摄政王，可自从袁清寒去了一趟皇宫，所有的事情都更改了，不是他从中作梗，还能是谁？灵王，皇上要把我许配给摄政王的事，你应该清楚吧？本王确实知道，不过柳小姐你误会了，是君谦绝不愿意娶你，父皇这才好心给你另外安排了婚事。至于袁姑娘嘛，她如今虽是宫中红人，可也只是个大夫而已，父皇怎么可能因为她改变主意？袁清寒，即便如此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放过柳姑娘，我真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你。袁清寒，你没有得罪我，只是你一条贱命，声名狼藉，本小姐不喜欢你罢了。清寒用不到你喜欢，摄政王喜欢他就好了，而且摄政王不愿意娶你，柳月白一定是气坏了吧？林王妃，你以为自己能比我好多少？有凤无双这个西号9公主在，你这个王妃之位又能坐多久呢？林王妃脸色瞬间苍白，眼神绝望痛苦地看向了林王。林王只是淡漠地转过头去。够了，柳姑娘，你既是来找我麻烦，没必要嘲讽林王妃。你我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你讨厌我，只因出身。柳姑娘，我本以为你蕙质兰心，和那些俗世污浊不同，没想到你竟也如此庸俗肤浅。我庸俗肤浅？柳月白浑身一震，震惊地看向袁清寒，眼神有些木然。这句话有人也曾对我说过。看着忽然之间变得神神叨叨的柳月白，袁清寒和林王妃都有些奇怪，甚至有些害怕。此时的柳月白似乎在顷刻之间，她就从刁蛮大小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这柳月白莫不是真的嫁不成摄政王，受了打击，脑子生病了吧？柳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袁姑娘，救我！看着这怪异的一幕，林王妃觉得头皮发麻，袁清寒也觉得很是异常。福曲，你家小姐怎么了？福曲眼底也满是害怕，看了看柳月白，欲言又止。柳月白脸色狰狞了一瞬，又在极短的时间里恢复了正常。袁清寒，听说你喜欢治病救人，喜欢假好心，我故意逗逗你的。福曲，我们走。竟是装的，这人真是莫名其妙。装的，戏弄他。真的有人能彻彻底底的假扮成另外一个人吗？林王妃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就先走了。你回来了？你等多久了？没多久，从宫里回来，去了林王府。林王说你回来了，就有些担心。我听说丞相进宫请皇上收回成命，皇上可答应了？明帝根本没见柳青山。明帝竟然这么狠，果然是帝王之心。青青怎么了？今天柳月白去找我，不想嫁给萧承瑞，还哭了，让我救她。我总感觉哪里不对。是柳月白不肯嫁给瑞王，还是不想她嫁给瑞王？君千觉心底醋意翻涌，袁清寒对萧承瑞似乎过多关注了。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他别开了视线，不自然地看向别处。没有，他是男子，本就该心胸广阔，岂会吃一个小女子的醋？还说没有？你耳朵都红了。青青，我怕你对他还有感情。我恨他都不够，怎么可能对他还有感情？从我告诉你柳姑娘可能会嫁给萧承瑞之后，你就对此事很关注。我只是关注柳月白，并不是关注萧承瑞。关注柳月白？为何？你有没有发现柳月白很是奇怪，跟之前一点也不一样？我从没留意过她如何。从前柳姑娘气质高洁，还有喜欢的对象，可现在却沉迷于权势，天天都想嫁给你。所以你是因为她想嫁给本王才留意她的？算是吧。青青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什么叫做算是吧？袁清寒脸色更红，咬唇点了点头。君谦觉得心情突然舒畅了起来。你继续说，她怎么了？今天她来灵王府发脾气，可听到了一句似曾相识的话之后，就突然哭了，像是彻底换了个人。像是换了个人？你是说跟你从前一样变了性格吗？一样也不一样，她身体里面像是住着2个灵魂。青青，
青，你在说什么？一个人的身体里怎么可能住着2个灵魂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岂不是要打起来？听起来是不是没有可能？可如果这样解释，是不是能说明柳月白前后为何不一样？为何刚刚说完恨我，就又要让我救他？根据白衣女子教她的医术，柳月白应该是精神分裂，体内有着2个人格。至于事情是否真的如此，等她问过福渠之后，也就能确定其分了。青青，你既对此事有兴趣，那就查查吧，我让寒冰来帮你。不用了，有暗影和兰儿在，还有府中这么多侍卫，我很安全。等明日我就去找福渠，看看柳月白到底怎么回事。皇上，瑞王殿下来了。皇上，那清寒就先告辞了。不必，朕正好有话要问你们，让他进来吧。见过父皇，父皇千秋万代。起来吧，瑞王，你可还记得袁清寒？就算他化成灰，儿臣也认得。看来瑞王对我用情至深啊。袁清寒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不要脸的是谁？谁心中有数？够了，朕今天过来是要问你们正事。皇上尽管问，清寒必然知无不答，答无不尽。父皇请问，你们2个既然都知道未来之事，那朕问你们，柳月白最后可嫁给瑞王了？父皇，您是大宁皇帝九五之尊，让她嫁给谁，她就得嫁给谁。袁清寒，你来说。皇上，在我看到的情景之中，柳月白没有嫁给瑞王，反而嫁给了一个书生。袁清寒，我看你是要故意破坏本王的婚事。瑞王，我说的是不是实话？你心里再清楚不过。不过，在我心里，天下任何女子都不该嫁给你。够了，为了柳月白的婚事，柳丞相已经几次求着要见朕，朕也不能一直躲着他。今早下朝之后，柳丞相特意求见朕，说柳月白不知是疯了还是被鬼上身了，请朕取消婚事。父皇，万万不可！袁清寒，你可相信鬼上身之事？皇上，鬼神之力虽不可全信，却也不能不信。我和瑞王都见过未来之事，这足以让清寒打开眼界，信任一些从前不信的东西。那你说朕该如何处理柳月白之事？皇上金口既开，就不能轻易收回圣旨。可丞相是朝堂之柱，皇上也不能丝毫不顾及丞相的感受。那你不是等于没说？父皇，依儿臣所见，柳家只是在为逃避婚事找借口罢了。皇上该派人仔细调查，不能只听某些人为了权势所编造的话。袁清寒，你是在说本王贪恋相府权势，执意要娶柳月白？难道不是吗？袁清寒，朕命你去丞相府一趟，看看柳月白到底怎么了。回来之后一定要如实禀报，知道了吗？累了一晚，可饿了。深邃的黑瞳里满是心疼。寒冰，去把熬好的粥送来。袁清寒确实饿了，这粥可还合你口味？味道不错，有些饿。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药已经炼成了，你吃下去之后，失心毒应该就能解了。君千珏接过来，毫不怀疑地吞了下去。你感觉如何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这药剧烈的很，噬心毒又在心脏附近，解毒的过程必然痛苦。青青，离我远些，我怕伤到你。不，我要在这里陪着你。他痛苦至极，紧紧地抱住袁清寒，又怕伤到孩子，只能竭力控制着力道。君千珏精疲力竭，晕了过去。有袁姑娘这么照顾着，他们也能安心。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还在不满王爷跟袁姑娘亲近吧？王爷和袁姑娘的事情，轮不到我来说三道四。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。从前是我不懂事。寒冰这才满意的笑了。那个，你今天解毒很痛苦，我又困极了，一不小心睡过去了。忍不住低头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吻。青青，你别惹火。袁清寒脸色红红，唇角扬起甜蜜的笑。王爷，姑娘，晚饭准备好了。看见两人亲密无间，仓皇的就想往外逃。对不起，奴婢来的不是时候。兰儿，你别误会。误会什么？青青，你我之间有什么好误会的？君千珏起身，把他抱起。本王和青青就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袁清寒险些晕过去，小脸红得快要滴血，恨不得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兰儿不知所措的笑了笑，脚底生风的往外跑。奴婢让厨房来送饭。看着天色越来越晚，袁清寒不舍抬眸。我该回去了。青青，可不可以不回去？不回去会有很多麻烦的，到时候会有人说三道四的。青青，本王想娶你，你可愿意嫁给我？这求婚突如其来，让他措手不及，可他内心深处似乎又有甜蜜的窃喜。青青，嫁给我好不好？这样他们一家三口也算是名正言顺的团聚了。想到京中的形势，想到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自己，现在不行。袁清寒艰难地说出这句话，愧疚地看了君千珏一眼，落荒而逃。京城不知多少女子排着队想要嫁给王爷，袁姑娘果然不同凡响，不愧是王爷看上的人。君千珏脸色微沉，瞪了寒冰一眼。寒冰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。袁清寒明明是喜欢他的，可却拒绝了他。他知道袁清寒是怕给他带来麻烦，怕皇室从此之后针对他，但是他不怕。现在军队和粮草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，军心也大多归顺
万事俱备，只差阴虎符。袁清寒又见面了，可真是巧。袁清寒不理他，径直往丞相府里走。袁清寒，这些东西都是本王花了大价钱精心给柳姑娘挑选的，你一定很嫉妒吧？瑞王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您送的这些东西全部算起来，也不及摄政王送我家姑娘的一件。男儿，你还是别吹了。如果君千珏真的对袁清寒这么好，他会连个像样的首饰都不戴吗？瑞王，我戴不戴收拾，穿什么衣裳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。还有，我们都已经和离了，你给柳姑娘买什么送什么，关我何事？你也不用什么都跟我禀报，我又不是你娘。你不信本王杀了你！我还得给皇上调理身体，皇上此时恐怕还在宫里等我回去复命。你要是敢杀了我，直接动手就是，不用特意告知。袁姑娘，你终于来了。皇上说过会让你来给月白诊断，本官昨日等了一天，还怕您不来了。前天晚上为了给太后治病，一宿没合眼，昨天就养精蓄锐了，希望丞相大人不责怪。本官哪里敢？袁姑娘，我家月白如今就在春晓院，老夫这就带你过去。丞相大人，本王也同去。瑞王殿下，小女还未出阁，不能收您的礼物，也不能见外男，您回去吧。袁清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萧承瑞带了这么多礼物过来买好，没想到柳家却根本看不上。丞相大人，凤凰已经给本王和柳姑娘赐婚，本王怎么可能算是外人？瑞王殿下，皇上是给您和小女赐婚了，可现在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小女得了病，1年2年之内恐怕无法出嫁。1年2年？柳丞相，前次本王上门，柳姑娘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得病无法嫁人？我看分明是你们看不起本王，故意找的借口。您是高高在上瑞王殿下，微臣一家怎敢看不起您？不过瑞王殿下，小女确实生病了，还请您见谅。袁清寒挑眉笑了，他跟着柳青山去了春晓院，萧承瑞竟恬不知耻地跟了过去。柳青山脸上闪过愠怒，到底没有说什么。小姐，老爷来看您了，瑞王和袁姑娘也来了。萧承瑞、袁清寒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奉命来给柳小姐治病，可不是跟瑞王一起来的。本王是来给柳小姐送礼物的，带来的都是在京城搜罗的新奇玩意儿，希望柳小姐喜欢。瑞王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临死之前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萧承瑞，没想到变成柳月白，他竟还是要被赐婚给萧承瑞，这绝不可能。柳小姐，本王待你不错，你为何不肯嫁给本王？因为瑞王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，娶我只是为了利益。月白，我不否认我们现在没有感情，可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只要你嫁给本王，本王以后必然会好好对你。可我觉得殿下心爱之人是袁清寒，如果殿下愿意为我杀了他，我嫁给你也未尝不可。瑞王殿下，你可别错了主意。兰儿，无妨，瑞王先杀了我，也顶多是用阴损手段，不会给人留把柄的。月白，你是不是病糊涂了？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袁姑娘，对不起，月白她自从上次投井之后就性情大变，如今这话必然不是她的本意，是要挟作祟。丞相大人，柳小姐是病得很厉害，不如你先找人把她绑起来，我好给她把脉。去按住小姐，不准她乱动。柳月白拔腿就往外跑，兰儿眼疾手快，上去按住了他。放开我！贱人，你这该死的贱人！你们主仆2人心狠手辣，坏事做尽，不得好死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月白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一巴掌直接把柳月白打得晕头转向，神色痛苦的抬眸看向柳青山。救我！救我！柳青山心痛至极，上前要扶住他，却见柳月白陡然之间变了脸色。爹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竟为了他这个外人打我！柳月白狰狞的笑着，眼神幽冷怨毒，如同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萧承瑞、袁清寒，有你肚子里那个野种都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来人，堵住小姐的嘴！不必了，柳丞相，让他再多说几句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如此恨他，如此恨萧承瑞，还动不动就骂他腹中孩子是野种的，普天之下唯有一人。袁姑娘，不知自己从前斯文优雅的女儿，如何成了刁蛮泼妇。袁清寒，她不是柳月白吗？还能是谁？蠢物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之前去找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妥。传闻中知书达理的柳姑娘，竟然主动上门滋事，似乎格外在乎我这个陌生人的看法。你事事和我作对，恨极了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这也就罢，你竟还恨萧承瑞。这普天之下，只有一个人会如此。我分析的没错吧？袁若雪。所有人都愣在当场。萧承瑞如遭雷击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柳月白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袁若雪，袁若雪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？袁清寒，你这个贱人！袁清寒，他怎么可能会是袁若雪？萧承瑞，你刚才不还过着喊着要求娶我，现在怎么又害怕了？
萧承瑞，袁若雪是在何时死的？6月初7，她在酒瓮之中溺死了自己。丞相可还记得柳姑娘何时投的井？6月初7，当天有人上门提亲，我让人把她打了出去，并且训斥了月白。晚上的时候，她想不开投井了。这样一来，时间就对得上。这世上也有说不清之事。柳姑娘投井之后，袁若雪就趁机而入，占据她的身体，压制了她的灵魂，所以柳姑娘才会性情大变，并且时不时的出现，发出求救信号。月姑娘说的没错，我家姑娘确实像是换了个人，您快想办法救救她吧。袁清寒，我早就告诉你，你拿我没有什么办法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拿你没办法？袁若雪，柳丞相已经把你全权交给我，即便是舍了柳月白，他也不会让你得逞。你少骗我了，柳青山那个老东西才舍不得柳月白，是吗？那你就看看他会不会管你。门外，柳青山神色痛苦，紧紧地握住了拳头，眼底满是疼惜。这是他跟袁清寒商量好的计策，只有他不出现，袁清寒才能更好地收拾袁若雪。不是你在害柳小姐吗？会，月白只是一个没有脑子的蠢货而已。这摄政王和皇亲国戚不一样，竟喜欢一个穷书生，我这都是在帮他。软弱可怜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袁清寒，你永远也救不了他。那可不一定。袁清寒，你想如何？袁若雪现在不是硬得很吗？等饿上几天，看他还会不会这么硬。等袁若雪虚弱的时候，他再进行深度催眠，尝试把袁若雪封印起来。至于彻底驱逐嘛，还需要机缘。袁清寒，放我出去！你这个心狠手辣的贱人，你不能好死！去把他的嘴堵上。袁姑娘，柳姑娘闹着要见你。不见。姑娘，柳丞相刚给咱们送了这么多银子，咱们要是不好好对柳姑娘，说不过去吧？晾着她是为了给她治病。那柳姑娘体内住着一个鬼，可花，你可别胡乱心疼她啊！这住了个鬼！姑娘，兰儿姐姐，你们可别吓唬我，我胆子可小了。兰儿掩嘴偷笑，没事儿，姑娘会治好她的，只要不接近她就没事儿。荷花小鸡啄米般点头，惊慌地逃走了。到了第3天，袁若雪几乎要死过去，她虚弱地爬到了柴房门口，用尽全身力气叩击着房门。袁清寒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让人把她带到了院子里。袁清寒，你怎么折磨我？你真是狠毒！袁若雪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你一天不离开，我就困你，就算到天荒地老，也未尝不可。袁清寒，你不得！贱人，贱人！兰儿的巴掌又不要钱似的落了下来。袁若雪，你可以试试，是你骂得快，还是我打得快？袁若雪，我答应帮你报仇，让萧承瑞不得好死。你乖乖离开柳姑娘，如何？离开？我怎么离开？袁清寒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，会被人骗得团团转吗？如果离开柳月白，他这次就是真的死了。袁若雪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发什么疯？我数到3，你就会陷入沉睡。袁若雪昏迷过后，袁清寒唤出了柳月白。柳月白豁然惊醒，眼神纯净惊慌。兰儿，给柳姑娘备水。袁姑娘，你真厉害。袁若雪现在已经沉睡了。柳姑娘，我从未处理过这种情况，不知道她多久会醒过来。不如你这几天依然在我这里住着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们也方便知道。袁姑娘，我想见见明姐。两人相见，眼泪千行。姑娘，现在奴婢信了，柳姑娘确实很喜欢安公子。以前安公子说他和丞相府的千金小姐相爱，奴婢还以为他是吹牛呢。安公子老实诚恳，和柳姑娘是双向奔赴。姑娘，那您和摄政王呢？也是双向奔赴吧？是双向奔赴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什么？袁清寒耳根微红，眼神有些慌张地看向君千珏。见过王爷。说完，他就退到了一边。兰儿，你出去吧。兰儿咬唇，恭敬地退了出去。摄政王，你是不是离得我太近了？青青，你是不是在躲我？没有，你误会了。是吗？可你现在都叫我摄政王了，我们可是亲吻过、睡过的。你对我这样客套，我的心很痛。袁清寒脸颊通红，震惊地瞪大眼睛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吻是吻过，可睡过是什么鬼？那2次两人也不过是合衣而眠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。为何从向来正经的君千珏口中说出来，就多了几分暧昧不清的味道？我没有胡说，青青，你吻过我，我也吻过你，对吧？倘若没有睡过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从何而来？袁清寒瞪大眼睛，一时间又羞又惊，险些没晕过去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那次我们是中了魅毒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所以不算。可事实就是如此。如果青青非要否认的话，那我只好再让你回味一下，看是否能想起来什么。你之前不是这样的。在他心里，君千珏冷酷无情，威风凛凛，或者是温柔似水，专情霸道。可现在呈现在他面前的却是口无遮拦，让他脸红心跳的君千珏。青青，别躲着我了，我是真的想娶你。孩子一天天大了，我不能让他生下来没有父亲。可跟我在一起会被厄运缠身的。青青，你错了，遇见你是我最幸运的事。千珏，答应我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让我再想想。前世他并未跟君千珏在一起，君千珏成就了大业，如果他现在嫁给了
了君千珏，那未来是否会因此而更改？我知道前路艰难，可只要是跟你一起，即便布满荆棘，即便刀山火海，我也不会觉得辛苦。我知道，可他不能太过自私。见过摄政王，袁姑娘。柳小姐，别来无恙，多谢袁姑娘，多谢摄政王。柳姑娘，你今天可有感觉有什么异样吗？药可按时吃了，按照袁姑娘的叮嘱吃了，暂时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舒服。袁若雪也没有任何动静，那就好。等过几天，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袁姑娘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。从前我被袁若雪关在身体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她以我的名义为所欲为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是您发现了异常，救了我，月白这辈子都欠您的。说着，柳月白要给袁清寒行礼，袁清寒连忙把她扶了起来。柳姑娘，你我是同龄人，可别行此大礼。你们俩人的姻缘是命定的，中间因为袁若雪出了差错，我不过是拨乱反正，让事情恢复到原状而已。袁姑娘，听说您见过未来之事，难道是真的？有幸在梦里见过。袁姑娘，我从前看古籍，古籍上说，只有神族才有可能有这些非同寻常的遭遇。难道您……袁清寒扑哧一声笑了。柳姑娘，我怎么可能是神族之人？不过是机缘凑巧罢了。是我糊涂了。不过袁姑娘，即便您不是，必然也是有大机缘者。兴许是当年母亲她结下的善缘吧。应该是。我听说江夫人从前曾经救过神女一命，两人关系不好，听说两人还结成了金兰姐妹呢。柳姑娘，这我都不知道，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啊？我之前有段时间喜欢研究各国意志，正史野史的，研究了不少，就随口胡说八道了几句。袁姑娘，您不会觉得我卖弄吧？自然不会。柳姑娘，正好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。我昨天去找神女，想看她是否有办法把袁若雪从你体内赶出去，可她说她还没有觉醒神力。袁姑娘，不知道您竟为我的事情奔波这么多。这不是重点，我想知道的是关于神族神力之事。根据我的了解，神族据说是上古时代遗留的意志，传承到现在，所谓的神力已经寥寥无几，唯有历代神女会有神力。不过都说凤凰涅槃，至于神力是否能觉醒，也得看机缘。神族之所以被人敬畏，不单是因为神力和未卜先知以及测算的能力，更因为他们心怀天下。柳姑娘这么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君千珏却看出她还有心事，便跟她一起离开了。青青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没什么，只是对神族一事有些好奇。青青，我分明就在这里，你有什么心事却不肯跟我说？对不起，不过我真的没事，我刚才只是在胡思乱想。坏青青，这样忽视我，罚你亲我一口。踮起脚尖朝那张菲薄的唇吻了过去。先进去吧，蓝姑娘刚刚小产，不能吹风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们自己注意安全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我永远不会这样对你的。我知道，今日辛苦你了。今日之事很有可能是皇后的主意，你要小心她一些。我记住了。落胎药、红花、毒药，这确实是宫中常用的手段。林王妃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清寒，他之前不是还找过你麻烦，如今怎么也住在你这里？从前来找我麻烦的是袁若雪，如今这位是柳姑娘。柳月白的脸红了红，道歉之后，把被袁若雪占据身体的事说了。原来人死了之后真的有灵魂，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孩子去了哪里。蓝姑娘，您的孩子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来，再来到你的身边的。真的吗？我还从未见过他，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自然是真的。袁姑娘，还好您当时脱身的早，否则现在不知又是什么境地呢。瑞王如今境况堪忧，连他这个丞相之女都不肯放手，对九公主和神女恐怕更是垂涎三尺。如果不是上天让我看到了继续在瑞王府的结局，我的下场恐怕要比蓝姑娘要惨得多。袁姑娘，有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会好起来的。摄政王，如今神女和九公主都在京城，你可要协助灵王取到他们其中一个。本宫听到一些消息，说神族有意让云清月嫁给你。皇后大可放心，本王不会娶他们的。无论是云清月或是凤无双，都入不了他的眼。云清月可是未来神女，娶了她，从此以后可能就飞黄腾达，一步登天了。摄政王，你当真不动心？皇后娘娘，本王承诺过的事情就绝对不会更改。合作多年，本宫对你还是很信任的，只是不知摄政王心仪的是哪个女子，本宫可以做主让她嫁给你，也算是对你的补偿。此事就不劳皇后操心了，皇后还是想想如何平复民愤吧。什么名分？皇后还没听说吗？灵王妃今日中毒小产，灵王一纸休书已经把她休弃了。本宫知道了，多谢摄政王提醒。很快，那道漆黑的身影消失在御花园里。红花加催命散，竟没能要了他的命。皇后，这药方是张任判亲自给的，按理说灵王妃小产之后应该会虚弱流血致死，可这……皇后，灵王府传来消息，灵王已经休了灵王妃，只是她的命被袁清寒保住了。袁清寒，她和灵王妃之前是有些交情，这傻丫头就是心底太善良，反而耽误了本宫的大事。皇后娘娘不生气，有什么好生气？一个兰叔而已，活着
着就活着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跟袁清寒的价值比起来，可忽略不计。传令下去，摄政王和袁清寒之间的所有事无巨细都要调查清楚。无数剑影杀气腾腾地朝着袁清寒刺了过来，暗影手中长剑飞快地挡去一部分剑影，护着袁清寒往后退。刹那间，本来平静的宅子里沸腾一片，如同油锅般炸开。袁清寒紧张地查看着周围的形势，却见从黑暗之中涌出更多的黑衣人，朝着那些剑雨射来的方向飞掠过去。院子里满是打斗和惨叫的声音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袁姑娘，您别怕，没人伤得了你。至于究竟怎么回事，一会儿等主子给您解释吧。君千珏也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约1炷香的时辰过后，厮杀声音渐渐停了下来。主子，那名一共来了30个人，都已经尽数除掉了。袁清寒眉头拧起，胃里一阵翻腾，他忍不住俯身在花坛边干呕起来。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抚上他的后背。青青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还好，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日阎罗殿传来了消息，说萧承瑞花重金买刺客，要在今晚刺杀你。我怕他还另外请了人，放心不下，就让人来提前守着。袁清寒和孩子是他视若生命的至宝，他自然要确保他们的安全。是他。青青还难受吗？君千珏冷声吩咐暗影等人把院子打扫干净，牵着袁清寒回了屋子里。萧承瑞想要杀我，也不是一日两日，我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只是我没想到他竟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动。明帝身体欠安，还盼着我能给他治心疾，如果被查出来是他下的死手，他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青青，你准备怎么做？自然是要进宫诉苦了。你手中还有证据？有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明日就劳烦你跟我进宫一趟了。安平，带人出去闹，动静越大越好。摄政王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可从未这么积极的来宫里过。皇上，有人要害您和臣。摄政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仔细说说。皇上，昨晚有人派了刺客去行刺袁清寒，想要除掉他，让皇上和臣无人可依。此人用心歹毒，说不定是奔着皇位而来。皇上，昨晚摄政王来找我解毒，如果不是他带人保护了我，恐怕我以后再也无法为您调理身体了。皇上心急，只有我能调理。我早就怕有人对我动手，没想到还真的有这么一天。谁这么大胆？皇上，臣已经连夜让人查清楚，烧了那刺客的老巢，拿了证据证人。刺客楼的人都说是瑞王府的管家亲自前去，花了重金要买袁清寒的命。皇上，清寒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可我死了，您的身体……立刻把瑞王带进宫，朕要亲自问他到底是何等居心。儿臣见过父皇，跪下。瑞王行刺袁清寒一事，可是你做的？儿臣不知父皇在说什么。瑞王殿下，欺君可是大罪。摄政王，本王比你清楚得多，只是此事既不是本王所为，本王自然不会承认。父皇，袁清寒这个毒妇早就和君千珏勾结在一起了，今日必是他们两人联手陷害我。如此说来，是袁清寒任你府上管家买通了刺客，要自己的命。他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了？难道带上来？韩冰立刻把两人推了进来，说：皇上，摄政王是王爷让我去买刺客杀袁姑娘的。皇上，我是刺客楼的人，甘愿认罪，确实是瑞王下的命令。对他而言，刺客楼就是他的家，如今这个家却因为萧承瑞的缘故被毁了，只因萧承瑞动了不该动的人。瑞王，你可知错？你明知道袁清寒是唯一能治好朕和摄政王身体的人，还要杀他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父皇误会了，儿臣并没有要害您的居心，儿臣只是想要杀了这个毒妇。朕看你不是心毒就是愚蠢。来人，废除瑞王王位，囚禁在府中，没有朕的命令不准出府。父皇，儿臣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儿臣是您的亲生儿子，您可以打骂儿臣，可不能废了儿臣啊！父皇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朕心意已决。老三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三皇子，奴才送您回府思过。萧承瑞从地上爬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出去了，如同一具行尸走肉。你要去哪里？我真的能嫁给他吗？青青，青青，这是怎么了？做了个很奇怪的梦。怎么会突然梦到了那白衣女子？之前他曾说他要走，可现在又说要在他成婚的那日回来。他似乎已经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可袁清寒却敏感地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好些了吗？只是一个梦而已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本王有几句话要跟你们家姑娘说。怎么还不好意思了？你我之间的关系早晚都要被人知道的。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，我如今身份特殊，明帝不会让我跟你在一起的。青青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会让明帝亲自赐婚。可这怎么可能？你就等着瞧好吧，到时候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他选择相信君千珏了，因为他总是能给他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兰儿姐姐，姑娘跟摄政王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看到的那样。那摄政王喜欢咱们家姑娘，哎呦，我就说呢，他怎么有事没事就过来？不过如今姑娘身份特殊，王爷和姑娘没有决定往外说之前，咱们不可往外透露一个字。兰儿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嘴严得很，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月神女，朕多年来都想见一见神族
之人，今日总算是如愿以偿了。明帝，清月有一事不明。清月神女，有话只管说。明帝，我听说袁清寒恶名昭昭，坏事做尽，早已经被瑞王休弃，踢出皇族，他为何还能坐在这里？凤无双和凤无邪脸色微变，兄妹两人欲言又止。我用饭的时候不喜欢那些低劣的人在场，因为那样只会影响我的心情。月儿，袁姑娘的事情，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云清月冷冷扫他一眼，眼带寒光。凤无双顿时不敢说话了。凤无邪俊脸沉沉，神女既然不喜欢我，那我下去就是。神女，朕把袁清寒安排在这里，是因为他医术高明，才让他来照顾皇后和太后。不过既然你不喜欢他，朕让他下去便是。云清月面纱下的唇角扬起得意的笑。皇上，臣身体不适，既然袁姑娘不在场，那臣唯恐毒发，就先告辞了。摄政王，你这是在给袁清寒鸣不平吗？你觉得我苛刻了他？他之所以来大宁，就是为了这位异姓摄政王。母亲动用天算，说君千珏乃是他命定之人。现在看来，君千珏果然是袁清寒的命定之人。只是可惜啊，他既然来了，就绝对不会让袁清寒如愿。他做了多年的小神女，这个位置本就该是属于他的。怎么，神女觉得自己苛待了袁姑娘？说实话，袁姑娘什么也没做错，神女是有些针对了。九公主倒是天真纯善，方才还阻止了她。这清月神女名字里也有个清字，听说还跟袁清寒有些渊源，怎么会这么讨厌袁清寒呢？摄政王果然威武，神女再好，袁清寒才是我们自己人。我知道袁清寒的所作所为，只是看不惯，不屑与他同席而已，谈何苛刻？神女高高在上惯了，自然不觉得自己苛待，可本王不这么觉得。至于何时离场，更是本王的自由。袁姑娘，我们走。明帝陛下，无双忽然头疼，想先临时休息了。明帝，九妹自小体弱，您多见谅。袁清寒，好好一场宴会被你搞成这样，你先给清月神女道歉。早就听闻大宁皇后凤仪无二，母仪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皇后娘娘，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怎么就是我扰乱了宴会？皇后娘娘，我不觉得袁姑娘做错了什么。是啊，皇后，袁清寒入席是为了照顾您和腹中孩子，是皇上安排的。即便神女看不惯他，要赶他走，他也没有任何意见，甚至没说一句话。您把什么罪过都推给他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袁姑娘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清月太执拗了。多谢两位仗义直言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神女又怎么会动怒？宁贵妃，本宫是在处理事情，你却插嘴，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母后以和为贵，切莫因此等小事影响了神女心情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此事因袁清寒而起，他必须要道歉。袁清寒，此事都是因你而起，你还要闹多久？他没有错，倘若非要道歉，本王倒是可以给神女赔个不是。罢了，既然摄政王为他求情，那就饶了他这一。没想到事到如今，他还是需要君千珏的保护，他得想办法让自己更加强大，强大到足以和明帝、皇后抗衡，足以和云清月抗衡，甚至足以和天下抗衡。袁清寒，神女大度，都原谅你了，你还不快走？君千珏看了灵王一眼，灵王抬起头和君千珏抗衡，只要有了神族支持，他根本就不再需要君千珏，甚至可以用功高震主的由头除掉他。二弟这么迫不及待的赶走袁清寒，是怕自己所做的丑事暴露吗？什么丑事？大哥莫不是喝醉了酒在说胡话？萧成灵，你和皇后做了什么好事？你们心中有数。蓝姑娘，你来做什么？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袁姑娘，对不起，我的孩子被活活害死，如果我不出这口气，我心头难安。一道阴沉得意的视线看了过来，他顺着目光看去，竟是没怎么说过话的肃王。袁清寒心底顿时明白了，萧承瑞被废了之后，肃王和灵王就成了太子之位的最大竞争者。肃王想要借着兰叔之事对付灵王，可这也未免太过狠毒。这不是前灵王妃吗？是啊，她怎么进宫来了？我听说她在做小月子呢。哎，这等臭不要脸的女人，背着灵王跟人私通，还敢跑到宫里来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要当众揭发你的罪行。来人，此人不在宴会邀请之列，把他给本宫赶出去。皇后娘娘，灵王妃似乎有话要说，不如让她说完再走。皇后娘娘，蓝姑娘都找到大殿上来了，应该是有冤情。如果强行把人赶走的话，恐怕要被天下人耻笑。既然皇后娘娘和二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不如就让她死心，也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，如何？肃王说的对，乾陵王妃，不如你就说说有什么冤屈吧。恩叔，说吧，你今日过来究竟是何意？皇上，灵王贪恋权势，为了娶到神女和西号九公主，不惜下毒害自己王妃和孩子。若非我命大，恐怕也跟着腹中孩子下了九泉。不是说前灵王妃跟人私通吗？怎么变成了灵王贪恋权势，主动杀妻灭子啊？嗨，从前只听说蓝姑娘跟灵王情投意合，感情甚笃，我当时还想着她怎么会突然背叛灵王，原来是另有隐情啊。蓝姑娘所说之事虽离奇，可仔细想来也不是全无可能，毕竟三皇子更离谱呢。都闭嘴！你们身为朝廷大臣，怎可被人三言两语就扰了心智？微臣知错。蓝叔，本王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，
已经饶你不死，你还敢血口喷人，侮辱本王名誉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灵王，你是我私通外人，请问我私通的是谁？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相貌如何？我又为何放着灵王妃不做，要跟他私通？我和那人又是何时相好？因何事生情？安叔，你做错事情还不知悔改，恬不知耻的闹到神女和西号使团面前，你是要逼死灵王吗？皇后娘娘，如果放在从前，我必然会为了皇后和灵王考虑众多，不会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可现在你们毁了我的名声，亲手毒杀了我腹中孩子，还妄想指责我、诬陷我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如愿。神女，此女是被错乱了心智，才会胡言乱语，真相不是这样的。我听说子女现在跟袁清寒住在一起，都说近墨者黑，这兰叔说的话呀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都说神女超越凡人，聪慧睿智，今日一看，也不过是愚昧之人罢了。袁清寒这莫不是疯了，竟敢这样说神女？该避让的时候避让就是了。哎，这神女虽过分，可必然有她的道理。有好戏看了。袁清寒，在我眼中，你不过是个低贱的蝼蚁而已。看在摄政王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。如此说来，神女还挺大的，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从你进宫那一刻，就一直在针对我、嘲讽我，这是不计较吗？是对蝼蚁的态度吗？袁清寒，你想说什么？我不记得我哪里得罪过你，可如果没有得罪，却让你如此记恨我，必然是哪里让你感到了威胁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清月神女，你威胁我也配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是什么东西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兴许没有你出身高贵，可我真情实意，有血有肉，比你这个不讲道理的蛮横神女强多了。君千珏欣慰地看着他，眼神宠溺。袁清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样跟神女说话！皇上，袁清寒如此过分，都是平日里太过宽纵，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，恐怕难消神女之气呀。袁清寒，你可知错？事情经过，皇上都看在眼里，我没有错。放肆！皇上息怒。如果不是他听了别人的话，贸然闯进来闹事，兴许袁清寒就出去了，自然也就没有现在的劫难。袁清寒，皇后说的没错，是朕平日里太过放纵你，才让你不知进退。你立刻跪下，给神女磕头道歉，直到她消气为止。皇上，我没有，自然也不会。皇上，今日之事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您如果为了一个外人惩罚袁清寒，恐令人心臣服。摄政王，你这是在威胁朕？臣不敢，臣只是说了实话。袁清寒救过太后，救过皇后、皇子，甚至救过皇上的命。皇上三思。父皇，今日之事说到底还是灵王和前灵王妃之事，至于神女和袁清寒之间，不过拌嘴而已，以后不见面就是了。本神女宽宏大度，可以不计较她的罪，可从此以后，她也不准再出现在我面前。神女果然宽容大度，心怀天下。你放心，此事本宫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皇后这是什么意思？袁清寒是受害者，她做错了什么？您为了巴结神女，未免也太侮辱人了。都闭嘴！既然神女说不计较，那朕这次就宽恕你，不准再有下次，否则朕直接砍了你的头。君千珏唇角泛起冰冷的笑，眼神掠过云清月，周身寒意凛冽。父皇，二弟之事，您准备如何处理？灵王是朕看着长大的，朕知道他的为人。至于兰叔不知廉耻，胡作非为，立刻拖出去砍了。大殿上的众人都是一惊，唯有皇后和灵王松了口气。袁清寒心底冰凉，萧承瑞已经废了，明帝显然不愿意灵王也染上污点，他只能杀了兰叔，封住天下悠悠之口，来保全灵王。他心疼地看向绝望的兰叔，只见他脸色雪白，如坠冰窟。肃王脸色青黑，看向兰叔和袁清寒，眼神里满是歉疚。袁清寒狠狠瞪了他一眼。既然没了讨厌的人，那继续宴会吧。袁姑娘，等等我！别担心，看君千珏的反应，应该有办法救他。袁姑娘，对不起啊，在大殿上的时候让你为难了。又不是无双公主为难我，你也不需要道歉。之前清月不是这样的，可自从来了西号之后，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我也不知道她为何这样不喜欢你。九公主，你可知道云清月为何要来西号？据我所知，是神女殿下为她选了夫婿，她这次过来是要相看的。神女殿下提起摄政王，说是清月的命定之人。据我所知，神女应该没有见过摄政王吧？为何知道他是云清月命定之人？神族神秘的很，我也不太清楚为何会这样。本王的婚事谁也做不了主。九公主，难道云清月是觉得我跟摄政王走得近，才针对我？袁姑娘，我不觉得是这个原因。清月第一次见你回去之后就发了火，砸了好些东西，我感觉他是发自内心的不喜欢你。临走前他还说神女叮嘱过要让他好好对你的，来到大宁之后就忽然变了。我觉得清
清月估计是觉得你太漂亮了。他不觉得这是云清月讨厌他的原因，其中必然有别的原因。今晚我会让人送兰叔出京，你可想去看看？他还好吗？他没有受伤，我让人找了个死囚替换，如今只能远远的送出京去。晚上我去送送他。想到自己昨日调查的身世之事，千珏，其实我……青青怎么了？今日我发现我并不是袁家人。你就想说这个？无论你是不是袁家人，只要是你，我都喜欢。我知道，可我要表达的不是这个。那我的青青想要说什么？我问了袁鹤爷和翠兰姑姑，他们说当年娘亲在寺庙拜佛的时候，和神女住过一段时间，两人又同时生产。你是想知道当年是不是抱错了孩子？我也是今日才想到的。严清月那双眼睛和袁鹤爷、袁若雪都很相似，可他没有见过神女，对自己的身份就一无所知了。兴许他是那个被江叔抱错了的孩子，也可能他只是人家随意塞进来，用来替换真正袁家大小姐的。此事我会让人查清楚。不过云清月现在对你敌意很大，最重要的是保全自己，好好照顾她，不准出现任何差错。王爷，您放心吧，属下必然寸步不离。韩冰，让人去一趟神族，无论如何都要拿到神女画像。韩冰知道事关重大，恭敬地应了下来。王爷，如果袁姑娘真的是被抱错了的神女，那咱们就捡到宝了。本王调查此事不是为了神女，而是为了她。王爷，属下知道错了，去把凤舞姐请来，本王有事要和她商谈。清寒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你还活着就好。我本是不甘心，可没想到皇室中人如此狠毒，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我。清寒，对不起，给你惹麻烦了不说，还让你和摄政王冒险救我。你长了记性就好，等你回家之后，一定要做到销声匿迹，切不可再露面，否则对谁都是麻烦。姑娘，兰家二哥来了。二哥，三妹的事情兰婿都听说了，多谢袁姑娘出手相救。兰二公子，你快起来。兰姑娘是率真赤诚之人，她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只是如今形势不好。二公子回去之后，一定要更加盯紧她些，别再出了差错。袁姑娘放心，回去之后一定让人严加看管，不让她再惹是生非。二哥，我知道错了，爹娘没生我的气吧？没有，爹娘知道你的为人，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很是心疼你。袁姑娘，您回去之后，请转告摄政王，三妹是我兰家的心头肉，您二位的恩情，我们永世不忘。将来摄政王和袁姑娘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们兰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二公子客气了。看着这些重情重义的兰家人，袁清寒心底感动又羡慕。皇上，今日召见清寒，可是身体不适，要不我给您把脉？不用了，本王服用了神女给的丹药，如今身体好得很。朕今天叫你过来，是有话要问你。皇上尽管问，清寒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朕问你，今晚君千珏和云清月是不是要去华灯节？有听说过。皇上，怎么了？袁清寒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？我自然知道皇上在担心什么，不过千月神女来大宁就是为了寻找那命定之人，这么多天都没见她跟哪位王爷皇子有密切交往，如今却答应摄政王的邀约，就怕君千珏绝对不可能是云清月的命定之人，即便是他也不会让这两个人在一起。皇上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。袁清寒，朕问你，在你看到的未来里，君千珏跟云清月在一起了吗？皇上，梦里我死得很早，只知道凤无声似乎嫁给了莫王，至于云清月，我并没有听说她来了大宁。那就是没有，也就是说将来是可以改变的。袁清寒，你确定君千珏会死？确定。谁不会死啊？不死那不是成了老妖怪了？你可喜欢君千珏？皇上，摄政王很护着我，我对他也不无动心。不过我很清楚，我的命是皇上给的，也牢牢地掌握在皇上手中。君千珏之所以对我好，不过是因为我能救命罢了。如果我救不了他的命，他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岂会对我一个大夫照顾有加？袁清寒，你很诚实，也很清醒。既然你想得明白，那朕有一件事情要托付给你。皇上请吩咐。朕要你嫁给君千珏，做他的王妃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，你是想让我潜伏在他身边？没错，朕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，朕也绝对不会允许云清月跟他有任何亲密的关系，你懂了吗？皇上，我曾是瑞王妃，又大着肚子，摄政王怎么可能娶我做王妃？到时候他颜面尽失，岂不是要天下人笑掉大牙？那又如何？朕会让他心甘情愿的娶你的，你放心便是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朕也给你准备了些东西。皇上，这是什么？只是用来控制你的东西，以免你不听话。朕已经问过高人了，此物对你腹中孩子无害。袁清寒，这可是你表明忠心的好机会。袁姑娘，您对皇上的忠心可不能只在嘴皮子上说说，您得行动起来。不过您放心，皇上是天下之主，不会亏待你的。袁清寒眼神复杂的看了明帝一眼，拿起那颗药丸吞了下去。皇上现在可以放心了吗？朕会把你当做公主嫁出去，你的嫁妆不会比朝中公主少。多谢皇上。明帝要按照嫁公主的规格把她嫁出去，那可是要赔下不少金银财宝。她和君千珏甚至还能风光大婚，这笔生意真是稳赚不赔。好了，你退下休息吧。朕交代你的事情，不许跟
跟任何人提。见过皇上。本以为肃王是今天的重头戏，没想到明帝才是。云千珏，这么好的花灯节不请朕来，你想一人霸占清月不成？皇上日理万机，臣怕皇上没功夫，就没有邀请皇上。你错了，朕有的是功夫，只要是陪清月神女，朕就是挤也得挤出时间来。清月，你说是吧？明帝陛下每天都拘束在宫里，繁忙不已，也该找个机会出来走走。百姓们安居乐业，才能这样出来放肆游玩，朕很是欣慰。皇上说的极是，尤其是灾病过后，整个京城都像是笼罩了一层黑云般。如今这万盏花灯长明，也算是冲冲煞气。对面那游船上不是西号七皇子和九公主吗？还有袁清寒，原来他也来了。想到自己今天跟袁清寒商议好的计划，明帝唇角勾起意味深长的笑。他来做什么？真是扫兴。清月，花灯节嘛，半个京城的人恐怕都在这里，袁清寒出来散散心也无妨。你若是不喜欢他，咱们远离他们就是了。明帝陛下当然真是仁慈。看了一会儿景致，明帝就回了船舱里，让乐师奏乐。摄政王，我知道这本该是你我之间的夜晚，可明帝今天召唤我进宫下棋，听说我要来游玩，就非要同来，我怎么阻拦也阻拦不住。等再过几天，我回请摄政王，我们再单独见一次，好不好？君千珏的寒眸里掠过厌恶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好，听说九公主是神女的好朋友，不如本王让人把她接过来，陪你说说话。多谢摄政王好意，不过我和无双之间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了。哦，为何？自从我的身份曝光之后，灵王和肃王就对我明争暗抢。虽然我对他们无意，甚至还出了许多难题刁难，可无双却觉得我抢走了他的风头，早就不爱理我了。如此说来，那九公主还是个善妒之人。若非你告诉了本王真相，本王恐怕还以为她如传说中那样天真无邪呢。神女，皇上请您进去。去吧，本王再吹会儿风。父皇怎么来了？为云清月而来。这下完了，父皇在这里，行动未免太不方便。肃王，你要求本王做的事情，本王都已经尽数完成。云清月就在船上，是否行动看你自己，本王不会再插手。肃王咬了咬牙，登船去见了明帝。儿臣远远的看见摄政王在这里，就想着过来打个招呼，不想父皇也在啊。确实很巧，刚才我还和摄政王说起肃王殿下。儿臣船上有2坛好酒，不如拿过来给父皇尝一尝。去吧，酒能助兴，兴许今晚他和云清月也能有所进展。这杯儿臣敬父皇，敬神女。还算你有孝心。云清月举起酒杯也喝了下去，君千珏端起酒杯，却趁人不注意把那酒洒在了袖子上。肃王事先服下了解药，倒是没有醉意。父皇醉了，摄政王、苏公公，不如你们带着父皇去休息，让苏公公去吧。本王有些头晕，去船头透透风。他不想跟明帝独处，他怕自己会忍不住直接杀了明帝。可明帝身边有许多高手保护，若是今晚真的动手，恐怕他也难保全自身。更重要的是，袁清寒和孩子就在不远处的画舫上，他更不能以身犯险。肃王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清月，本王带你去解酒，一会儿你会很舒服的。天下谁敢直接叫我的名字？我可是未来神女。明帝也就算了，好歹是个皇帝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云清月，本王是大宁尊贵的皇长子，是一会让你哭着求饶的人。云清月感受到危险，呜呜地叫了起来。不过今日清明湖上吵闹得很，他那点声响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君千珏已经到了凤无邪的船上，三人看见他过来，神色各异。摄政王不是在陪明帝和云清月吗？怎么还有功夫到我们船上来？你喝酒了？袁姑娘，本王有些不舒服。有事袁清寒，无事云清月。你不舒服，关袁清寒什么事？找你的云清月去。无声，没事，让我给他看看吧。君千珏和云清月是逢场作戏，他清楚得很，但凤无双却不知道。袁姑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，要我说，你就不该管他的死活。方才云清月单独跟本王在一起的时候，说了你的坏话。他都说我什么了？你先把青青让给本王，本王才能告诉我。无声，你先让开，我只是给他看病，没关系的。君千珏直接牵着袁清寒的手走了出去。凤无双看着这一幕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本以为我有机会了呢。七哥，什么机会啊？肃王带走了云清月，明帝正在休息。不过云清月身边有个绝顶高手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无人能知。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神女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里都是本王的人，你逃不掉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过后本王会好好对你。若是你听话，将来太子妃之位都是你的。谁敢坏本王好事？肃王被重重摔在地上。你是谁？是如何到本王船上来的？肃王，你这个畜生，竟给本神女下毒！云清月，你别说的那么不堪，你多次给本王机会，不就是这个意思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贱人，分明是你勾引，如今还装什么蠢？无效！
白衣男人大手紧紧掐住素王的脖子，杀了他！你们敢？本王可是皇长子云清月，即便是神女，父皇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自然不会杀你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住他的嘴，把他的脏东西扔到湖里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。摄政王来找袁姑娘，不是瞧病的吗？我怎么觉得你身体好得很？本王身体好不好，清清自然清楚。他方才喝了酒，是有些不舒服。可话说到一半，看着凤无邪那怔愣惊愕的俊脸，他气恼又害羞的看向君千珏，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！凤无邪的误会了。君千珏和他心有灵犀，唇角勾起轻笑，深邃幽沉的黑瞳里满是宠溺。青青有些害羞了，七皇子可否给我们一些空间？凤无邪眼神复杂的看了袁清寒一眼，怅然若失的回了船舱。老奴见过摄政王，见过袁姑娘。苏公公不该在照顾皇上吗？怎么会来这里？摄政王有所不知，皇上身体不适，让老奴去买茶。可回来的时候，去见肃王船上遭了贼，最重要的东西被人割掉了。苏公公，什么最重要的东西被人割掉了？就是肃王从此以后变得跟奴才一样了。苏王变太监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苏公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可知道了？皇上似乎跟神女在一起，这些事不太正常，可让人调查了。哎，奴才让那部分人手送肃王回宫医治了，只是没找到那物件，估计一成定局，这边也没能调查的人手。摄政王袁姑娘，不如你们去看看到底有什么蹊跷。七皇子九公主，你们也同去，奴才怕皇上醒来之后会杀了我。好啊，我正愁没乐子。一行人纷纷登船，里面果然是不堪入耳的声音，以及云清月的大肆追捧。袁清寒和凤无双听得面红耳赤，逃也似的去了船头。凤无邪和君千珏倒还算镇定。摄政王今日因何去找袁姑娘？本王已经说过了，因为身体不舒服，喝了酒之后，本王感觉浑身都很热，站在船头吹了好一会儿风，不但没有减轻的趋势，反而更严重了。上船的时候知道袁姑娘在这边，本王就过来求医。摄政王的话看似合情合理，七皇子想说什么？自然是想说今晚之事是有人谋划，不是为了害苏王，就是为了皇上。里间嘶吼了一声，所有的声响都停了下来，君千珏、凤无邪都尴尬了起来，苏公公却无比庆幸，总算是停下来了。摄政王、七皇子，皇上估计还要休息，不如咱们也去外面分析，老奴怕惊扰了皇上休息。饭菜无毒，这2坛桃花酿却被人下了媚毒，这酒都经过谁的手？袁姑娘，今日虽是摄政王做东，可船上并没有准备酒水，这2坛桃花酿是肃王亲自带来的。当时在哪里发现的肃王？他自己船上衣衫不整，那处被人拿剪刀剪掉了。既然如此，事情也就明朗。苏公公，应该是肃王对神女起了歹心，把人哄骗到了船上欲行不轨，可保护神女的人及时赶到，动手救下。七皇子说的很有道理，等皇上醒来之后就如此禀报。早就知道肃王对神女有意，没想到竟敢下此毒手。不知神女和皇上是怎么搞在一起的？如果现在跟皇上在一起的真的是他，那他将来岂不是要嫁给皇上了？哎呦，小公主，这都是以后的事儿了，不过能嫁给皇上也是她之幸。凤无双撇了撇嘴，不敢苟同。明帝已经40有余，跟他父王是一个年纪，说是糟老头子也不为过。他可不敢想云清月将来的日子怎么过。众人在船上静坐，等到翌日天亮，明帝才算是醒来。皇上，您终于醒了，身体可还好？见过皇上。怎么都在？昨晚肃王似乎遇刺受伤，臣等怕皇上也有事，就守在这里，没敢离开。肃王人呢？怎么了？皇上，肃王殿下昨晚被人伤到了那里，奴才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，就赶紧送到宫里去了。摄政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何没有保护好肃王？昨晚皇上身体不适，臣也身体不适，就去了隔壁船上找袁姑娘。肃王说要安顿神女休息，臣没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袁清寒，你来说。皇上，摄政王说的没错，昨晚他中了媚毒，有些神志不清，七皇子和九公主都可以作证。皇上，袁姑娘说的是真的。皇上，此事摄政王袁姑娘已经研究了一宿，应该是肃王欲要对神女行不轨之事，被他身边的人伤了。朕知道了。用大儿子换一个神女，似乎也不是很亏，只是接下来他就得把云清月好好利用起来，把利益最大化。皇上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？等朕回去之后，会好好问问肃王。他话刚落音，就听到一道慵懒的哈欠声。摄政王，昨晚我过得很开心，多谢你给我这么美好的回忆。众人齐齐看向云清月，眼神诡异。神女，请自重。自重？摄政王，昨晚你我共享鱼水之欢，如今你就不想承认了？本王昨晚一直在七皇子船上，神女应该是误会什么？不可能，君千珏，这等事情怎么可能开玩笑？如果昨晚的人不是君千珏，那他一番筹谋岂不是要落空？神女，昨晚和你在一起的人是朕，不是摄政王。云清月两眼一黑，云楼
了过去。皇上，神女受惊过度，晕倒了。劳烦苏公公摘下她的面纱。瞬间，一张和记忆中的江疏格外神似的脸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袁清寒心中确定了云清月的身份，把银针刺入他的人中。云清月悠悠转醒，睁眼就看见明帝那张苍老冷厉的脸，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。他俯身趴在一边呕吐了起来。神女，你宿醉起来又晕了过去，胃酸想吐也是正常的。云清月，昨晚你可见过素王？见过，素王想要欺负被我的人救下，素王命根被人剪断，也是你所为。明帝陛下，是我做的没错，可是是他想要侵犯我在先，这等事情若是被我神族知道，恐怕会联合九州之力讨伐大宁。事情前因后果，朕已经知道了。朕知道他在酒中下了魅毒，所以朕才会和你发生这等误会。摄政王，昨晚你在何处？为何不在船上？如果是君千珏在这里的话，恐怕他也不会跟明帝发生。昨晚摄政王不舒服，就来找袁姑娘看病了，我和七哥都能作证的。从前他对云清月百依百顺，可这2日他却看透不少，尤其是方才云清月出来的一瞬间就直奔君千珏而去，说明他早就盼着跟君千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凤无双十分不耻。明帝陛下，你准备怎么处置此事？朕既然占有了你，自然会对你负责，也只有如此，朕才能不计较你伤害素王之事。他听懂了明帝话中的威胁。好了，朕也该回宫去了。摄政王、袁清寒，你们2人陪朕回去。云清月心底烦躁至极，他下意识地去扶面纱，可摸到了冰凉的脸。面纱，他的脸岂不是要被袁清寒看尽了？想到这张和江疏极为相似的脸，如果袁清寒把他不是神女的事传扬出去，将来他的荣华富贵恐怕都要化为乌有。皇上，素王殿下昏迷了1天1夜，下面的血是止住了，可发起了高热，太医院来了许多太医，都无计可施啊。袁清寒，你可有办法救救素王？皇上，清寒乃女子之身，看素王内处恐怕不太合适，不过我可以给他用药退烧消炎，至于伤处就让温太医等人代为处理，如何？好，只要能救活素王，这重重赏你。摄政王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立业了。多谢皇上关心，不过臣不急。你不急，朕都替你着急。从前朕为你选了多少适龄姑娘，侍郎家的、丞相家的，你都看不上。不过朕看你似乎跟袁清寒走得很近，不如朕就把她赐给你，如何？皇上好意，臣心领了。不过臣和袁姑娘之间并非那种关系。够了，多少事情朕都顺着你，今天这件你必须听朕的。苏公公，立刻去拟旨，把袁清寒赐给摄政王做王妃。皇上，摄政王，皇上也是为了您好，你还是不要推辞了。那本王只好领命。王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本王身下疼得厉害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既然醒了，小命就算是保住了。这次朕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，只是若有下次，朕一定好好收拾你。父皇，而臣不知您在说什么。殿下，昨晚您挟持神女，饭被割掉。您不记得此事了吗？清月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昨晚的一切太过不真实，以至于醒来的时候，他觉得是一场噩梦，可竟都是真的。素王，你在桃花酿中下魅毒的事情已经被查出来了，这一切只能说是你咎由自取。父皇，云清月亲手割了儿臣，让儿臣在船上等死，难道儿臣对您来说根本就无足轻重吗？是你胁迫神女在先，你让朕怎么做？父皇不是什么都做不了，也不是什么都不想做，是父皇不想伤了云清月吧。素王，你有伤在身，还发着高烧，朕就暂时不计较你的胡言乱语，等你好了之后，朕再治你的罪。说完，明帝拂袖而去。素王殿下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昨晚皇上和云清月已经，云清月恐怕很快就要进宫做妃子了。您让皇上处罚她，不是把皇上陷入不仁不义之地吗？怪不得，怪不得。袁清寒，你可有办法治好本王？若是我在现场，说不定能救，可时间耽搁了那么久，听苏公公说您那里又找不到了，所以即便有心也无力。云清月那个贱人把本王的东西扔到了湖中，恐怕早就被鱼吃了。他必然要让云清月后悔终生，生不如死。儿臣见过父皇，瑞王也在，可能这就是上天注定吧。父皇，什么上天注定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袁氏女袁清寒贤良淑德，和摄政王十分般配，今日特赐摄政王妃之位，共成佳话。父皇，袁清寒昔日曾是瑞王妃，如今怎可再嫁他人？你也说了，她曾是瑞王妃，既然你们俩人已经和离，男婚女嫁，理所当然。皇上说的是，既然让臣娶袁清寒是皇上心意，那从此以后臣必然善待于她。萧承瑞一张俊脸上满是狰狞和妒火。摄政王，袁姑娘，皇上已经让钦天监看过了，1个月之后就是吉日，婚期定在那天。1个月后会不会太过仓促？是有些仓促，不过既是皇上选的，就那天吧。你们都很懂事，朕很为你们开心。
心。郑王，袁清寒就像是朕的女儿一样，你可要善待她。皇上放心，君千珏、袁清寒，你们真敢说！是不是袁清寒没跟本王和离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就勾搭上了？岂止如此，连我腹中孩子都是他的。说完，他不再理会萧承瑞。袁清寒，君千珏，果然那晚的人果然是他，们竟戏耍了本王这么久。明帝陛下，如今清月已经失身于你，在清明湖发生的事情，恐怕迟早也会流传出去。清月乃是女子，女子最重名声。清月思来想去，只有进宫这一条路可走。清月，你是个聪明女子，也知道朕心悦你。你放心，等你进宫之后，朕一定好好疼爱你。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你尽管说就是。若是朕能满足你，一定会尽量满足。皇上，我贵为神女，做个掌控六宫的皇后，应该不过分吧？皇后之位确实空缺良久，只是先皇后刚刚过世，朕若是直接封你为皇后，恐朝堂动荡，后宫不安。那就是皇上的事儿了。清月只有这些要求，若是陛下不答应，我就回去修书一封给我母亲，让神族人来证婚。如果您不答应，也就不用费事了。好，为了心爱的清月，朕就冒天下之大不讳，1个月之后迎娶你为皇后。只要她成了大宁最为尊贵的女人，将来即便袁清寒发现了她的真正身份，也不能把她怎么样。很快，明帝就让人张贴皇榜，把消息散布了出去。下月初9，皇上迎娶神女云清月，封为先后。皇上赐婚摄政王和袁姑娘，婚期下月初9。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，终于得偿所愿。都起来吧。王爷当时告诉老高说2个月内必然迎娶袁姑娘进门，没想到竟然真的要实现了。王爷说到做到，我从没怀疑过。袁姑娘，从前臣风不懂事，对您多有得罪，还请您见谅，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怎么会？从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快起来吧。王爷，如今明帝下了诏书，昭告天下，说1个月后要迎娶云清月做新后，这是明摆着要抢咱们的风头呀。王爷，不如咱们另择佳些。明帝既然特意选了同一天，就是有意为之，想改日子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不过同一日成婚也好，本王已经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。神族的人回来了，且已经跟神女通过气了。他怎么说？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的生身母亲，袁清寒心底又期待又害怕，也不知他当年为何会错报了云清月，更不知道这个素未谋面的母亲会不会喜欢他。毕竟陪在他身边多年的人是云清月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我会有意外的。神女让人传了口信，说近日会到大宁来。不过如今明帝既然要跟云清月大婚，应该也会传信过去，恐怕要到婚礼才会来了。这也是君千珏赠予明帝的惊喜。很快，云清月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翌日，袁清寒被明帝召唤进宫，明帝正在吃丹药。皇上怎么突然吃起丹药来？此丹药乃是神族古方所配，能让人延年益寿，永葆青春。皇上，清寒之前跟您说过，丹药都是骗人的。哦，是吗？皇上，古籍中曾有记载，千年之前，一统九州的大帝痴迷长生，派人四处寻找长生不老药，为此不惜漂洋过海，踏破天涯。可最后他依然消失了，因为天道不可违抗。够了，袁清寒，朕看你分明是嫉妒神女，再次妖言惑众。皇上若是不喜欢听，我不说就是了。可把他和云清月相提并论，甚至说他妒忌云清月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袁清寒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朕让你生你才能生，朕让你死就随时都得死。皇上，清寒自然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过皇上让我在死之前，是不是也该发挥我最大的价值？袁清寒，朕听说你昨晚留宿摄政王府，甚至连柳丞相都去了摄政王府。朕问你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？你可在场？皇上，此事清寒说出来，您可能不信，所以我还是不说了。袁清寒，你少来这套，快说。那皇上得保证，您不管信不信我所言，都不要迁怒于我。我肚子里的孩子还没见过这繁华世界，我得惜命。朕保证不迁怒你。皇上，昨晚我趴在门口偷听了一会儿，柳丞相去找摄政王，是有一件事不知道如何处理。皇上，瑞王暗中勾结臣子，想要说服丞相带领百官谋逆。袁清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大胆的不是我，是瑞王才对。瑞王调查了容妃之死，觉得是先皇后和您的罪过，可先皇后已死，您也不肯惩罚其母家以及灵王，他觉得您看不起他，不把他当儿子看。丞相估计是怕您知道以后也不会信，才不敢告诉您，反而去找瑞王的死敌君千珏商议。在来皇宫之前，袁清寒就已经跟君千珏通过气了，瑞王迟早要反，给明帝事先通个气，也算是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而且他们料定明帝一身骄傲，妄自尊大，只会让人设下陷阱，等待萧承瑞落网，拿个人赃并获。你可听到他们2人准备怎么办？皇上，我当时听的并不分明，只隐约知道君千珏和柳青山说什么瓮中捉鳖，什么请功的。皇上，不如您亲自召他们过来问问，他们必然不敢跟您撒谎的。袁清寒，朕把你安排在君千珏身边，是让你做朕的耳目，不是让你为他们说话的。皇上，清寒不敢撒谎，所以才建议让您把他们招过来问问，有您的龙威在，他们不敢不说实话的。罢了，你回去
去吧，此事朕自己会调查。摄政王，你今日怎么这么空闲，竟然来上朝了？因君千珏手掌军权，地位威名过高，明帝怕他在朝堂得了人心，早就特意免了他上朝。外面都传说明帝偏爱摄政王，可这天下无人知道，这不是偏爱，而是恐惧。皇上，臣多日不上朝，恐被人议论妄自尊大，不把皇上放在眼里，这才来堵住悠悠众之口。有朕在，谁敢说你？朕今天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有件事情朕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公布。这些年，先皇后温氏做了不少恶事，朕看在灵王份上，没有外传。可近日来，祖宗每天托梦，要朕废除这恶毒女人的后位，不可流于史册。朕已经决定按照祖宗所言，废温后，除史明。皇上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无论先皇后做错什么事儿，她都已经走了，再计较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。皇上，李大人说的没错，灵王殿下可是先皇后所生，若是抹去了她的存在，那灵王殿下该如何自处？皇上，您这是要儿臣如何自处？二哥，温皇后作恶多端，你还不准父皇把这些丑事公之于众，废除她？你这是要把父皇、把大宁子民置于何地？老三，本王知道你对母后有怨言，可你所说的那些都无法查证，你难道非要搅和的天下大乱不成吗？二哥，我可没有搅和的天下大乱，是你们母子身居高位还不知足，非要害死我母妃，搅和的后宫不安，前朝不稳。老三，你非要逼死本王不可。你说是母后害死了你母妃，本王还要说是你谋划了灾病，害死了母后呢。够了，灵王，朕都已经替你想好了，等朕娶了新后，你就做他的儿子，尊称为生母，也算是名正言顺。灵王跪坐在地上，脸色颓败，如同看疯子一样看着明帝。萧承瑞没忍住大笑了起来，可那笑声太过突兀，他又反应过来，他以后也要尊称云清月为母后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群臣更是急得抓耳挠腮，连一向沉稳冷冽、对朝堂之事寡言少语的君千珏都忍不住抬眼看向明帝。皇上，据我所知，灵王比云清月还要大上3岁，云清月如何做得了他的生母？群臣也觉得离谱。皇上，摄政王所言极是啊，神女如何做得了灵王生母？灵王当初可是神女选婿的人选之一啊！皇上，是不是那神女对您说了什么，怂恿您如此？若非这样，臣是真的想不明白您为何要这样。皇上，此举动愚蠢至极，皇上您英明一世，可不能如此糊涂呀！若真是那云清月怂恿，那此人必不可留。什么神女，我看她是迷惑军心的妖女才是。没错，当初灾病的时候，就是她非要乱治，这才把皇后娘娘给治没了，又要开宫门，幸而被摄政王一力阻拦，此人绝不可留。如今这大宁都轮到你们来做主了，不如朕退位，你们来做这个皇帝。摄政王，你也以为朕娶神女不是明智之举？皇上想要娶谁是皇上的自由，臣无权约束。听到了吗？摄政王都知道，朕想娶谁就娶谁，朕娶神女是为了大宁的未来。你们这些蠢货如何会懂得朕的良苦用心？可臣觉得皇上也不能废除温皇后，把其从历史上抹除，此举有碍皇上名声，不可为。灵王莫王顿时抬头，钦佩地看向君千珏，就连萧承瑞看他的眼神都有些变化。摄政王，朕以为你是支持朕的。臣当然是支持皇上的，只是皇上作为君王，也不可肆意妄为，不顾大局。皇上不可为了云清月一人，不顾整个大宁的感受，那样只会让皇上失去民心。摄政王说的对呀，皇上不可呀！皇上，你一定要三思啊！父皇，摄政王说的没错，这是大宁历史上头一次，文武百官和王爷皇子同心协力。王爷王妃，丞相传信过来，说了一些事。这瑞王倒是越来越狠辣了，竟想暗杀朝廷命官。你不是想清剿朝中那些废物蛀虫吗？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，让萧承瑞把他们都除掉。可是王妃，瑞王要杀的是那些不肯听命于他的朝廷命官。我们的人自然会听瑞王的话。至于那些蛀虫，就告诉他们是在演刑讯逼供的戏码，让他们咬死了不能承认自己在帮瑞王谋反，不就好了？青青，你说的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不忠的变成忠贞的，忠贞的变成了不忠的。王妃当真是冰雪聪明，足智多谋，属下钦佩至极。只是些小伎俩，不足挂齿。一夜之间，朝中许多官员被杀，整个京城都笼罩在惊恐之中。现在好了，萧承瑞已经彻底在我们手中，只需要再把荣家和他们手中的那些兵力清除，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其他几位皇子王爷手中并没有兵权，唯有萧承瑞是一大阻力。有林素瑶那个女人在，萧承瑞每走一步，就距离死亡更近一步。青青，很快你就能报仇了。这次他要亲手杀了萧承瑞。朕一直以为君千珏
才是有那个反心之人。如今看来，竟是瑞王。皇上对他瑞王那么好，他却如此对皇上，当真是让人心寒。现在想起来，袁清寒所说的造反之人，估计就是瑞王了，所以瑞王才会欺骗朕，说看不清那人容颜。确实有这种可能，皇上不如召来袁姑娘问问。袁清寒很快进宫，可刚到宫门前就撞见了云清月。苏公公，怎么又接了这妖女进宫？我不是说过，我在宫里的时候，她不准出现恶心我吗？神女有所不知，是皇上召见袁姑娘，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可是皇上也召见了我，若是她进宫，我就只好先回去了。你们这些凡人可能闻不出来，可我却能感受到，她所经过之处一片污浊酸臭，恶心的很。这等赤裸裸的侮辱，纵然是苏公公听了，都脸色大变。某些人鸠占鹊巢，还费尽心机杀人小取而代之，才是真正的恶毒酸臭。袁清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本神女一个字也听不懂，是否听得懂？你心里有数。如果此事被神族知道，被明帝知道，袁清月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站在这里跟我耀武扬威吗？袁清寒，你少胡说八道，没人会相信你的，你根本没证据。我没有证据，我早已经调查到，你刚来大宁就去找了我娘的画像，我也得到了你的长相，你觉得这证据够不够啊？袁清寒的话如同一道惊雷，把云清月吓得浑身一颤。苏公公，既然神女不愿意和我同行，不如你就先带我去见皇上，让他在宫门外等待，如何？这神女那么骄傲，肯吗？本王想起来了，君千珏，本王梦中那造反之人是你。瑞王，你要谋反背叛皇上，本王也不会多说什么，又何必拉上我？君千珏，放本王走！袁清寒在本王手中，你要是敢拦着本王，立刻会有人杀了袁清寒。萧承瑞，本王不拦你，可你若是敢动他，本王必然会把你碎尸万段。一根银针无声地刺入他腰间，萧承瑞只觉得一阵刺痛，心中暗道不好。袁清寒，你萧承瑞，你寿园里那些狼还养着吗？袁清寒，你想做什么？麻药的时间也快到了，把它扔进去吧，让他体会一下被狼群活活撕咬的痛苦。他要让萧承瑞在临死前体会他前世所体验的痛苦和恐惧，让他也被折磨而死，前尘过往烟消云散。您当真是神女？没错，我就是当今神女云九。明帝，清寒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云清月不过是当年被抱错了的袁鹤野和江疏的孩子。云清月，怪不得你一直针对袁清寒，她和神女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了。明帝又气又悔，竟哇的吐出一口黑血。高将军，这就是王爷一直要找的东西。苏公公，这不是明帝的大印吗？我家王爷要找的是阴虎符呀。高将军有所不知，这玉玺就是阴虎符。高将军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跟在明帝身边多年，当年我是亲眼看着明帝把县太子的阴虎符锻造在这玉玺之内。苏公公，你乃是我们的恩人，有了这阴虎符，我家王爷也就名正言顺了。哎呦，您快起来，奴才哪里受得了将军如此大礼？您这不是折煞我吗？高将军，事不宜迟，明帝已经对摄政王和王妃起了杀心，你还是赶紧去接应他们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明帝，你残害县太子一家，谋夺皇位，在其位又不谋其政，昏庸无能，草菅人命，掠杀孩童，你可认罪？自古以来，成王败寇，朕不过是败了而已，何罪之有？死到临头依然不知悔改。袁清寒，朕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一道高大的身影站在他面前，手中匕首微微一用力，直接刺进明帝的心脏。明帝的身体软软的倒了下去。把明帝的尸体悬挂到玄武门上，昭告天下，昏君已死。昏君已死，请新王登基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就却之不恭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昨晚袁清月死了，今天早上发现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僵硬了。死者为大，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吧。属下遵命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2年的时间过去。这2年内，君千珏和云清寒回了神族，继承了神女之位，顺带把那些为非作歹、用心不良的小国都清理了。因为有云清寒的神力以及神族在，甚至大宁都没怎么出兵。孩子9个月的时候，因为胎儿太多，终于还是早早生产。经过1晚上的折腾，云清寒平安的生下3个孩子，2个男孩，一个最后出来的是女孩。把皇后娘娘平安生产3个孩子的事情昭告天下。